钱穆者，论语心解。钱穆作品系列。钱穆作品系列。三联书店柴氏藏书荣誉出品。图书再版编目 CIP 数据。论语心解斜线钱穆者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。三联书店2002.9。钱穆作品系列。ISBN 7-108-0172-1-0。论钱论语注释 P222.22。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盒字2002第036732号。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，本 PDF 图书由 Traxins 柴氏藏书校对斜线制作，责任编辑冯金红书伟，风飞设计海洋，出版发行三联书店，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，邮编100010，经销新华书店。印刷北京金海印刷厂。版次2002年9月北京第一版。2002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。开本850星号168毫米1斜线32印章 16.5。字数300千字，图字01 2002 1304。印数0000115000册。定价28.00元。制作说明：本书为钱穆作品系列之一，根据三联书店2002年版本校对整理制作。制作过程中参照原书进行校对编排，为方便阅读，采用红黑双色编排，章节名则采用用青色。本系列作品现推出第一集，收录先生者作11部。以后会陆续推出更多钱穆先生的作品。本 PDF 版由 Traxins 制作，并免费提供下载阅读，但禁止用于商业用途。如需转载，请注明原制作者。柴氏藏书 Traxins 版权符号2008。柴氏藏书钱穆作品系列第一集。胡尚贤思路。孔子传。中国历代政治的诗。中国历史研究法。中国思想通俗讲话。国史新论。宋代理学三书随札。中国史学名者。先秦诸子系年考变。论语心解。人生实论。书 www.rebook.net 读书中文网。1. 序。论语自西汉以来，为中国士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。读《论语》必兼读注。历代诸儒注释不绝，最者有3书：一何晏集解，网罗汉儒旧义；又有黄侃一书，广集自谓气良诸家。两书相配，可谓《论语》古注之渊薮。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，大体句式。三刘宝南《论语正义》为清代考据家言义结集。何氏集解收入13经注书中，宋以前人读《论语》大律必读此书。明清两代以诸注取士，于是读《论语》必兼读诸注，以800年余资。诸注不能无误，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，诸注误处均经发正。而清儒持汉、宋门户之见过言，有诸注释而清儒刻意立异，转复失之者，其所驳正，亦复众说多奇，未归一事。又考据家言，辞凡不杀，读者是谓畏途。故今社会流行，仍以诸注为主。民国以来，闽县陈述得为《论语集释》真引书目，凡10类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480种，一说纷呈，使读者如入大海，汉漫不知所归区。搜罗广而别则为经，转为奇诗。
故《论语》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，著《论语》者虽代不乏人，而就今言之，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著。此于之心解所由作也。为《论语》作心解，是有两难。一说既多，贵能折中，亦也。《论语》距今2000载以上，何晏集解距今1700年，朱注距今800年，刘氏、郑义距今亦160年。时代变，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。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2500年前孔子之遗训，而能得其尽释，使古今人相悦而解，二也。本书取名心解，非未能自创新意，掩盖前儒，实亦被采众说，折中求是，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。然众说是难被列。陈氏、集氏篇幅逾200万字，而尤多遗漏。本书所采，亦多跃出陈书之外者。然若专举一说，存以为是，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意，亦无以开其聪明，广其思路，而见义理之无穷。且一说之事，初不限于一人之说，或某得其10之1、2，某得其10之8、9，或某得其3、4，而某得其6、7。亦有当间采3家、4家之说，斟酌合会而使得一事者。今既集众说，凡所采之，理当记其姓名，详其出处，一则语见本源，一则事不略美。然就读者言之，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《论语》之本意，大意记得，乃加审前反复之功。若注文意一称姓名，列篇题，又势必照录原文。原文意旨未尽，复须重加阐发。欲折中诸家，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，续加融贯之文于后。此可以显作者之情搜而博辩，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气与密物。心解只取通俗，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著，体求简要，词取明净，乃不得不百。序3。托旧著格套，勿以直名。《论语》本意为主，虽为前轨，亦句为中。亦如诸注，亦古事句，多本汉儒，亦不逐一般名。唯引宋儒之说，使避着其姓氏，以见其为一家之解。余书非欲成一家言，仅求通俗易诵览，自不必一真引出处。倘读者必欲追寻本源，则上举三书与陈氏之、集氏俱在，寻此踪迹，已可识得7、8。纵欲略美，实亦无从耳。亦余之为心解，亦非无1、2读的之余，跃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。然既非通观群言，亦无以启发心之。众说己见，既如水乳之交融，何凡今谓之在变？且作注如全题，亦在得于兔。于兔既获，全题可弃，故亦不亦一般出也。本书最先署稿在民国41年春，当时力求通俗，专用白话。成稿未及1/4，乃复悔之。亦未解《论语》难在意蕴，不在文字。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，废词虽多，而情味不洽。又误谓浅显，骤若一鸣，譬如嚼饭补人，滋味既失，营养亦减。亦不如改用文言，为求平易，较可确切。虽读者或多费繁琐之功，然亦可以宁其神志，而峻其生慧。唯苦冗杂少闲，乃遂搁格。4于民国49年赴美讲学耶鲁，课务不破，乃决意改撰，或成初稿。自美归后，又陆续修订，前后3年，粗愧于定。为体例则一人最先之就。先原文，次逐字逐句之解释，又次综述一张大纸，最后为《论语》之全书篇幅，当不出30万字。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著矣乎？其果能折中群言而归于一事矣乎？
作者财力所限，仅以待读者之审证。中华民国52年10月前墓室于沙田和丰台玉庐。1. 在版序，论语20篇开始即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孔子一生为人，即在乐于学而乐于教。人之不知，亦当执不知，此上两端言。故又曰：若胜与人，则我其感。我学不厌而教不倦。又曰：时事之义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则孔子之自居，在学在教，不在求为一圣人。论语书中其不以名言之。此犹言，但问耕耘，莫问收获。亦且秋收冬藏之后，岂能不复有春耕夏耘？而且耕耘仗己力，而收获则不尽在己力。故亦有既尽耕耘之力，而复欲荒欠之来临者。孔子生前其道不行，又岂孔子之过？孔子50而知天命，此即天命之所在矣。人之为学，又岂能超乎其天之所命？此为西方人战胜自然，克服自然，有此想。中国人则不作此法。知天法天之道，其要乃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. 在此，颜子曰：夫子步亦步，夫子趋亦趋，夫子奔亦绝尘而回，称若乎后矣。孔门72弟子，师弟子间，莫不尊颜子为好学。后世有孟子，其实群言并兴，而扬莫之言盈天下。孟子则曰：乃我所愿，则学孔子。又曰：能言俱扬，墨者，皆圣人之徒也。又曰：人皆可以为尧舜。孟子特以为圣人免当时之学者。后世以孔、孟并称，而每引孟子语以尧舜自勉，则其为学趋向有时与孔子有相异。宋代朱子定、禹、孟、学、雍为四书，朱子又曾有颜子系，孟子则较粗之辩。而学者每喜读孟子书，时若有余于论语，即如朱子同时录象山已然。而明代王阳明则亦见其为然。阳明求为圣人，及其龙场亦自悟，乃曰：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？则岂不先世之孔子，亦当学后代之阳明。此乃禅宗一悟成佛，己身成佛，立得成佛之余义。此语时亦引人入其途，而其流必有不可胜言者。诸子为学，则学其前贤如周、张二臣。怜惜教二臣，寻孔言乐处，所乐何事，则所学即学其乐，所乐亦乐其学。此与孔子教学上无大相异。唯恒渠则学之所长，乃在其苦学处。故伊川与恒渠书有云：观无书之见，至正而谨言，深探远则，其后世学者所长虑极。然以大概气象言之，则有苦心极力之象，而无宽裕温和之气。非明锐所照，而考所至此。故亦屡偏而言多志，小出入时有之。更望婉养思虑，涵咏义理，他日当自调畅。可见恒渠为学，时有似西方哲学家，所学对象多在外，少在己。如其论、义即然。义象、言、天行健，君子以自。在版序。3. 强不习，此亦与孔子亦相近。而恒渠之努力，则有引人入其途处。余年65，赴美任教于耶鲁大学。余不能英语，课务轻简，乃草为此著，自遣10日。余非敢于诸著真异同，乃诸子以下800年，解说《论语》者屡有其人，故求谓之折中。及近年来，两目成疾，不能见字。偶主内人读此旧著，于文字上略有修改，为义理则一人旧著。
事隔1月，忽悟此序以上所陈之大义，乃作为此书之后序。1987年前墓室于台北外双溪之宿书楼10年9时有3。1. 目录序1，再版序1，上编1，学而篇第1 3，为政篇第2 23，八义篇第3 53，礼仁篇第4 87，公长篇第5 113，雍也篇第6 145，述而篇第7 175，泰伯篇第8 211，子罕篇第9 235，乡党篇第10 265，柴氏藏书论语心解2，下编291，先进篇第11 293，颜渊篇第12 323，子路篇第13 351，宪问篇第14 377，卫灵公篇第15 423，记事篇第16 455，阳货篇第17 473，为子篇第18 499，子张篇第19 515，尧曰篇第20 539，复孔子年表551，上编。语谈说义如国语、家语、新语之类。此书所收以孔子应答弟子10人之语为主。卫灵公篇载子张问行，孔子告以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而子张书诸身，则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，无机警书而被录之可知。论者讨论编次义。今七十子后学之讨论编次，即为此书，故称《论语》。书中亦附记诸弟子语，要之皆孔门之序言也。全书20篇，前10篇为上编，后10篇为下编。3. 学而篇第1。1. 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子曰：子男子之通称或说，五等厥名。春秋以后，直。郑之亲亦称子，其后匹夫为学者所宗亦称子。孔子、墨子是也。或说孔子为鲁司寇其门人称之曰子，称子不成辞则曰夫子。论语，孔子弟子为有子、曾子2人称子，闵子、冉子单称子仅一见。宋习义，凡诵读练习皆是学。就说学，觉也，孝也。后觉习孝，先觉之所谓谓之学。然社会文化日新，文字使用日盛，后觉习孝先觉，不能不诵读先觉之者数册2亿人相通。时习，此有3说。亦指年岁言。古人6岁始学识字，7、8岁教以日常简单礼节，10岁教书写计算，13岁教歌诗舞蹈，此指年未时。2指季节言。古人春夏学诗乐弦歌，秋冬学书礼事列，此指季节未时。3指晨夕言。温习、进修、游散、休息，依时谓之。习者，如鸟学飞，数数反复。人之为学，当日复日，时复时，年复年，反复不已，老而无倦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。4. 乐心喜义。学能时习，所学渐熟，人之日深，心中欣喜也。有朋自远方来，朋同类也。志同道合者，知慕于我，自远来也。或以方来连读，如言并来，非仅一人来。当从上读。乐，乐在心，乐则见于外。孟子曰：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慕我者，自远方来，教学相长，我道日广，故可乐也。人不知而不愠，学日进，道日深远，人不能知。虽贤如颜子，不能尽知孔子之道之高之大，然孔子无愠焉。愠，弗欲意，愿意。
学以为己谓道，人不知，亦无可运。心能乐道，使其此尽也。或曰：人不知，不我用也。前解深，后解浅。然不知故不用，两解亦自相贯。不亦君子乎？君子，诚德之名。学至此，可谓成德矣。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，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。学而时习，乃出学士。孔子15至学以后当之。有朋远来，则中年成学后士；孔子30而立后当之。既非学遂行尊，达于最高境界，不宜轻言人不我之。孔子50之命后当之。学者为当老守学而时习之一境，斯可有远方蓬莱之乐。最后一境，本非学者所望。学求深造日进，至于人不能知，乃属无可奈何。圣人深造之以极，自知弥深，自信弥笃，乃曰：知我者其天乎？然非浅学所当骤弃也。孔子一生重在教，孔子之教重在学。孔子之教人以学，重在学为人之道。本篇各章多物本之意，乃学者之先物，故《论语》编者列之全书之首。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，实有深意。学而篇第一。5. 者循此为学，时时反验之于己心，可以自考其学之虚实浅深，而其境不能自已矣。学者读《论语》，当知反求诸己之意。如读此章，若不切实学而时习，宁之不亦乐乎之真意。孔子之学，皆由真修实践来。无此真修实践，即无由明其意蕴。本章学字，乃兼所学之事与未学之公言。孔门论学，范围虽广，然必兼心的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。学者诚能如此章所言，自始即可有逢源之妙，而终身虑循，亦不能尽所蕴之深。此圣人之言所以为上下一致，终始一者也。孔子距今已逾2500年，今之为学，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。然即在今日，仍有时习，仍有蓬莱，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。学者内心仍亦有乐、有乐、有韵、不韵之变，即在于2500年，亦当如是。故知孔子之所启示，乃属一种通义，不受实现，通于古今，而亦无不然，故谓可贵。读者不可不知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学能时时反复习之，我心不很觉心畅吗？有许多朋友从远而来，我心不很感快乐吗？别人不知道我心不存些微浮欲不欢之意，不真是一位修养有成德的君子吗？2. 有子曰：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先矣。不好犯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6. 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学弟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。有子，孔子弟子，名若，乃孔子晚年来从学者。孝弟，善事父母曰孝，善事兄长曰弟。好犯上者先矣，上指在上位者。犯，干犯。好，欣喜也。先少义。作乱，乱为逆理反常之事。务本，务专利也。本由根也。义是义。本立而道生，孔子之学所重最在道。所谓道，即人道，其本则在心。人道必本于人心，家有孝弟之心，始可有孝弟之道；有人心，始可有人道。本立而道生，虽若自然当有之事，亦资于人之能诱发而促进之，又贵于人之能护养而成全之。凡此皆赖于学，非谓有此心即可备此道。为人之本，仁者人群相处之大道。
孝悌乃人之本，人能有孝悌之心，自能有人心人道，犹谓之生于根。孝悌指心，亦指道。行道而有怠于心，则谓之德。人亦然，有指心言，有格尊言，有指德言。内修于以为德，外错失之于人群谓道。或本无谓字，或说以为人廉独，训为行人，今不从。按《论语》有子、曾子二人称名，或疑《论语》多出此两。人之弟子所记，或是也。孟子谓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四圣人，欲以所事于孔子视之。曾子不可而指责有子，故曾为孔门弟子所推服。论语首篇次章，即述有子之言，似非无故而然。学而篇第一。7. 孔子教人学为人，即学为人。论语常言人，欲视人自意义，当通以论语全书而细参之。今是用举其要。人及人群相处之大道，故孟子曰：人也者，人也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然人道必本于人心，故孟子又曰：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。此心修养成德，所指极深极广。由其最先之心言，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。发于人心，乃有人道。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。其先发而可见者谓孝悌，故培养人心当自孝悌始。孝悌之道，则贵能推广而成为通行于人群之大道。有子此章所指浅近，而实为孔门教学之要义。白话释义：有子说，若其人是一个孝悌之人，而会存心喜好犯上的，那必很少了。若其人不喜好犯上，而好作乱的，就更不会有了。君子专立在事情的根本处，根本建立起，道就由此而生了。孝悌该是人道的根本吧。3. 子曰：巧言令色，先以人。巧，好义；令，善意。务求巧言令色以说人，非我心之真情善意，故曰先以人。先，少义，难得义。不曰人先以，而曰先以人，语含慨叹。或本作先以有人，意异同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8. 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满口说着讨人喜欢的话，满脸装着讨人喜欢的面色，那样的人，人心就很少了。4. 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曾子名参，亦孔子晚年弟子。三省吾身，审查义。三审有两节：一、三次审查。一、审查三事。一前解，当作日审吾身者三，如三思三复。为所审则为下列三事：不忠，尽己之谓忠；己心之尽不尽，为反己审查使之；不信，以实之谓信；居心行事，诚谓虚实，亦为反己审查使之。传不习，传字亦有两解：一、师父之于己；一、以传之于人。一上文为人谋与朋友交推之，当为己之传于人。素不讲习而传之，此亦不忘不信，然亦为反己审查使之。人道本于人心，人心之尽与实与否，有他人所不能知，亦非他人所能强使之者，故必贵于有反己审查之功。学而篇第一。9. 今按此章当属曾子晚年之言。孟子称曾子为首曰：观此章，信矣。盖曾子所反己自尽者，皆依于人之事，亦即忠恕之极也。又按《论语》以有子之言一章次学而章之后，不及次以曾子之言者，咸谓以曾子处有子后。令人巧言章，
而以曾子言次之，是有曾二子之言，皆次孔子言之后，于二子见平等义。白话释义：曾子说，我每天常3次反省我自己，我替人谋事，没有尽我的心吗？我和朋友相交，有不信实的吗？我所传授于人的，有不是我自己所日常讲习的吗？5. 子曰：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矣。10. 道千乘之国，道领导义，由言制。乘兵车，能出兵车。千乘为当时一大国。敬事而信，敬谨慎专一义。于是能谨慎专一，又能有信，即不欺诈。节用而爱人，损节财用，以爱人为念。使民以时，时指农时。使民当于农系，不妨其作业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0. 本章孔子论证，就在上者之心的言。敬于事，不骄肆，不欺诈，自守以信。不奢侈，节财用，存心爱人。欲有始于民，亦求不妨其身也。所言虽浅近，然政治不外于人道，故为具此人心，乃可在上位，领导群伦。此亦通义，古今不殊。若昧乎于此，而专研法理权术，则非治道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领导一个能出千乘兵车的大国，临事该谨慎专一，又要能守信。该节省财用，以爱人为念。使用民力，要顾及他们的生产时间。6. 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谨而信，谨慎，信实。弟子敦行，存心当如此。泛爱众，泛广泛义。如物泛水上，无所寄者。于众皆当泛爱，但当特亲其众中之人者。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文亦称文章，即以读书为学也。有余力使学文，乃为以孝悌谨信爱众亲仁为本，以余力学文也。学而篇第一。11. 本章言弟子为学，当崇德行。若一意于书籍文字，则有文灭其职之弊。但专重德行，不学于文求多闻博士，则心胸不开，志趣不高，仅意乡里自好之事，无以达深大之境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弟子在家则讲孝道，出门则尽地职，言行当谨慎信实。对人当泛爱，而亲其有仁德者。如此修行有余力，在向书本文字上用心。7. 子于下曰：贤贤易色，是父母能竭其力，是君能治其身。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子夏补伤字子夏，亦孔子晚年弟子。贤贤易色，下贤字指贤人有才德者。上贤字作动词用，尊敬义。义字有两读，一读改义，谓以尊贤心改好色心；一读平义，谓尊贤心平于好色心。今从前读。或说此4字专指夫妇一伦言，谓夫者能尽妻之贤德而略其色貌。治其身，治宋达义，治其身，如治命治摒弃，为纳身于职守，是父母能竭其力为孝，是君能治其身为忠。4句分言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朋友回伦。虽曰未学，其人或自谦未学，我必谓之既学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2. 上章孔子言学，先德行，次及文，故《论语》编者次以子夏此章。或谓此章语气轻重太过，其必将至于废学。然孔门论学，本以成德为重，后人分德行与学问而二之，则失此2章之意矣。白话释义：
子夏说：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，胜过其好色之心；奉事父母能敬立，事君上能奉身尽职，交朋友能有信，这样的人，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，我必说他已有学问了。8. 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。过则勿惮改。不重则不威，重厚重，威威严。人不厚重，则失威严，不为人敬。学则不固，此句有两解。一，固者坚固义，人不厚重，则所学不能固守勿失，承上文言。一，固者因漏义，人能向学，思不因漏，四字自成一句。今按本章5句分指5事，四当从后解。若依前解，当云学而不固，或虽学不固，使事主忠信，此亦有两解。一，行事以忠信为主。一，主亲，学而偏第一。13. 义，如人作客，以其所投寓之家为主。与下文有字对照，谓当亲忠信之人。今按当从前解，后解乃偶然事，分量与其他四事不相称。无有不如己者，无通无尽止词。与不如己者谓有，无亦有损。或说人若各求胜己者谓有，则胜于我者亦将不与我谓有，是不然。师友皆所以辅人敬德，故则有如则师，必则其胜我者。能具此心，自知见贤思齐，则善固执，虚己向学，谦恭自守，贤者亦必乐与我有矣。或说此如字，当作四字解。胜己者上于己，不如己者下于己，如己者似己，与己相齐。且为此章绝非教人计量所有之高下优劣，而定则教之条件。孔子之教，多直指人心。既我心常能见人之胜己而有之，即亦得有，又能获有道之意。人有喜与不如己者谓有之心，此则大可戒。说论语者多义解，学者当自知审则，从义解中善求胜义，则见事自可日进。过则勿惮改，但谓难易；过则当勇改，不可谓难继安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君子不厚重，便不威严；能向学，可不因漏。行事当以忠信为主，莫和不如己的人交友。有了过失，不要怕改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4. 9. 曾子曰：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正中，忠指丧礼言。死者去不复返，亦且亦去亦远。若送死之礼有所不尽，将无可追悔，故当慎。追远，远指祭礼言。死者去我日远，能时时追思之不忘，而后始有祭礼。生人相处，亦杂功利计较心，而人与人间所应有之深情厚谊，常演亦不易见。唯对死者，始是仅有情义，更无报酬，乃亦见其情义之深厚。故丧祭之礼能尽其哀与诚，可以激发人心，使人道明德日趋于敦厚。儒家不提倡宗教信仰，亦不主张死后有灵魂之存在，然极重葬祭之礼，因此乃生死之间一种纯真情之表现，即孔子所谓之人心与人道。孔门常以教孝导达人类之人心，葬祭之礼乃孝道之最后表现。对死者能尽我之真情，在死者似无实力可得，在生者亦无酬报可期，其事超于功利计较之外，乃更见其情义之真。明知其人已死而不忍以死人待之，此即孟子所谓不忍之心。于死者上所不忍，其余生人可知。故儒者就礼制言，虽不肯定人死有鬼，而从人类心情深处立教，则慎终追远，却有其不可矣。
曾子此章，亦孔门崇人道之一端也。白话释义：曾子说，对死亡者的送终之礼能谨慎，对死亡已久者能不断追。学而篇第一。15. 思，这样能使社会风俗道德日趋于笃厚。亦灵。子禽问于子贡曰：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。与。亦与之与。子贡曰：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亦乎人之求之与？于秦，陈抗字子禽，即元抗。子贡、端木赐字子贡，二人皆孔子弟子。闻其政，欲闻其国之政事。亦与之，亦反与辞。与之，谓人君与之，自愿求与未至也。温良恭俭让，温柔和义，良义善义，恭庄顺义，俭节制义，让谦逊义。五者就其表露在外之态度，可以想见其蕴蓄在心之德养。孔子因此德养，光辉接人，能不言而引人以和，故所至惑人尽兴，乃自以其正就而问之。其诸亦乎人之求之与？其诸语辞。诸许多意义一切义。孔子闻政之所异于人者，不止一端，故连用其诸谓问辞。孔子之所至而或闻其政，直是自然得之。因臣子禽问：若未及是孔子求之，亦异乎他人之求之？子贡善言圣人，此章皆出温良恭俭让五字，而孔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。16. 子之心气态度，活跃如剑。学者细玩之，可不觉其暴力骄慢之前消。亦知人间自有不求自得之道，此与巧言令色之所谓相去远矣。然孔子亦故未尝真获时君之信用而大行其道于世，则孔子之温良恭俭让，亦己心自修当然，而非有怨于其外。白话释义：子禽问子贡道：我们夫子每到一国，必欲闻其国之政事，这是有心求到地呢，还是人家自愿给他的呢？子贡说：我们夫子是把温和、良善、恭庄、节制、谦让五者之心得来的。我们夫子之求，总该是异乎别人家的求法吧？子曰：父在观其志，父没限其行。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越未孝矣。一。子曰：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，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观其志，其指子言。父在，子不主事，故推当观其志。观其行，父没，子可轻视，则当观其行。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道由是也，言道尊父之辞。本章就父子言，则其道其事，皆家事也。如官、婚、丧、祭之经费，婚姻妻故之馈问，饮食衣服之丰俭，岁时服蜡之常事，子学不忍具改其父生时之素讽。或说古志，父死，子不惧亲政，受。学而篇第一。17. 政于种载，3年不言政事，此所谓3年之丧。新君在丧礼中，悲戚方殷，无心问政，又因纣臣大位，未有经验，故默而不言，自不轻改父道，此亦一说。然本章通言父子，似不专指为君者言。论语文辞简约，意解碎碎。如此章或调乃专对当时贵族在位者言，非对一切人言。无改父道，乃指政治措施，不指日常行为。否则父在时，其子岂无日常行为，而仅云观其志？或通指父子，重此道字。谓若父行是道，子当终身守之；若非道，何待3年？战则从3年上寻求，谓3年不改，
即是终身不改，一辩纷纭。然《论语》所言，故当考之于古，亦当通之于今；故当求之于大义，亦当挟之于常情。如据3年之丧未说，是专务考古之师。如云复行非道，何待3年，是专论大义之师。其实恐了此章，即求知今日之中国家庭，能遭此道者，尚固有之。既非不近人情，亦非有乖大义。孝子之心，自然有此。孔子即本人心以立教，好高骛远以求之，乃转失其真意。学者其细阐之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父亲在，做儿子的只看他志向；父死了，该看他行为。在3日内能不改他父亲生时所谓，这也算是学了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8。1-2。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望之道，斯为美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和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和为贵，礼主敬，若在人群间加以种种分别，实则礼贵和，乃在人群间予以种种调容。斯为美，斯指礼，亦指和。先望之道，以礼为美，和在礼中，亦即以和为美。小待由之，更大大小，皆由礼，亦即皆由和。有所不行，此4字连下读，谓亦有不能行处，如下所云：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节，现别义。如竹节，虽一气相通，而上下有别。父子夫妇，至为亲密，然双方亦必有别，有节限，使得相与成和。专一悦和，而无礼以谓之节，则亦不可行。言外见有礼无和之不可行，故下一义字。本章大义，言和必和顺于人心，当使人由之而皆安，既非情所不堪，亦非力所难免，斯谓可贵。若强力一礼，终不能和，又何得行？故礼非言术以强人，必于礼的和。此最孔门言礼之精义，学者不可不深求。白话释义：有子说，礼之运用，贵在能和。先望之道，其美处正在此，小事大事都得由此行，但也有行不通处。只知道要和，一意用和。学而篇第1。19。不把礼来做节限，也就行不通了。3。有子曰：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敬于礼，远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言可复也，与人有约而求能信，当求所约之近于义，彼可见守。复反复，即见守所言义。远耻辱也，恭敬亦须合理，否则亦近于耻辱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因由一，宗由主。为所依不失未可亲之人，则缓急可待，亦可亲为宗主。或说因之审文。宗者，亲之若同宗。外亲无异于一本之亲。今按前解通说，后解专指，今从前解。本章言与人交际，当慎始，而后可以善终。亦见到有先后高下之别。信与恭皆美德，然当敬亦合理。有所因依亦不可非，然必则其可亲。白话释义：有子说，与人约而来信，必先求敬意，使可见守；向人恭敬，必先求合理，使可远于耻辱。欲有所因依时，必先择其可亲者，亦可依若宗主了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0。1-4。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不求安饱，志在学，不暇及也。
一、箪食，亦瓢饮，在陋巷，乐亦在其中。若志在求安保，亦将毕生无暇他及矣。敏于事而慎于忙，敏节速易，慎谨也。于事当免其所不足，于言当不敢尽其所有余。就有道而正焉，有道言有道德或道义之人，正问其是非。如上所行，又就有道而正之，始可谓之好学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饮食不求饱，居处不求安，敏捷的做事，谨慎的说话，又能常向有道之人来辩证自己的是非，这样可算是好学了。义五。子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子曰：可也。谓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：如切，学而篇第一。21。如磋，如琢，如磨，其斯之谓语。子曰：次也，始可。语言诗以义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无谄，谄者谄媚，卑屈于人。无骄，骄者矜肆，傲慢于人。贫多求，故易谄；富有事，故易骄。可也，可者，仅可而有所谓尽之辞。谓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，一本乐下有道字。贫能无谄，富能不骄，此皆之所自守矣。然犹未忘乎贫富。乐道则忘其贫矣。好礼则安于处善，乐于循礼，其心亦忘于己之富矣。故有可贵。诗云：未奉其傲之篇。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此诗语有两事。一至古曰切，至象曰磋，至玉曰琢，至实曰磨，四字分指平列，谓非加切磋琢磨之功，则四者皆不能成器，盖言学问之功。又一是，至牙骨者，切了还得搓，使意平滑；至玉石者，琢了还得磨，使意细腻。此言精益求精，求之古训，前说未当。其斯之谓语，此句从前事。子贡闻孔子言之无谄无骄，可由生殖之美，而乐道好礼，则必经学问之功。从后世，子贡闻孔子言无谄无骄之不如乐道好礼，而知道亦无穷，进而益深，如诗所云：子贡所悟，盖滥于义理之无穷。唯其义理无穷，故不可废学问。告诸往而知来者，往所以有，来所谓言。从前世，无谄无骄不如乐道好礼，孔子所以言。而此诗之言学问之功，则孔子所谓言，子贡误及于此，故孔子嘉许其可与言诗。从后世，孔子仅言无谄无骄不如乐道好礼，而子贡误及此诗之意切是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2。皆如此，不可安于小成而不自勉于义求精进。前世平易，后世曲折，精彩前世。白话释义。子贡说，贫人能不谄，富人能不骄，如何呀？先生说，这也算好了，但不如贫而能乐道，富而知好礼，那就更好了。子贡说，《诗经》上曾说过，像切呀、搓呀、琢呀、磨呀，不就是这意思吗？先生说，次呀。是这样，才可和你谈诗了。告诉你这里，你能知道到那里。16。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君子求其在我，故不患人之不己知。非孔子，则不知尧舜之当祖述；非孟子，则不知孔子之圣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。此知人之所以可贵，而我之不知人所以未可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不要愁别人不知我，该愁我不知人。23。为政篇第二。1。子曰：为政以德。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为政以德，
得的也。行道而有得于心，其所得若其所，故有，故谓之得胜。为政者当以己之德性为本，所谓以人治人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，北辰即北极星，古人谓是天之中心。所由谓拱因共，众星拱之，围绕北极而旋转运行。为政治领袖者，能以己之道德作领导，则其下尊奉信仰，如众星之围绕归向于北辰而随之旋转。孔门论学最重人道，政治人道中之大者。人以有群而相生相养相安，故《论语》编者以为政次学而篇。孔门论政主德化，因政治一人事之一端，人事一本于人心。德者，心之最真实，最可凭，而又不可暗。故虽运于一心，而实为一切人事之枢机。为政亦非例外。此亦孔门论学通义，迄今当犹然。本章就注多以无谓是德字，其实德育德性及其人之品德。孔子为作政治领袖，主要在其德性，在其一己之品德。谓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4. 一切领导之主动，即如前道千乘之国章，亦即为政以德。为德可以感召，可以推行，非无谓。其下喻词：北辰动在为处，其动不可见。居其所，游云不出位，自作己事，非亦无所谓。孟子曰：至诚动物。大学以修身为本，皆可与此章相发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为政以己德为主，譬如天上的北辰，安居其所，众星为统归向着他而旋转。2. 子曰：诗300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诗300，诗经305篇，言300，举其大数。一言以蔽之，蔽包盖义。诗3分，可举一语概括。思无邪，鲁宋中篇词。或曰：诗有每次政变，所以劝善而成恶，则作者300篇之思，皆归无邪，又能使天下后世之凡有思者同归无邪。又一说无邪直译。300篇之作者，无论其为孝子忠臣、怨男仇女，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意，只写中曲，毫无未托虚假。此即所谓诗言志，乃300篇所同。故孔子举此言以包盖其大义。诗人性情千古如照，故学于诗而可以心观群怨。此说四教前说未得。中诗本用马，马其有所谓邪止。诗曰：以车驱驱，思无邪，司马思卒。驱驱，强健貌；卒，行义。为政篇第2。25. 为马行之前，司马之思乃语词，不作思为解。虽曰引诗多断章取义，然亦不当大为原意。故之后说谓允。今按学者必悟之要，斯能守曰。本章孔子论诗，由其论学论政，主要归于己心之德。孔门论学，主要在人心，归本于人之性情。学者当深参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《诗经》300首，可把其中一句话来包括尽，即是思无邪。3. 子曰：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；道之以政，指下民字。道，引导领导义，以政事领导民众，人事居上临下，法治禁令，其效不能深入人心。齐之以刑，导之而不从，以刑罚其义之，民之有畏而其心无所感化。民免而无耻，免，求免于罚；耻，心耻有所不及。求既免于刑罚，心无羞愧，非感而自化。
道之以德，德者在上者自己之人格与心地，以此为领导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6. 乃人与人心与心之相感相通，非居上临下之比。其之以礼，礼制度品节，人人导行于制度品节中，此义有其义之效，然异于礼，不异于行。礼之本在于双方之情意相通，有感召，不以畏惧，有耻且格，格致意。在上者以德化下，又能以礼齐之；在下者自知耻所不及，而与上同治其所。格又有正义，如今言格式，规格。在下者耻所不及，必求达在上者所定之般准。二义相通。孔门正治礼相，主德化，主礼治。此章生发其趣。盖人道相处，亦属平等，礼贵相通。其主要枢机在己之一心。教育政治，其道一贯，是非一区。此亦孔门通义，虽古今一时，此道无可为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用政治来领导人，用刑法来整其人，人求免子刑罚变。算了，不敢不服领导是可耻。若把德来领导人，把礼来整其人，人人心中将感到违背领导是耻辱，自能正确的到达在上者所要领导他们到达的方向去。4. 子曰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30而立，40而不惑。为政篇第2。27. 50而知天命，60而耳顺，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志于学，智者心所欲往，一心常在此木班上而向之屈服之谓。故有志必有学，志学相因而起。孔于之所志所学，当通。读本章自参之，更当通读《论语》全书细参之。能治孔子之所志，学孔子之所学，乃为读《论语》之最大宗旨。而立成立义，能确有所立，不退不转，则所志有的有守。此为孔于进学之第一阶段。不惑，人事有异同，有逆故，虽有志能力，或与外界相异相逆，则心亦起惑。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，明到深处，就近处，与其相互会通处，而皆无可疑，则不仅有利有守，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，是为孔子进学之第2阶段。知天命，虽对事理本复有惑，而志行仍会有困。志越近，行越前，所欲因恶惑越大。故能力不惑，更近则须能知天命。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计义与职责。道义职责似不难知，然有守道尽职而人穷因不可通者。何以当然者而尽不可通？何以不可通而人属当然？其义难知。欲此境界，乃须知天命之学。孔子曰：天生得于予，恒追其如与何？又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莫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与何？孔子为学，至于不惑之极，自信极真极坚。若以基于人不能知，为天之知之一境。然既道与天合，何以终不能行？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境界。故知天命，乃立于不惑之更进一步，更高一境，是为孔子进学之第3阶段。孔子非一宗教主，然孔于时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。此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。28. 种信仰4以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。孔子由学生信，非先有信而后学。故孔子教人，亦重在学。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信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盖孔于仅以所学教，不以所信教。
孔子义似乎非学至此境，则不亦有此性，故不以性为交。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。故学孔子之学，不宜轻言之天命，然亦当知孔子心中实有此境界。孔于既已开示此境界，则所谓高山仰止，谨行行之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，使他日中有到达之望。耳顺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，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因与刺激，既由能力不惑，又知天命而有意处之，不为所摇撼所迷惑，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。耳顺者，切听人于耳，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，与道有不顺。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，违逆不顺，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。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，则不仅明于己，亦复明于人。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，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。一反一正，一彼一我，皆由天。思无往而不见有天命，所以说耳顺，此乃孔子进学之第4阶段。是物之进入于我心，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。本章专举耳顺，盖举此可以盖彼。亦且目是由我及外，耳闻由外及我，论其自主之分量，唯有区别。又目是偏于形物，耳听深入心意。目见近而耳闻远，即古人前言往行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。故举耳可以盖目。学至于知天命，则远近正反，战经顺逆，所见皆道，皆在天命中。将更忠于自尽，将亦术于待物。于己重在知其所当然，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。明其所以然，则耳顺，亦切不为正篇第29。或其有所违逆，于是而可以施教，可以为治，可以利己而利人，达己而达人。然则天命之终极，岂非人是此道之大行？故人道之端，要在能反求诸己。中术之极，即是名臣之极，天人贯而弘道，则在己。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从遵从义。或说从自独如纵，放任意。矩曲尺规圆规。规矩方圆之治，戒以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。此处言矩不言规，更见其谨言。圣人到此境界，一任以心所欲，可以纵以心之所至，不复检点管束，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。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，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。学问至此境界，即以心即道义，内外合一。我之所谓，莫非天命之极则已。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，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。圣人之学，到此境界，思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，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。孔子此章仅自言义以学问之所到达，未尝以天自拟。然孔子弟子即以孔子之人格拟于之不对接而生。如上阐述，亦未见位于分。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全，其与年俱进之皆成有如此。学者应当循此努力，日就月将，以息忧入于圣域。然学者所能用力，亦在治学与力与不惑之3阶成。至于知天命以上，则非用力所及，不宜妄有嬉笑。知有此一境，而悬以存诸心中，则可；若妄以比仿模拟之，则是妄意息天，且留为乡愿，为无忌惮之小人，而不自知矣。学者是玩学而偏之首章与末章，而循循自勉，庶可见窥此章之深处。盖学而偏首末2章，只从浅处实处起示，学者可以由此从入。此章虽孔子之自道，无语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30。
不时，其中却竟有深处玄处。吾所凭依而忘记骤入，则转成谈空说玄，非孔子以平时教人之本意。孔子又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亦天乎？亦与此章相发。自治学而立而不惑，皆下学。自此以往，则上达矣。知天命故不怨天，耳顺故不尤人。此心直上达天德，故能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而知我者为天。知命耳顺，故非学者所易弃，而不怨不尤，则为学者所当勉。行远自耳，登高自卑，千里之行，起于足下。学者就所能为而勉为之，亦无患乎甚学之难窥矣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我15岁时是有志于学，到30岁能坚定自立了。到40，我对一切道理能通达，不再有疑惑。到50，我能知道识魔是天命了。到60，凡我一切听到地，都能明白贯通，不再感到于心有违逆。到70，我只放任我心所欲，也不会有逾越规矩法度之处了。5. 孟懿子问孝，子曰：无为。樊迟欲，子告之曰：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无为。樊迟曰：何谓也？子曰：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。为政篇第2。31。孟懿子，鲁大夫，3家之一，是仲孙，名何忌。懿，其氏。其父羲子遗命何忌学礼于孔子，乃孔子早年其学生。后孔子为鲁司寇，主舵3家之都，何忌守抗命，故后人不列何忌为孔门之弟于。无为。羲子贤而好礼，懿子殆不能谨守其父之教。孔子教以无为，盖欲其善体复命，促成父志。樊迟欲，樊迟名须，亦孔子弟子。为孔子御车，孔子以与懿子者告之。无为复命为孝，此特为懿子言之。父不皆贤，则从父未必及是孝。孔子之告樊迟，待欲樊迟有所问，可以生其未尽之意。何谓也？樊迟果不答而问。孔子乃言无为者，无为于礼，能以礼事亲，斯谓孝。父母有不合理，子女不当顺其非，必自以合理者是父母，斯对父母未致敬，此即是孝。若顺亲非礼，是谓其亲不足与未善，又自陷非礼，此乃违逆其亲之甚。故无为为孝，乃为懿子一人言之；不为礼为孝，乃为天下万事一切人言之。其父果贤，子不为，人事不为礼。孔子2次所言，一本相通。或说13家见礼，故孔子以无为于礼谨懿子，欲樊迟之转达。但孔子何不直告，而必待樊迟之再问而转达，似成曲解。若懿子能无为其父使之学礼之命，则其仅3家之见者亦欲乎其中，可不烦樊迟之再答。白话释义：孟懿问怎样是孝道，先生说不要违逆了一日樊迟为。先生御车，先生告诉他说，孟孙问我孝道，我答他不要违逆了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2。樊迟说这是识魔意思呀。先生说，父母生时，当以礼奉事；死了，以礼葬，以礼祭。6。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孟武伯，懿子之子，名质。5. 其事。为其疾之忧，此句有3解。1. 父母爱子，无所不至，因此常忧其子之祸病。子女能体此心，于日常生活加以谨慎，是极孝。或说子女常以谨慎持身，使父母为以其疾病为忧，言他无可忧。人之疾，有非以所能自主，使必无。第3说子女诚心孝其父母，
或用心过甚，转使父母不安，故为子女者，唯当以父母之疾病为忧，其他不宜过分操心。孟子言父子之间不择善，亦此意。三说皆合理。第一说四对，《论语》原文多易迂回，且余为字语气不贴切。第三说当作为父母疾之忧时和。今从第二说。白话释义。孟武伯问怎样是孝道，先生说：让你的父母只忧虑你的疾病。为政篇第2。33。7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子游，言字子游，孔子晚年弟子。是谓能养，孔子谓世俗皆以能养为孝。犬马皆能有养，此具有两解：犬守御，马代劳，亦能侍奉人；是犬马亦能养人。另一说，孟子曰：食而不爱，使骄之也；爱而不敬，受处之也。是犬马亦得人之养，可见徒养口体不足，谓孝。前解以养字兼指饮食服饰两义，己贤曲解。且犬马由人亦使，非自能服侍人。果谓犬马亦能养人，则敬曰犬马皆能养可矣，何又添出亦有字？皆能有养，正谓皆能得人养。或疑不当以亲与犬马相比，然此正身见其不得为孝。孟子故以名言使处受处矣，以孟子解《论语》，直解可信。今从后解。不敬何以别乎？若徒之养而不敬，则无以别于养犬马，何孝之可言？白话释义。子游问怎样是孝道，先生说：现在人只把能养父母便算孝了，就是犬马一样能有人养着，没有对父母一片尽心，又在何处做分别呀？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。34。8。子夏问孝，子曰：色难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劳。有90。先生传。曾是以为孝乎？色难，此有两解：一，难在承望父母之言色，小待既趋。礼有云：视于无形，听于无声，能在无形无声中体会的父母之意，始是孝。一，孝子奉事父母，以能和而悦色为难。小待记法有云：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人之面色，及其内心之真情。流露色难，人是心难。前说指父母之色，后说指孝子之色。既是问孝，当直就子言。且前解必增自说之始可通，今从后解。服其劳，服操之意。先生传，先生或说指父兄，或说指长者。上言弟子，不言子弟，则指长者为是。传饮食也。或说传陈列义。有90，先为长者陈设。两说同义，依文法，当如前解。弟子是长者，有敬即可；子弟是父兄，则敬必兼以爱。曾是以为孝乎？曾有乃也。谓乃至如此，便谓孝乎？以上4章皆问孝，而孔子所对各不同。或以乃孔子因人施教，针对问者之短处与缺点。于是以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，子夏或对父母少温润之色，凡此皆属异策。论语文辞简约，或当时间语有不同，孔于针对问语而个别未说。记者详孔子之言，而略个人所问，遂若问同而对异。学者且当就文寻义之。为政篇第2。35。孔子言孝道有此诸说，斯可议，不宜离此多求。白话释义。子夏问怎样是孝道？
先生说，难在子女的容色上。若欲有是由年幼的操劳，有了酒食先让年老的吃，这就是孝了吗？9。子曰：吾与回言，终日不为，如愚。退而审其思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回颜回，字渊，孔子早年弟子，最为孔子所深爱。不为如愚，不为亦不相悖。有听受，无问难。如愚人，是即默而视之。退而审其思，退自失处。思谓颜子离师后之言行。或解思谓晏居独处，似谓允。亦足以发，发者发明启发。于师说能有所发明，于所欲者能有以启发之。回也不愚，孔子称其不愚，正是深赞其聪慧。此张岱是言于始从学于孔子，而孔子称之。若相处既久，当不再为此一扬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6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我和颜回言，整日他没有反问，像与鲁人一般。待他退下，我审查他的私人言行，对我所言甚能发挥。回雅，他实是不与雅。0。子曰：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搜哉？人焉搜哉？所以因义。因何而为此事？此指其行为之动机与居心焉。或说以谓也。是其所谓，可以知其人。所由今由义。同一事，举径不同，或喜捷径，或冒险路，或游平坦大道。此指其行为之趋向与心术言。所安定安乐义。勉强为之，则不安不乐，一生改变；或则乐此不疲，安故无变。此指其行为之意态与情趣言。视、观、察，此三字有浅深之次序。视从节看，观从大体看，察从细微处看。人焉搜哉？搜藏匿意。由上述看人法，其人将无可藏匿。众言之，所以断言其无可藏匿。此章孔子教人以观人之法，必如此多方观察，其人之人格与心的，将无遁形。然学者亦可以此自信，使以之为人，如授。为政篇第2。37。透视亦不至于自欺，否则让自己藏匿了自己，又何以观于人？或说，观人必就其意见者，若每事必观其意之所从来，将至于逆诈亦不信，诛心之论，不可避矣。然此章乃由机以观心，由是以窥意，未有观人而可以略其心意于不论者，学者其细阐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要观察他因何去做这一事，再观察他如何般去做，再观察他做此事时心情如何，安与不安。如此般观察，那人在向何处葬匿呀？那人在向何处葬匿呀？一。子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温故而知新，温循矣。循者以火熟物。后人称极火曰煮，慢火曰温，温由习也。故自有两解。亦曰：旧所闻习所知谓故，今所得心所悟谓心。亦曰：故如故事典故。六经皆述古习，称先望。知心未通其大义，以斟酌后世之制作，如汉代诸儒之所谓。可以为师，依前解，时时温习旧德而开发新知，此乃学者之心得。有心的，思所学在我，能学即能教，故曰可以为师。若分温故之心为两事，故是外面所的，心人是外面所的，总之是记问之学。所学在外，则知识无穷，记问虽博，非同心的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
38既非能学，即非能教。谨诚拜范，何足为师？然心得亦非凭空自创，乃从旧文中开悟心知，使内外心就融汇成一，如是始可谓之学。一后解，事变无穷。所谓心者，皆古所谓今，师所不传。若仅温故不能知新，则必有学绝道丧之忧矣。故为温故而能知新，使能胜任为师。此两解，言异而异一，学者其细参之。本章心故合一，教学合一。温故必求知新，能学然后能教。若仅务于寄送拜范，不能开心，即不足以任教，意蕴深长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能从温习旧之中开悟出新知，乃可作为人师了。1、2子曰：君子不器。器，各视其用而不能相通。今之所谓专家之学者尽之。不器非谓无用，乃谓不专限于一才一艺之长，由今之谓通才。后人亦云：是先器事而后才艺，才艺各有专用。器，俗称器量，器量大则可以多授，事见高则可以远视，其用不限于一才一艺。近代科学日新，分工越细，专家之用亦显，而通才之需亦因以异极。通瞻全局，领导群伦，犹以不器之君子为贵。此章所言，仍是一种通义，不以时代古今而变。为正篇第239。今是以本章与上章相参，可见一切知识与学问之背后，必须有一如人类生命活的存在。否则知识仅如登记上账簿，学问只求训练成机械，毁人以为学，则人道苦而世道之忧无穷矣。不可不深思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一个君子不像一件器具，只就供某一种特定的使用。义3。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行在言先，言随行后，亦敏于行而讷于言之意。白话释义：子贡问如何才是一君子，先生说，君子做事在说话前，然后才照他做的说。疑4。子曰：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0。周，中性义；比，阿党义。论语，每以君子小人对举。臣，指谓言，或指得言。如位在上位，居心宜公，系民在下，则为故以私，此亦通。然本章言君子以忠信待人，其道公；小人以阿党相亲，其情私。则本章之君子小人，乃以德别，不以位分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君子待人忠信，但不阿私；小人以阿私相结，但不念信。义5。子曰：学而不思，则罔；思而不学，则殆。罔，此字有两解：一，迷惘义，指向外面学，不反之以心。自家经思，则必迷惘无所得。一，无往义，不经经思，不深辨其真意所在，以非为是，是污往其所学。后解由前解引申而来，当从前解。殆，此字亦有两解：一，为殆义，亦一义。思而不学，则是无真验，疑不能定，为殆不安。一，疲怠义，徒使精神疲怠而无所得。后解借字谓是，又属偏指。今从前解。此章言学思当交修并进，仅学不思，将失去了自己；仅思不学，亦是把自己封闭孤立了。当与温故知新章参。为正篇第241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仅向外面学，不知用思想，终于迷泯了。汉之用思想，不向外面学，那又为殆了。6。子曰：
公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公如公今公目，乃专公义，未专于一事异端用力。或说公，公伐义，如小于民古而攻之。然言公乎，似不辞，今从上解。异端，一事必有两头，如一线必有两端，由此达彼。若专就此端言，则彼端成为异端。从背端是此端亦然。莫敌兼爱，佯诸为我，何尝非各得一端，而相视如水火？就说为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，应举杨、墨、佛、老以解此章。然孔子时尚未有杨、墨、佛、老，可见本章异端，乃至孔子教人为学，不当专项偏借人物专在对反之两端间执其一。所谓异途而同归，学问当求通其全体，否则道术将为天下裂，而其徒亡羊，危害无穷矣。亦说异端犹言其之小道。小人有才，小道可观，用之皆无资，攻之皆无敌，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？后世以公异端为正学。今按由此观之，本章正解，犹当警惕。孔子平日言学，常兼举两端，如言人常兼言理，或兼言知。又如言直与文，学与思，此皆兼举两端，即中庸所谓直其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2. 两端，直其两端，则自见有一中道。中道在全体中见，谨治端，则偏而不中矣。故中庸曰：直其两端，用其中于民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专项反对的异端用力，那就有害了。义七。子曰：由惠女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由仲由，字子路，孔子早年弟子。惠女知之乎？女，同乳。惠，教也。孔子惠子路以求知之。方人有所知，必有所不知，但界限不易明辨。每以不知谓之，以不可知者谓必可知。如问世界何由来，宇宙间是否真有一主宰，此等皆不可必知。孔于每不对此轻易表示意见，因此孔子不成为一宗教主。此乃孔子对人类知识可能之一种认识，亦孔子教人求知亦亲切之指示。又人类必先有所知，乃使知其有不知。如知马，使之非马，但不知其究为何物。然则我所谓知此物非马者，乃仅知我知不知其究为何物而已。人多误认此不知谓知，是非之辩，遂滋混。为政篇第2。43. 小论语，此章深义，犹直细参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有雅，我教你怎么算知道吧。你知道你所知，又能同时知道你所不知，才算是知。义8。子张学干录。子曰：多闻却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；多见却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子张，姓专孙，名师，字子张，亦孔子晚年弟子。学干录，干，求义，求录即求是。此处学字，由言问。当孔子时，平民中优秀者，亦可晋升贵族社会，而获得俸禄，此种人称曰士。当其富务，则称曰士。子张问孔于如何求士。疑，殆，以指己心感其不甚可信者。殆指己心感其不甚可安者。由悔，由罪过，由外来。悔，悔恨，由心生。却，寡，却，空义。此处作放隔一旁解。寡，少义。孔子不喜其门弟子急于谋禄事，其告子张，只在自己学问上求多闻多见，又能却疑却殆，再继之以慎言慎行，而达于
柴氏藏书论语心解44。寡过寡悔，如此则谋直求路之道即在其中。此章多闻多见是博学，却宜却待是经则，慎言慎行是守之曰：寡有寡悔，则是见履之平时。人之谋生求直之道，待必直击于此。孔子所言，亦古今之通义。白话释义。子张问如何求路事，先生说多听别人说话，把你觉得可疑的放在一旁，其余的也要谨慎地说，便少过。多看别人行事，把你觉得不安的放在一旁，其余的也要谨慎地行，便少悔。说话少过失，行事少后悔，谋求路事之道就在这里面了。义9。哀公问曰：何谓则民服？孔子对曰：举一错诸枉，则民服；举枉错诸直，则民不服。哀公，鲁君，名讲。哀，其事。孔子对曰：论语，凡记君问，必称孔子对，乃尊君义。举直错诸枉，直，正直义；枉，邪曲义。举谓举而用之。错字有两解，一谓废格之，则当云举直错枉，举枉错直，似多两诸字。一说错乃加格其上义。诸由云之乎？举直加之乎枉之上，则民服；举枉加之乎直之上，则民不服。举错乃人君之大权，然举错有道，民之所服于君者，在道不在权。为政篇第2。45。此章孔子论政，人崇德化。人君能举直而格之枉之上，不仅直者服，及枉者亦服。故他日又曰：能使枉者直。盖喜之恶枉，乃人心共有之美德。人君能具此德，人自服而化之。然则私人道德之与政治事业，其不如影随身，如响随身。此亦古今通义，非迂阔之言。白话释义。鲁哀公问如何使民众服从，孔子对道：举用正直的，放格在邪曲的上面，民众便服了；举用邪曲的，放格在正直的上面，民众便不服了。20。季康子问：使民尽忠以劝，如之何？余曰：临之矣。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能，则劝。季康子，鲁大夫，季孙氏，名肥。康，其事。以劝，劝，加勉义，努力义。义，由而。临之以庄，上对下谓临。庄，公庄严肃义。上能以公庄严。肃临下，其下自知敬其上，此乃人心美德相互间之感应。在上庄，斯在下者感以敬，此乃一理之两面，亦即一德之所化。孔子论政，主德化，主礼治。要而言之，政治即是人道之一端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46。古今未有外于人道而别有所谓政治者。孝慈则忠，孝者孝其老，慈者慈其幼。或说在上者能孝慈，斯在下者能忠矣。今按上下文理，盖谓在上者能导民于孝慈，使各得孝其老，慈其幼，则其民自能忠于其上。在上者若能培养服耶社会之美德，则社会自能以此一分美德报其上。盖美德在心，无往而不见此美德之流露。举善而教不能，善指德，能指才。善者举之，不能者教之。在上者能同情其下，而加以服耶奖敬，则在下者自能劝勉努力，以奉事其上。此章与上章略同义。先敬其在我，而在彼者自治。白话释义。季康子问：如何可使民众敬其上，忠其上，并肯加倍努力呀？先生说：你对他们能庄重，他们自会敬你。
你让他们都能孝其老，慈其幼，他们自会忠于你。你拔用他们中间的善人，并教导他们中间不能的人，他们自会互相劝勉，加倍努力了。21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余曰：书云：孝乎为孝，有余兄弟。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？为政篇第2。47奚不为政？由云何不出仕从政？书云：书指尚书。孝乎为孝，有余兄弟。此两句即书语。今见魏古文找成篇。孝乎为孝，美大孝之辞。有善义，孝于父母，自亦善于兄弟。师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？此三句乃孔子语。师于有政，由云师之有政。政者正也，谓行事有条理得其正。孔子谓在家孝弟，有条理得其正，此亦是为政，又必如何才使是为政也？孔子论政，常以政治为人道中一端，故处家亦可谓有家政。孔门虽重政治，然更重人道。既师为人之道，又何为政可言？此乃孔子在当时不愿从政之为义，而言之和婉，亦即斩截，此所以为圣人之言。或定此章在定公初年。定公为逐其君凶者所立，而定公不能讨其罪，是定公谓不有，即不孝。孔子引书，盖亦为是讽切以小鲁人，非泛然而已。其后孔子终视定公，则因逐君者已死，逐君者非定公，故孔子无所中对于其君。又或说此章必发于定公无兄尚在之时，应在昭公之末以前。两说相较，当从后说。或定在哀公时，则显然不合。白话释义。有人对孔子说：先生为何不从事政治呀？先生说：古书里有两句话说孝啊，真是孝啊！又能有爱及你的兄弟，只要在家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8施行孝弟正当有条理，那也是从事政治了，如何才算是从事政治呀？22子曰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益，小车无月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大车无益，大车牛车也，乃笨重载货之车。车两旁有两长杠，古称圆。一横木附两圆端，古称横。一曲木附横木下，古称軛。牛头套曲木下，可使较舒适。一则是连结圆与横之小榫头，先于两圆端凿圆孔，横木两头亦各凿圆孔，与圆孔相对。一木质，外裹铁皮，数串于圆与横之两孔中，使圆与横可以灵活转动，不桎梏。小车无月，小车乃轻车，驾4马，古之列车、战车及平常乘车，皆轻车。轻车为于车前中央有一圆，圆头曲向上，与横木凿孔相对，月贯其中。横木下左右附軛以驾马，内两马撑餐，外两马撑扶。若车行欲拐弯，扶马在外，转折改向，圆軛与横间有填洞，可以不损圆端，亦使车身安稳，不左右摇侧。此章言车之行动，在车本身既有轮，又驾牛马，有圆与横軛束缚之，但无翼与月，仍不能灵活行动。正如人类社会有法律契约，有道德礼俗，所以为指导与约束者纵甚备，然始相为政篇第2。49互间无信心，切人事人将无法推进。信者，贯通于心与心之间，即将双方之心紧密联系，而又使有活动之余的，正如车之有意乐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人类若相互间无信心，我不知还能做的些什妖。正如
车上的圆木与横木间，若没有了个灵活的接损，无论大车小车，试问如何搬行进呀？23。子张问：时事可知也？子曰：因于下里，所损益，可知也。周因于阴里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事可知也，时事可知也。一事为一代，古称30年为一世，时事当300年。或说王朝义姓为一代，时事即10代。以子张所问，当属前一说，也同邪？乃问辞。子张问时事以后事可否前之？因于下里，所损益可知。因习义，损益由严加减，乃变通义。历史演进，必有承袭于前，亦必有所加减损益。观其所加减损益，则所以未变通者可知，而其不变而仍可通者亦可知。如是以往，虽百世3000载之久，其所因所变，亦复可知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0。此章子张问：可否预知将来？孔子告以参考以往，孰因孰格，孰可长而孰当变？通观历史，即可预测将来。孔子曰：好故敏以求之。论语所成，多属古今通义，所谓百事可知。此章孔子立臣下、殷、周3代之因格，而特提一礼字。礼，兼指一切政治制度、社会风俗、人心之内在，以及日常生活之现于外表，而又为当时大群体所共尊共守者。故只提一礼字，而历史演变之种种重要事项，都可综括无疑，且已并成一体。必据此眼光之始，乃可以见往而知来，而把握到人类文化进程之大趋。孔子论学及重礼，人类社会亦时必有礼，此乃历史之常。但礼必随时代而变，此乃礼之时。而变之中仍存有不变者，此乃礼之意。读《论语》，当知孔子之据现代，虽莫及百世，亦已于其时事。时不同，故不当居其语，然人当会其意，乃知孔子所谓百事可知，语非虚发。又按本章子张之问，盖有益于制作一代之礼法，可与颜渊问魏邦章何参？白话释义。子张问时事以后的事，可预知吗？先生说，因代因习于下礼，有些损益的，现在仍可考而知。周代因习于殷礼，有些损益的，现在亦可考而知。将来有继周而起的，纵使100世之久，我们也该可以预知呀。为政篇第2。51。24。子曰：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；见义不畏，无勇也。非其鬼而祭之，鬼神有分言，有何言？此处单言鬼，或说非其鬼，乃指非其祖考。或说既非其鬼，乃通指淫祀。当从后说，可包前说。谄也，既有当祭不当祭；崇德报恩，皆所当祭；求福聚祸，皆所不当祭。既非其鬼，乃指所不当祭，此则必有谄媚之心。谄媚则非人道。见义不畏，义者人之所当为，见当为而不畏，是谓无勇。本章连举两事，若不伦类，然皆直指人心。盖社会种种不道与非义，皆由人心病痛中来，如谄与无勇皆是。孔门崇人，乃新教最要纲领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不是你当祭的鬼而祭他，这是你存心谄媚。遇见你该当做的事不做，这是你没勇气。53。八佾篇第3。1.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季氏，鲁大夫季孙氏。八佾，佾，行列佾。古代舞以8人位列。天子八佾，64人。
诸侯6邑，大夫4邑，士2邑，16人。或说6邑36人，4邑16人，2邑4人。今不从。季孙氏于其家庙之庭作8邑之5，是以大夫而见用天子之礼，是可忍也。此忍自有2解：一、容忍义。季孙氏以大夫而见天子之礼，此事可忍，何事不可忍？此乃孔子不满于鲁君不能制裁其大夫之见4。一、忍心义。季氏8邑5于庭，上见天子，尽灭其君，此事上忍位，将何事不忍位？此指斥季氏。或说孰训谁？指人不指事。孰不可忍？谓于准何人之所谓而不可忍，故当从前解。今按是可忍指事，孰不可忍指人，有事则必及人，不当拘泥作分别。既是忍于其君，则又谁何而不可忍？是谁弑父与君，亦将忍而为之。本章与次章皆则季氏与3家，非则鲁君，当从后解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4。孔子重言礼，礼必有上下之分，遂若孔子存心袒护当时之在上者，其实不然。礼本于人心之仁，非礼为礼之事，皆从人心之不仁来。忍心亦其一端。此心之忍而不顾，可以破坏人群一切相处之常道。故孔子之维护于礼，其心乃为人道纪，故不为在上者之权位纪。本篇皆论礼乐之事。礼乐为孔门论学论证之共通要点，故《论语》编者以此篇次学而为正之后。或说本篇不明季氏，而称8邑，是孔子深责其恶，故书其事以命篇。或说篇名非出孔子，因下论第16篇有季氏，故此改称8邑。然则《论语》篇名当定于全书纂成之后。白话释义：季孙氏在他家庙的庭中使用了周天子88614人的舞蹈行列。孔子说，这等事他都忍心做，实模是他不忍心做呀。2. 3家者以雍彻。子曰：相为辟公，天子穆穆。西取于3家之堂。3家：鲁大夫、孟孙、叔孙、季孙。以雍彻，雍，周宋篇名。欲同彻。古礼记已毕，彻记传。8邑篇第3。55。乐人歌诗于神。雍之篇为周天子举行祭礼，临彻所唱之诗，3家亦唱雍诗彻记传。相为辟公，天子穆穆，此2句在雍诗中。相，兵相，助祭者。辟，训君，指诸侯。公者，二王之后于周封公，夏之后魏启，殷之后魏宋。穆穆，美而敬之形容词。周天乐行祭礼，诸侯皆来助祭，其宋二公亦与焉。天子则穆穆然，至美至敬。西取于3家之堂，堂，庙堂。雍诗所用，于3家之庙堂无所取义。此2章皆孔子申斥当时鲁3家见礼不当。3家出鲁桓公后，于季氏家立桓公庙，欲祭，3家同此一庙。前章言季氏之庭，此章占3家之堂，皆指此一庙也。白话释义：鲁国孟孙、叔孙、季孙3家举行家祭，祭毕撤传之时，也命乐公唱雍之诗。先生说，雍诗中说4方诸侯都来助祭，天子仪容，那样穆穆的敬而美，这在3家堂上唱来，有何意义呀？3. 子曰：仁而不仁如礼何？仁而不仁如乐何？仁乃人与人间之真情厚义，由此而求表达，于是有礼乐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56。若人心中无此一番真情厚义，则礼乐无可用。
如之何？由今云拿他怎办？言李乐将不为之用也。孔子言李必兼言乐，李主敬，乐主和。李不兼乐，偏近于居术；乐不兼礼，偏近于流放。二者兼容，乃可表达人心到一恰好处。礼乐必依凭于气与动作，此皆表达在外者。人心之人，则蕴蓄在内。若无内心之人，礼乐都将失其意义。但无礼乐以为之表达，则无心之人亦无落实畅遂之所。故人与礼，一内一外，若相反而相成。道家后起，力反儒家之言礼。老子曰：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其实施于人而为礼，则不仅薄而已，未见，无所不至，一谓乱之首。孔子言礼，重在礼之本，礼之本即人。孔于之学成自周公，周公治礼，孔子明人。礼必随时而变，人则亘古今而一贯，更无可变。论语所成都属通义，可以历世传久而无变。学者读本篇，更当注意于此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人心若没有了人，把礼来如何运用呀？人心若没有了人，把乐来如何运用呀？4. 临放问礼之本。子曰：大哉问！礼，与其奢也宁俭。丧。八佾篇第3。57。与其义也宁戚。临放，鲁人。或曰孔子弟子。礼之本，礼之所由起，即礼之本源所在。大哉问！孔子喜其问而称叹之。礼与其奢也宁俭，礼本于人心之人，而求所以表达之，使有礼。奢者过于文饰，流为浮华；俭者不及于诚节，贤于质朴。然奢则外有余而内不足，俭则内有余而外不足，同咸于非礼。外不足，其本尚在；内不足，其本将失。故与其奢宁俭。丧与其义也宁戚。人与人相交相处而有仁有礼。人有死生，人之相交相处，至于死生之际，而人心之人亦见，其礼义亦重。故又特举丧礼一端言之。义自有两解，义平义义。如的有义显，行于平易之地，其心轻放，履险则否。人之居丧，其心宁戚无益。另一解，治的使平易日益，故亦有治半益。依清官果亦切治半而哀情不足，是亦不足观。故曰宁戚。礼有内心，有外物，有文有职。内心为职为本，外物为文为末。临放待见于世之为礼者，尽务虚文，灭实职，故问礼之本。然礼贵德中，本末兼进。若孔子尽以何者为礼之本达之，又恐临放直本见末，其必将如后世之庄老。故孔子仍举两端以告，与必宁此，则本之何在自见，而中之可贵易见。亦且所告者，具体者时，可使临放自家体悟。是若偏指，亦实圆通。语虽卑近，亦自远道。即此可见圣人之教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58。礼有文有节。如饮食之礼，谓之府鬼边斗累绝，所以闻之也。其本则乌尊卑隐，为简而已。临丧之礼，谓之衰麻枯勇之术，所以节之也。其本则哀痛惨达，为期而已。若为之有本，不文不节，亦将无礼可言。故孔子虽大临放之问，而不尽直以所谓本者答之。白话释义：临放问实模是礼的本源。先生说，你所问意义大了。1. 切的礼与其过于奢侈，宁过在节俭上；丧礼与其过于置办，宁过在哀戚上。5. 子曰：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王也。王通无。
古书无字多作王。本章有两解，一说夷狄亦有君，不向诸夏近于剑窜，并君而无之。另一说夷狄纵有君，不如诸夏之无君。盖孔子所重在礼，礼者人群社会相交相处所共尊。若依前一说，君臣犹是礼中大节，既无君，其他更何足论？孔子专据无君一节而谓诸夏不如夷狄。依后说，君臣亦仅礼中之一端，社会可以无君，终不可以无礼。孔子撇开无君一节，谓夷狄终不如诸夏。晋之南渡，北方五胡陈乱，其实学者门第鼎盛，蔑视王室，可谓有无君之意，但必言夷夏之防。八佾篇第3。59。以自保，故多主后说。宋承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积弊，非倡尊王之意，则一统局面难保，而夷狄之亲临可虞，故多主前说。卿如根据孔子、春秋于此两说作持平之采择，而易主后说。今就《论语》原文论，依后说上句之字，可人作常用易释之。依前说，则此之字敬上字义，此种用法颇少见，今人采后说。在旧古今通义论之，可谓此社会即无君，亦不可以无道。但不可谓此社会虽有道，必不可以无君。既能有道，则有君无君可不论。论语言政治，必本人道之大，尊君亦所以尊道，断无视君位高出于道之意，故之后说未甚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夷狄虽有君，仍不如诸夏之无君。6. 季氏旅于泰山。子谓冉有曰：“女弗能就与？”对曰：“不能。”子曰：“呜呼！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”旅于泰山，旅即名。泰山在鲁，古者天子的祭天下名山。大川、诸侯则祭山川之在其境内者。季氏乃鲁之大夫，旅于泰山，不仅僭越于鲁侯，亦且僭越于周天子。冉有，孔子弟子，名求，时为季氏家宰。女弗能就与，女即汝，古通用。季氏所谓非礼，谓之家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60者，当设法纠正。呜呼！感叹词。曾谓泰山不如临放乎？曾，乃也。诘问词。曾谓，犹今云。难道临放之问礼之本，如泰山之神亦能如临放，将不受此非礼之产祭。孔子平日不轻言鬼神，言及鬼神，亦本于人道，就人事常理作推断。守道有礼之人，将不纳他人为道非礼之谄媚。神人所敬礼，亦必守道有礼，何可以无道非礼之事谄媚之？若泰山果有神，其神岂转不如临放？孔子曰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果有泰山神否？孔子未尝言其必知。但果有神，必不能不如临放，则孔子信以未可知。白话释义。季孙氏去祭泰山，先生告冉有道：你不能纠正这事吗？冉有对道：我不能。先生叹息道：唉，难道泰山神会不如临放吗？7。子曰：君子无所争，必也是乎？揖让而生下，而隐其争也君子，必也射乎？古事礼有4，一曰大事，天子诸侯卿大夫，当。八佾篇第3。61。时之贵族阶层，用以选择其治下善士之土而生进使用之礼也。2曰兵士，贵族相互间，朝见聘会时行之。3曰宴事，贵族于平常娱乐中行之。4曰乡试，行于平民社会，以习事义。此章当指大事言。揖让而生下，让，古借作攘。揖让皆举手义。
大事礼行于堂上，以二人为一偶，游皆升堂，必先相互举手揖让，表示向对方之敬意。教士毕，互揖下堂。而饮众偶相比皆毕，群胜者各揖不胜者，在登堂取酒，相对立饮，礼毕。云揖让而身下者，凡身与下皆必揖让。而饮礼之最后也。下自当连，上身自独，不与而饮自连。其真也君子，是必真胜。然于事之前后，揖让身下，又相与对饮，以礼化真，故其真亦不失为君子之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对人没有时磨真，除却和人比试时，但先必相互作揖，才升到堂上去。比试后，又相互作揖，才退下。胜者败者又必相互作揖了，再升堂举杯对饮。这样的真，还是君子之真呀。8. 子夏问曰：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炫兮何谓也？子曰：会试后素曰：礼后乎？子曰：起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62. 语者商也，始可与言师已矣。巧笑倩兮，倩，口旁两颊。人笑则两颊张动，此处用作笑，貌美好之形容词。兮，语词，如今言啊。美目盼兮，盼，目之黑白分明者，此处形容目睛转动时之美好貌。素以为炫兮，素，白色，炫，文采逸，此喻美女有巧笑之。倩，美目之盼，附加以素粉之饰，将益增面容之绚丽。巧笑美目两句见于诗卫风之硕人篇，为3句相连，不见经300篇中或是一诗。子夏不明此3句诗意，而问于孔子。绘事后素，古人绘画先不五彩，再以粉白线条加以勾勒。或说绘事以粉素为先，后施五彩，今不从。礼后乎？子夏因此悟人有忠信之职，必有礼以成之。所谓忠信之人，可以学礼，礼乃后起而加之以文饰，然必加于忠信之美职，有以素色兼于五彩而益增五彩之鲜明。起语者商也，起发义，语我也。孔子自止。子夏因论诗而及礼，孔子喜而赞之，谓其能启发我之心意。必如此，乃可与言师。此章亦是礼必有本之意。又见孔门论诗，必推明之于人事。文学本源在人身，故治文学者，必本于人身希求之，乃能发明文学之真韵。此皆孔门论学要义。此章当与学而篇子共言，如切如磋章相参。白话释义。8义篇第3。63。子夏问道：古诗说巧笑倩啊，美目盼啊，再用素粉来增添它的美丽啊，这3句诗指的是石磨呢？先生说，你看绘画，不也是后始加素色吗？子夏说，不是说礼是后起之事吗？先生说，开发引起我心意的是商了，如他那样，才可和他言诗。9. 子曰：夏礼无能言之，岂不足真也？殷礼无能言之，宋不足真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无能真之矣。岂不足真？启，周之封国，乃夏代之后。真，郑成正名义。宋不足真，宋，亦周之封国，乃殷代之后。周之封建，兴灭国，既绝世，故封夏，殷2代之后于启、宋。文献，文指典籍，献指贤人。此章孔子自言学夏、殷2代之礼，能心知其意，言其所以然。习乎启、宋2国之典籍贤人皆贤不足，无以证成我说。然孔子生周氏东迁之后，既是文献无真，又何从上明夏、殷2代以往之礼？
盖下因两代之典籍传述，当孔子时非全无存。孔子所欲当世贤者，亦非全不能讲下，因之往事。孔子与博学深思，好古敏求，据所见闻，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。上溯尧、舜，下穷周代，举一反三，推一合十，验之于当前之人事，正之以心理之同然。从变的通，从通之变，此乃孔子所读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64。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，故非无据而来。然虽心知其意，而欲与之人人，使皆能明其意，信其说，则不能不有汉于文献之不足。即在自然科学中，亦时有不能据或证明之发现。何况人文学科之渊深繁则无怪孔子有虽能言之而证成不足之叹。学者当知学问上有此一境界，为不可及求而至。又本章可与为正篇因于下礼章参互并读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我能说夏代之礼，习乎杞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；我能说殷代之礼，习乎宋国不够为我说作证明。这因启、宋两国现存的典籍和贤人皆不足之故，否则我准能把来证成我说了。亦灵。子曰：帝自继冠而亡者，无不欲观之矣。帝周至，就天子之丧，新天子奉其神主入庙，必先大祭。于太庙，上自始祖，下及历代之祖皆合祭，谓之帝。又称及帝。帝者，帝也。欲合祭，列祖先后次序，当审地而不乱。又每5年一帝祭，为常祭中之大者，亦在太庙；为合祭，与群庙个别之祭不同，亦与交天之祭不同。诸侯为不当交天，然亦有帝祭。鲁文公时，姬生其父西公于闵公之前。西公虽为闵公之庶兄，然承闵公之君位，今生于闵公前，是谓逆嗣。春秋姬之。定。八佾篇第3。65。公8年，曾加改正，然其事出于阳虎，此后代人世西姬闵前。此章之地，当不止及地。因孔子是鲁，在定公14年，此时未有国丧。定公之卒，孔子已去鲁，故之不止及地言。然则此章之地，乃至5年之地祭。祭冠而往，冠借作裸字，又作冠，乃着唱出现之名。唱者，煮香草味玉，和薯酿酒，其气芬芳，以之献于师前。孔子不赞成鲁之逆嗣，故于地祭不欲冠，但亦不欲直言。冠在迎申之前，冠毕而后迎申，上是行礼之初。白冠以往即不欲冠，无一言我不欲冠有此地理。本篇26章，多论当时之礼乐。然时一事异，后世多不能明其意义之所在。如本章，后儒纷纷考定，莫衷一是。今着采一说，其他则略。非谓古礼必当考。特由此可以窥见孔子当时论礼之大义，此亦有古今通义存焉，故不当以自己时代之主观，而对历史往事尽作一笔抹杀之轻视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我对地理只待香酒出现冠之后，便不想再看下去了。一。或问帝之说。子曰：不知也，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是诸斯乎？指其长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66。不知也，本章承上章来。孔子不赞成鲁之地理，或人因此未问。孔子不欲深言，故委曰不知。是诸斯乎？一说是同事，又一说是当作志同格。斯指下文长字。从前解
孔子既答惑人曰不知，又云如有知其说者，其余天下事，将如看自己手掌般，一切一明。从后解，谓天下如隔诸掌，如孟子谓武丁朝诸侯，有天下，由运之掌也，两解均可通。今姑从后解，指其掌。此《论语》记者记孔子言识字指其掌。本章亦孔子平日主张以礼治天下之意。盖报本追远之意，莫生于地，此乃真着乎人心之同然而始有此理。左传昭公8年载，杨虎欲去3环，乃顺先公而其焉。可见文公之逆肆，其事备于人心，鲁人不知夫。故下距115年，杨虎欲未乱，犹借此以收人心，并以彰3环之非。盖鲁正主于3环，鲁之失礼，即3环之失政。昧于礼义者，亦可谓若文公之积息于民，一人子孝亲之心，而不知其大备礼而可以兆乱。中庸有言：民乎交涉之礼，地常之义，治国其如是诸长乎？可谓此章之注脚。孔子毕生崇拜周公，实深有弃乎周公治理以治天下之深旨。盖礼治即人治，即本凭人心以为治。礼本乎人心，又挽神道人伦而易之，其意深远，非人人所能知。故孔子答惑人曰不知，不仅为鲁会，亦实有所难言。又按秦汉以下，多耻言以孝治天下，不知孝而为礼，亦将陷于不仁。不仁则不足以为孝。如宋之有仆役，明之有大礼义，此与孔子之不欲观于鲁之地，皆脉络相承。今虽时亦是义。八义篇第3。67。古人之所争于礼地者，今多不是其义旨之所在。纵日考礼义理，其事非尽人所能，然古人言礼之义，则终不可以不知。故于此2章，粗为阐述其大义。白话释义。有人问关于地祭之礼的说法，先生说：我不知呀。若有能知地理说法的人，他对整个天下正像摆在这里呀。先生一面说，一面指着自己的手掌。12。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吾不与祭，如不祭。祭如在，此祭自指祭祖先；祭神如神在，此指祭天德之神。祭礼本对鬼神而设，古人必先认有鬼神，乃始有祭礼。但孔子平常并不认真讨论鬼神之有无，只临祭时必成必尽，若真有鬼神在其前。此2句乃孔子弟子平时莫观孔子临祭时情态而记之如此。或说此2句乃古语，下文子曰云云，乃孔子因此语而感发为说，今不从。吾不与祭如不祭。孔子虽极重祭礼，然有所重者，在致祭者临祭时之心情。故言祭非亲自临祭，纵久祭者亦能及其成尽，而于我心中是确然，故云祭如不祭。盖我心思慕敬畏之诚，既不能亲切表达，则虽有生劳久礼，香花管乐，与乎久祭之人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68。而中士失却祭之真意。此乃孔子平日所言，祭者祭其言。因连带祭及孔子平日临祭时之沉静，以相发明。本章发明孔子对祭礼之意见。然孔子平日似未曾特有一番理论以表达其对祭礼之意见，本章亦仅就其日常之心情实感而道出之。此等处，学者最当细细体玩。因孔子论学，都就人心实感上具体指点，而非凭空发论。读《论语》者，首当明白此意，并当知吾人虽生2500载之后，而有时我心之所实感，仍可与孔子当年有同感。人心大同，不为古今而殊，可于孔子之言，弥见其亲切而有味。
白话释义：先生在祭祖先时，好像真有祖先们在受祭；他祭神时，也好像真有神在他面前般。先生说：“我若不亲身临祭，便只如不祭。”13。王孙贾问曰：“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灶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不然。或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”王孙贾谓大夫：“与其媚于傲，宁媚于灶，古有此语。”贾引为问。傲，古人居士之西南隅，乃一家尊者所居。灶乃烹制食物之所。或说八义篇第3。69。古人祭灶，先于灶境，及灶边设主祭之。必又吟诗于傲，摆设食物在祭之。主以木位，古人为神及期于此上。诗以人位，祭时由一人伴所祭之神位之诗。此章傲与灶时指一神，盖谓媚君者。舜于朝廷之上，不若逢迎于宴司之际。或谓傲灶当直指人言，居傲者虽尊，不如灶下直窜者时长其饮食，故谓媚傲不如媚灶。傲指为君之亲信，灶指外朝用事者。或曰：王孙贾引此语问孔子，意欲讽孔子时媚己。或曰：王孙贾或因孔子曾见男子，以孔子欲因男子求事，故隐喻借源于官捆，不如求和于外朝。此乃假代孔子谋，非欲孔子之媚于己。或罪于天，无所地也。孔子亦谓旦之以礼行事，无亦为礼求媚。谓君本所不欲媚，何论于朝廷之上，亦宴司之计乎？亦何论于尽信之与权臣乎？白话释义：王孙贾问道，俗话说的，与其在傲处求媚，不如在灶处求媚。这是时魔意思呀。先生说，不是这样的。若获罪了上天，时魔去处也用不上你的祷告了。疑似。子曰：周监于二代，郁乎文哉，无从周。监于二代，监由是也。二代指下，因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其实郁乎文哉，文指礼乐制度文物，又称文章。文之盛茂，历史演进，后因于前而益盛，礼乐日倍，文物日富，故孔子美之。无从周，孔子自称能言下，因二代之礼，又称周监于二代，而自所抉择，则曰从周。其余三代之礼，先后文职因格之详，必有其别则之所以然，习今无的深求。然孔子之所以教其弟子，主要在如何从周而更有所改进发挥，此章乃孔子自言制作之意。否则时王之礼本所当尊，何谓特言无从周？按三代之礼，乃孔子博学好古之所得，乃孔子之温故。其曰无从周，则乃孔子之心之。孔子平日所告与其门弟子者，绝不于此等历史时机绝口不道。然论语记者，则于此等时机皆略而不详。读者必当知此意，乃可与渔夫好古敏求之止。若空言义理，而于孔子以下历史演进之时机，皆呼而不求，媚而不知，此其的谓善读《论语》，善学孔子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周代看了夏、殷二代之演进，他的一切制度礼乐、文章何等美盛呀！我是主张遵从周代的。5. 子入大庙，美事问。或曰：孰谓邹人之子之礼乎？入大。八义篇第3。71。庙，美事问子闻之，曰：是礼也。子入大庙，大读太。太庙，鲁冀周公之庙。时孔子当在。青年，始仕于鲁，得入太庙助祭。美事问，既是中礼乐仪式，乃及礼器所成。孔子每事必问，若皆不知。孰谓邹人之子之礼？
邹，鲁小义。孔子父叔良歌常为邹邑大夫，孔子生于此，自或作邹。邹人之子，不仅指其少年，亦轻视之辞。使孔子以先有之礼之名，而于太庙中种种礼器仪文，皆若不知，故惑人疑之。子闻之，事后孔子闻此惑人之语，是礼也，此也自通作邪，乃疑问辞。孔于非不知鲁太庙中之种种礼器与仪文，然此等多属见礼，有不当陈设举行于侯国之庙者。如庸之歌不当奏于三家之堂，而三家奏之以彻祭。有人知其非礼，不欲明斥之，乃谓若不知，问世所歌者何失？孔子入太庙而每事问，是正类此。此乃一种极委婉而又极深刻之讽刺与抗议。浅人不识，以孔子不知礼，孔子亦不明辨，只反问此礼邪？孔子非不知此种种礼，特谓此种种礼不当在鲁之太庙中。每事问，既人有所审悟。就注释礼也三字为正面自述语，为此乃孔于敬谨自谦之而犹问，即此是礼。两说相较，所辩只在一也字之正反语气上，而孔子在当时之神情意态，判若两人。昔人谓读书贵能识字，寻不虚矣。本章记孔子少年时出进鲁太庙一番神情意态，而孔子当时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72之学养与其抱负，亦皆透切呈现，活跃在眼前。学者须通读《论语》全书而擅自体会之，庶可更深领略此一章神谓之深厚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出进太庙，遇事辄问。或人说，哪个人说这一位邹邑的年轻人之礼呀？他跑进太庙，时模事都要问。先生听到了，说那些就算是礼吗？16子曰：士不主皮，位立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射不主皮，古之士，张仪部，称为侯。或画五彩画兽，为正。或于部中心贴一皮，或熊或虎或豹，为鼓。不主皮，或说是以官德，但主于中，不主冠革。皮即革也。或说主皮之事件，以礼相视礼。冠革之事件，小代礼乐祭，二者有别。冠革为试穿甲革，如养由基士甲彻七札之类，此乃军事。礼士则用皮侯，不用革。今按士必主中，断无不主中而为士者。士不主皮，既不能解为不主中，则上说但主中不主冠，自谓正解。是既有中与冠之别，则冠指格言，亦自无疑。是不主皮，谓皮可以该布，又何不可以该革？故知上解主皮为冠革，通上下文而说之，亦自见其可信。以礼、小代礼，其书皆出《论语》后，不得以两书或言主皮，或言冠革，遂谓《论八佾篇》第3。73语言主皮绝不止冠革，位立不同科，科等级异，人力强弱不同等，故是主中，不主冠。汉如殷见，以礼言主皮，小代礼言冠革，疑论语此章不主皮不言冠革，遂以此句位立不同科另属一事，不连上文。因解位立乃为立异之事，丁强认立异一分科。然当亦不得称位立，此解牵强。今不从。古之道也，乐祭，武王克商，散军交事，而冠革之事习。此谓自武王克商，是天下已平，不复尚多力能杀人，故习冠革之事。正语、论语此章所言相同。今若分乐祭、冠革与论语主皮为二，则是不主皮古之道也语义难解。盖夏代春秋，列国兵争，附上立事，如养由基穿七札，见称当时，故孔子慨叹而称古道。
若闭本，以理为说，以理显出《论语》后，起其所记各事，孔子实皆不然，而慨称为古之道乎？诸子著此章，不用汉儒古说，以冠格说主题，以本章三句通为一气读之，最为允切。亲儒必据古著博诸著，于是不主题一语，多引古例文，而于未立不同科古之道也两语，终无确说。就本章文气语法自意平直求之，知诸著不可议。其说古理容有为师，终无害于其事大义之适当。白话释义，先生说，比较释义，不主要在能试穿皮革，因个人体力有不同，这是古人的道理呀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74义7。子贡欲去告朔之细阳。子曰：赐也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告朔，此有两说：一，周礼，天子于每岁冬季颁发来岁，每月之朔日，便告于诸侯，诸侯受而藏之于其始祖之庙。每月朔，请于庙而颁之于国人，称告朔。告，因古度反。又一说，周天子于岁中以来岁12月之朔布告天下诸侯，诸侯以细阳款待告朔之使者。告朔，上告下也，告读如字。细阳，依上说，告朔间有忌，其礼用一阳，杀而不烹。凡生，细养曰劳，烹而熟之曰享，杀而未烹曰细。依下说，细未馈客。尔爱其阳，我爱其礼。依上说，鲁文公时，春秋已有四部世朔之记载，待在哀公时而此礼废，而有司由公此阳。爱，习义。子贡习其无时往杀，故欲去之。孔子则谓告朔之礼虽不行，而每朔游杀阳进庙，则使人上之有此礼。若习阳不进，则此礼便忘，更可惜。依下说，周天子不复告朔于诸侯，而鲁之有司循吏公阳，故子贡欲去之。今按本章有两解：周天子颁告朔于邦国，于礼有争；然谓天子不复告朔，而鲁之有司人公此阳。此阳本以馈使者，使者既不来，是问于何馈之？其说难通。盖周自忧，立以后及。八义篇第3 75。以无颁告朔之礼。仇人子弟分散，鲁秉周礼，自有立官，故自行告朔之礼。就《论语》本章言，人当依上说为是。白话释义：子贡欲把每月在庙告朔所载的那头新羊也去了。先生说：赐呀。你爱惜那一羊，我爱惜那一礼呀。18。子曰：事君敬礼，人以为产业。此章所言，盖为鲁发。13家强，公势弱，人皆附3家，见孔子事君敬礼，以其为产业。凡读《论语》章直不明，可参以诸章之编次。此处上下章皆言鲁氏，故知此章亦为鲁发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事君能敬礼的，世人反说他是产。19。定公问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孔子对曰：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76。定公，鲁君，名宋。定，其氏，哀公之父。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君于臣称使，臣对君称事。定公辞问，显报君臣不平等观念。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礼虽有上下之分，然双方各有节限，痛须遵守。君能以礼待臣，臣亦自能尽忠于君。或曰：此言双方贵于各尽其己。君不患臣之不忠，患我礼之不至；臣不患君之无礼，患我忠之不敬。此意亦儒家所常言，然孔子对君之问，则主要在所以为君者，
故采第一说。本章见社会人群相处，贵能先尽诸己，自能感召对方。白话释义。定公问君使宦臣，臣奉事君，该如何呢？孔子对道：君能以礼使臣，臣自会尽忠奉君了。20。子曰：官居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官虽诗经国风之首篇。此诗咏一君子，思得淑女未配，当其求而未得，至于辇转反侧，寤寐思之，此必有一段哀思。及其求之既得，而钟鼓乐之，琴瑟友之，此是一番快乐之情。八佾篇第3。77。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诗发于人心之情感，而哀乐谓之主。淫过量易，伤损害易。乐易于量，转成苦恼；哀易抑郁，则成伤损。然其过不在哀乐之本身。哀乐者，人心之正，乐天爱人之与悲天悯人，皆人心之最高境界，亦相通而合一。无哀乐，是无人心；无人心，何来有人道？故人当知哀乐之有正，唯当戒其淫伤。此章孔子举关雎之诗以指点人心哀乐之正，读者当就关雎律本诗实例，善为体会。又贵能就己心哀乐，深切体之。常人每误认哀乐为相反之两事，故喜有乐，惧有哀。孔子乃凭举何言之，如成一事。此中犹具深意，学者更当体玩。孔子言人常兼言之，言礼常兼言乐，言诗又常兼言礼，两端并举，使人容易体悟到一种新境界。亦可谓理智与情感合一，道德与艺术合一，人生与文学合一。此章哀乐并举，亦可使人体悟到一种性情之正，有超乎哀与乐之上者。凡《论语》中所开示之人生境界，学者能逐一细玩，又能会通台意以反验诸我心，殊乎所学日进，有欲罢不能之感。或解此章专指乐声言，不就诗词言。然曰：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声依咏，律和声，则诗之言与词，人其本。专指乐声，使人无所寻所，经不取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关雎那一章诗有欢乐，但不流于放荡；有悲哀，但不陷于伤损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78。21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：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曰：使民战栗子闻之，曰：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宰我，名羽，孔子早年弟子。社，古人建国必立社，所以祀其地神，由今俗有土地神。立社必树其地所宜之木为社主，亦有不为社主，而即祀其树以为神之所凭依者。今此俗犹存。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三代所树社树及所谓社主各不同。夏居河东，其也宜松；殷居濠，其也宜柏；周居封皋，其也宜粟。此皆苍老兼久之才，故树以为社。然特指三代之都言，不为天下皆以此三树为社。曰：使民战栗，曰自成上文。宰我既告哀公三代社树不同，又云周人所以用栗，乃欲使民战栗。战栗，恐惧冒；栗，今作栗。或说此乃宰我欲劝哀公用言正，故虑1000搭为讽。或说古者杀人常在社，13家专政，哀公亦欲讨之，故借题问社，此乃隐喻示意，宰我所答，引表赞成。或说哀公4年好社哉，哀公之问，或在此年。时孔于犹在城，故下文曰子闻之。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，事已成，不再说之。遂行矣。事已行，不复见。
事既往，不追究。此3与11义。或说乃孔子则载我告君以实名战立，亦说乃孔子讽劝哀公。盖孔子既闻哀公与载我此番之隐谋，而心知哀公无能，不欲其轻举。八义篇第3。79。三家善政，由来已久，不可急切纠正。后哀公终为三家逼逐，载我亦以助其军谋攻田氏见杀。今采后解，虽乏却句，而宛服当时之情势。白话释义：哀公问载我关于射的事，载我答道：夏后氏用松未射，殷人用帛，周人用栗。载我又说，用粟是要使民战立，对政府有畏惧。先生听到了，说：事已成，不须再说了；事既行，也不须再见了。以往之事，也不必再追究了。22。子曰：管仲之器小哉？或曰：管仲简乎？曰：管事有三规，官事不久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曰：邦君戍塞门，管事亦戍塞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好友，反殿，管事亦有反殿。管事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管仲之器小哉？管仲，其桓公乡，民夷吾。桓公尊之曰仲。父器，言气量，或言气度。器之容量有大小，心之容量亦有大小。事深则量大，事浅则量小，故人之胸襟度量在其事。古人连称器事，亦称事量，又称事度。管仲器小，由其事浅，观下文可知。管仲简乎？简，谦令义。或人闻孔子评管仲器小，疑其谦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80。令。今人亦讥谦令习曰小器。管事有三规，一说古谓女嫁曰规。古礼诸侯娶三姓女，管仲亦娶三姓女。一说规通馈。古礼天子四谏，诸侯三谏，桓公许管仲家祭用三生之献。一说三规，台名为葬或财之所。一说三规为三处采邑。一说三规只是租言。今按第一、第二说是其见不知礼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说是其父，皆非不简。或曰：三规谓其有三处府地可归，连下文官事不久，罪未可从。官事不赦，久犹兼议。管仲有府地三处，南是设官，各不兼久，则其中古为杖之不疑，而据可知。其美女之冲下臣者，亦或三处如亦可知。此见管仲之奢侈不简，亦及其器小易淫，乃一种自满心理之表现。然则管仲之礼乎？或人闻孔子言，管仲既非谦令，或是之礼，故再问。戍塞门，古人平易称戍塞，必易。古礼，天子诸侯于门外立平以别内外，而管仲亦如之。此见管仲之骄见不逊，亦其器小易淫之政。邦君为两军之好友反殿，好谓好会。古礼两军相宴，主人酌酒进宾，宾在筵前受爵，饮毕，隔处爵于殿上，此谓反爵。殿以土筑之，可以放器物，为两军之好友反殿，则可移而撤之。后世改以木制，是以朱漆，略如今之矮脚髻。宾既反爵于殿，乃于西街上拜谢，主人于东街上答拜，然后宾在于殿取爵，喜之，酌酒献主人，此谓之作。封人受爵饮，复放殿上，乃于东街上拜，宾于西街答拜，然后主人再取爵，先自饮，再酌宾。八义篇第3。81。此谓之仇。此反爵之殿，仅天子与诸侯的有之。若君宴臣，仅隔爵于两竹筐之内，此两竹筐隔堂下，不隔堂上。
今管仲乃大夫，而堂上亦有反爵之殿，安得谓之礼？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孔子甚称其功业，但又讥其器小，盖指管仲即以功业自满。若以管仲比之周公，高下显见矣。然孔子故非轻视功业。读者以此章与宪问篇孔子评管仲章参读可见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管仲的气量真小呀，或人说管仲生活得很简吗？先生道：管仲有3处家，各处各项职事，都设有专人，不间错，哪好算简？或人说那模管子之礼吗？先生说国君在大门外有屏，管仲家大门外也有屏。国君宴会，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祭，管仲宴教也自那样的土祭。若说管仲之礼，谁不知礼呵？23子与鲁大师乐，曰：乐其可知也。始作，奚如也？从之，纯如也，矫如也，亦如也，已成。与鲁太师乐，与告也。太师乐官名，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82始作，奚如也？古者乐始作，先奏经，古中。奚何意？奚如谓终身既起，闻者皆熙然振奋，是谓乐之始。从之，纯如也。从亦可读为纵。终身既作，八音齐奏，乐声自此放开。纯和谐意？其实气声人声，堂上堂下互相因和，纯宜不杂，故说纯如也。矫如也，矫清楚明白意。其实人声气声，在一片纯和中，高下清浊，金革饰袍，各种音节，均可分辨明晰，故说矫如也。亦如也，亦连续意，相生意。是时一片乐声，前起后继，络绎而前，相生不绝，故说亦如也。已成一套的乐声，在如此过程中完成。或说乐之开始为经奏，继之以笙歌，歌者升堂唱诗，其实所重在人声，不杂以气声，其声单纯，故曰纯如也。笙歌之后，既以声入，奏声有声无词，而声音轻别，故曰矫如也。于是乃有间歌，歌声与声奏间带而作，循序不绝，故曰亦如也。有此4奏，然后和乐，众人齐唱，所谓洋洋呼应耳也。如是始谓乐成。古者笙歌3中，声奏3中，间歌3中，和乐3中，为一备也。两说谓之孰为本章之正解，今姑采前说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告诉鲁国的太师官说，乐的演奏之全部进程是可知了。一开始是这样的兴奋而振作，跟着是这样的纯而和谐，又是这样的清楚而明亮，又是这样的连绵而流走，乐便这样的完成了。八佾篇第3。83 24宜丰人请见，曰：君子之志于斯也，吾未尝不得见也。从者见之。初，曰：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？天下之无道也。久矣，天将以夫子为木铎。宜丰人请见，宜谓义。丰人举封疆之官，渣子过其地，故请见。至于斯，斯指夷义。从者见之，之指夷丰人。从者，孔子弟子随行者，见夷。丰人于孔子。二三子何患于丧乎？二三子，夷丰人乎孔子弟子而与之。丧，师谓义。孔子谓鲁司寇，去之谓，又去谓侍臣。夷丰人告孔子弟子，不必以孔子之先位为忧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，铎，大陵。今口木舌，故称木铎。古者天子发布政教，先正木铎以警众。今天下无道，天意似欲以夫子为木铎，使其宣扬大道于天下，故时不安于位，出外周游。
白话释义：为国一役的封疆官请见于孔子。他说：“一向有贤人君子过此，我没有不见的孔子的弟子们领他去见孔子。他出后，对孔子的弟子们说：‘诸位，何必忧虑你们先生的师位呢？天下无道久了，天意将把你们夫子当作木铎来传道于天下呀。’”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84.25。子谓韶，敬美矣，又敬善也。谓武，敬美矣，谓敬善也。韶又作庆，作昭，顺带乐民。敬美，指其身容之表于外者，如乐之音调，武之正容之类。敬善，指其身容之韵于内者，乃指乐舞中所含韵之意一言。武，周武王乐民。古说帝王治国功臣，必作乐以歌舞当时之盛况。舜以文德受尧之谗，武王以兵力革商之命。故孔子谓舜乐敬美又敬善，武乐虽敬美，谓敬善。盖以兵力的天下，终非理想之最善者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韶乐十分的美了，又是十分的善；武乐十分的美了，但还未十分的善。26。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位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八佾篇第3。85。居上不宽，在上位，主于爱人，故以宽为本。位礼不敬，位由行，行礼以敬为本。临丧不哀，临丧如临祭临事之临，犹言居丧。何以观之？谓既无其本，则无可以观其所行之得失。故居上不宽，则其教令失位不足观；位礼不敬，则其威仪进退之节不足观；临丧不哀，则其痞勇哭泣之术不足观。或说本章3句连下，皆指在上位者，临丧当解作吊丧，兹不取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居上位不能宽以待下，欲行礼时不能敬，临遭丧事没有哀戚，我再把石磨来看察他呢。87。礼仁篇第4。1。子曰：“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之？”礼仁为美，一说礼义也，谓居于人为美；又一说礼即居义。居人为美，由孟子云：“人之安宅也。”今依后说，则不处人，处人即居人礼人义。人贵能择人道而处，非为择人者之礼而处，焉得之？孔子美人之间言。下文云之者利人，若不择人道而处，便不得为之。孔子论学论政，皆重礼乐，人则为礼乐之本。孔子言礼乐本于周公，其言人，则好古敏求而自得之。礼必随时而变，人则古今通道。故《论语》编者以礼仁次八佾之后。凡《论语》论人诸章，学者所当生完。白话释义先生说，人能居于人道，这是最美的了。若择身所处而不择于人，哪算是之呢？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88.2。子曰：“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。”曰：“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，安人，知者利人。”曰：“穷困易。”安人，谓安居人道中。利人，知人之可安，即知人之为利。此处利字，乃欲有之意。人之所以为人，主要在心，不在境。外境有约有乐，然使己心不能择人而处，则约与乐皆不可安。久约则谓非，长乐必交异矣。仁者，处己处群，人生一切可久可大之道之所本。人乃一种心境，一人心所同有，人心所同欲。陶性之和亦称人，陶性皆从此和生长。一切人事可久可仁者，皆从此心生长。
故此心亦称人。若失去此心，将如失去生命之根河。浅言之，亦如失去其可长居久安之家。放无论外境之曰娱乐，既其心不仁，终不可以久安。安人者，此心自安于人，如腰之忘带，足之忘履，自然安适也。利人者，心知人之为利，思欲有之。本章承上章，申述理人为美之意。言若浅而义则深。学者当识实体玩，心之有此，而于实际人生中公修实体之，乃可知其意味之深长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不仁的人将不能久处在困约中，亦不能久处在逸乐。礼仁篇第4 89中，只有仁人，自能安于人道。治人，便知人道于他有利，而享誉有之了。3. 子曰：为人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此章语更浅而意更深。好人恶人，人孰不能？但不仁之人，心多私欲，因多谋求顾虑，遂使心之所好，不能真好；心之所恶，亦不能真恶。人心现此弱点，故使恶人意的攘臂自在于人群中，而得人心现，为人屈奉。善人转受冷落疏远，隐藏埋没。人群种种苦痛罪恶，须由此起。就其根源，则由人之先自包藏有不仁之心始。若人人能安人利人，使人道明行于人群间，则善人敬的人好，而善道光昌；恶人敬的人恶，而恶行匿迹。人人能真有其好恶，而此人群亦成为一正义快乐之人群。主要关键在人心之能有其好恶，则人心所好自然的事，人心所恶自不能留存。此理甚切近，人人皆可反躬自问：我之于人，果能有真好真恶否？我心所好恶之表现在外者，果能亦如我心内在之所真好真恶否？此事一经反审，各可自悟，而人道之安乐光昌，必有此时。此章程意极亲切，又极宏远；极平易，又极深邃。人人能了解此意，人人能好恶人，则人道自真光明，风俗自真纯美。此即仁者必有勇之之说。人心为私欲所障蔽，所缠缚，于是好恶失其正，有好之欲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90. 其身恶之欲其死者，此又不能好之一真。为人者其心明通，乃是能好人恶人，此又仁者必有之之说。知勇之本皆在人，不仁则无知无勇，恶能好恶，并好恶而不能，此真人道之至可悲矣。本章当与上章连看。不仁之人，处困境不能安，处乐境亦不能安。心所喜不能好，心所厌不能恶。寻至其心，乃不觉有好恶，其所好恶，皆不能得其正。人生种种苦痛根源，已全在此两章说出。能明得此两章之含义，其人即是一致人，亦勇者。然此两章诚意虽深，却尽在我心，个人皆可以此反审，以此观察他人，自将无助而不见此两章诚意之深切者明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只有仁者能真心的喜好人，也能真心的厌恶人。4. 子曰：既至于人矣，无恶也。至由云存心，至于人，即存心在人。此章恶字有两解，亦读如好恶之恶，此仅承上章言。上章谓为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然仁者必有爱心，故仁者之恶人，其心仍出于爱。恶其人，人欲其人之能自心以反于善，是仁人道。故仁者恶不仁，其心仍本于爱人之人，非真有所恶于其人。若真有恶人之心，又何能？
礼仁篇第4。91。好人乎？故上章能好人能恶人，乃指示人类性情之正。此章无恶也，乃指示人心大公之爱。必兼看此两章，乃能明白上章含义深处。又一说，此章恶自读如善恶之恶，大义人如前世。盖仁者爱人，存心于爱，可以有过，不成恶。今姑从前说，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只要存心在人了，他对人便没有真所厌恶的了。5。子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，得之不处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，得之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。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得之不处也，处安注意。得之二字或连上读，则疑若有。以不道得之之嫌，连下读，则偶而得之之意自显。得之不去也，去为离义。富贵贫贱，有非求而得之者，者在己无应得此富贵之道，虽富贵，君子将不安处。若在己无应得此贫贱之道，虽贫贱，君子将不求去。君子所处为人，所去为不仁。若求得富贵，去贫贱，斯将为不仁之人矣。去仁恶乎成名，常人富贵则处，贫贱则去。君子仁则处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92。不仁则去。君子之名成于此。若离于人，恶乎成君子之名。无忠实之间为人，忠实之间为一顿饭食，为离去义。无忠实之间为人，是无时无刻为人。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，两世自指人。造次，匆促急剧之时；颠沛，颠仆困顿之时。于此之际而不为人，故知君子无时无刻为人。论语最重言人。然仁者人心，得自天赋，自然有之。故人非求人之难，则人安人而不去之为难。慕富贵，厌贫贱，处常进而疏忽，遭变故而摇移。人之不仁，非由于难得之，乃由于轻去之。唯君子能处一切进而不去人，在一切时而无不安于人，故谓之君子。此章人事礼仁为美之意。而去仁之说，学者犹当深玩。或说君子去仁以下27字当自为一章，今人连上节作一章说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富与贵，人人所欲，但若不以当的富贵之道而富贵了，君子将不安处此富贵。贫与贱，人人所恶，但若不以当的贫贱之道而贫贱了，君子将不为去此贫贱。君子若为去了人，又哪得名为君子呀？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为去人。匆促急剧之时人是人，颠仆困顿之时同样人是人。礼仁篇第4。93。6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人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人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，用其力于人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。我谓之见也。好人者无以上之，好人者喜爱于人道。上加义，无以上，只有两节。一说其心好人，更无可以加在人道之上之事勿存其心中。又一说其心好人，未得之最上，更无他行可以加之。今从前解。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其心诚能恶不仁，其仁义即是仁人，因其能不使不仁之事物行为加乎其身。好物只是一心，其心好人，自将恶不仁。
其心恶不仁，自见其好人。孔子言：未见此等好人恶不仁之人。或分好人恶不仁作两等人说之，谓如颜子明道是好人，孟子衣穿是恶不仁。恶不仁者，漏些龟角盲刃，亦得人嫌。二者间亦稍有优劣。今按《论语》，多从正面言好，少从反面言恶。然好恶中是一事，不必细分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？我谓见力不足者，仁者，仁心。然必择而安之，久而不去，始可成德。故人亦有待于用力。唯所需于用力者不难，因其用力之处即在己心，即在己心之好恶，故不患力不足。然孔子亦仅谓人人可以用力于人，并不谓用了一天力，便得为人人。只说用一天力即见一天功，人自不肯日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94。常用力，故知非力不足。又既是心所不好，白不肯用力为之。虽一日之短暂，人自不愿为其所不好而用力。故应说未见有好人恶不仁者，而说即未见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者。盖有之矣，我谓之见也。盖以辞。此两循有两解。一说未或有肯用力而力不足者。孔子不欲轻言人道亦能，故又婉言之，人是深叹于人之未肯用力。此处谓之见乃仅承上句未见力不足者来。另一说未或有肯一日用力于人者，习己莫之见，此有自谨承上文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以乎语来。两解均可通。然未见有肯一日用力于人者，辞气似过峻，今从前解。盖孔子深免人之能用力于人。此章孔子深叹世人不知所以为人之方。为人之方，主要在己心之好恶。己心真能好人恶不仁，则当其好恶之一请，而此心已达于人矣，焉有力不足之患？常人虽知从人道，而多自伪为力不足，此乃误为人道在外，不知即在己心之好恶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我没有见到喜好于人和憎恶于不仁的人。若果喜好于人了，他自会觉得世上更没有事物能胜过于人的了。若能憎恶于不仁，那人也就是人人了，因他将不让那些不仁的事物加在他身上。真有人肯花一天之力来用在人上吗？我没见过力有不足的。或许世上真有苦力不足的人，但我终是未见啊。礼仁篇第4。95。7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斯之仁矣。各于其爵，党类异。人之有过，各有党类，如君子过于厚，小人过于薄；君子过于爱，小人过于忍。过厚过爱非恶，皆不好学之过。现过斯之人，功者人所贪，过者人所避，故于人之过，犹亦见真情。如子路丧姐，其而不除，孔子非之。子路曰：年幸寡兄弟，不忍除之袭人，以此为观过之人之例。或引此章作观过斯之人，亦通。本章人之过也。唐以前本人或作名，就解因为本章未立名者言。如耕夫不能书，非其过，故观过当述，即此观过之人有人心矣。此时曲解，今不从。又接《论语》言人，或指心，或指德。本章观过之人，谓关于其人之过，可以知其心之有人，非谓成德之人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人的过失各分党类，只观其人之过失处，便知其人心中人的分属了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。96。8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道，人生之大道。
人生必有死，死又不可预知。正因时时可死，故必急求闻道。否则生而为人，不知为人之道，其不枉了此生。若使朝闻道，系死即不为枉活。因道亘古今，千万世而常然。一日之道，即千万世之道。故若由道而生，则一日之生，亦由夫千万世之生矣。本章谨策人当积极以求道。时今可以作可也，也自似不如以自之谨策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人若在朝上的闻道，即便系奸死，也得了。9. 子曰：士志于道，而持21-20者，未足与义也。是在孔子时，乃由平民社会升入贵族阶层一过渡的身份。来学于孔子之门者多为士，故孔子吕言士、子贡、子张议问士，皆讨论此士之身份在当时社会立身处世之道。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为以平民身份在社会传教之第一人，但孔子之教在史学。礼仁篇第4。97者由明道而行道，不在史学者求是而得是。若学者有此的事，亦将即是以行道，非为谋个人生活之安富尊荣而求是。故来学于孔子之门者，孔子必先教其志于道，即是以道存心。既如此，而其人人以一己之21-20为耻，孔子曰：是亦未足与义矣。盖道关系天下后世之公，衣食则属一人之私，其人不能忘情于一己衣食之美恶，岂能为天下后世做大功之计而努力以复之？此等人心不干净，留有许多龌龊渣滓。纵有志，亦是虚志。道不虚行，故未足与义。有志之士，于此章即当生完，勿以其言浅而忽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士既有志于道了，还觉得自己21-20未可耻，那便不足与义了。义灵。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事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彼。无事也，是自有两解：一专主义，独丁立反。如云无谁是？从。又说，是通敌，无事即无所敌反义。无莫也，莫字亦有两解：一不肯义，与专主对，即无专主，亦无不肯，由云无可无不可。一通慕，爱慕义，与敌反义对，既无敌反，亦无倾慕，由云无所厚薄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98。义之与彼，彼字亦可有两解：义从也，义亲也。本章君子之于天下，天下二字，可指人言，亦可指事言。若从事典比三字之第一解，则指事谓允；若从事典比三字之第二解，则指人谓允。两解俱可通，意韵亦相近。然就义之与彼一语，则以指事说之为宜。孟子称语，即颜回同道。今日事则过门不入，明日饮则单瓢漏巷，无可无不可，即义之与彼。本篇重言人，前两章言道，即人之道。此章又特言义，人篇在宅心，义篇在因物。人似境内，义似境外。此后孟子常以仁义连说，时深得孔子仁礼兼言人之兼言之为止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对于天下事没有一定专主的，也没有一定反对的，只求合于义便从。义一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怀德、怀土、怀思念义。德指德性，土谓乡土。小人因生此乡土，故不忍离去。君子能成此德性，亦不忍为弃。怀行、怀惠，行刑法；惠恩惠。君子常念及刑法，故谨于自守。
小人常念及恩惠，故勇于求起。礼仁篇第4。99。本章言君子小人品格有不同，其常所思念怀虑亦不同。或说此章君子小人只谓言。若在上位之君于能用得志，则其民安土重迁而不去；若在上者用法治，则在下者怀思他邦之恩泽而亲离。此解亦可通。然就文理，似有曾自作解之嫌，今从前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常怀念于德性，小人常怀念于乡土。君子常怀念道刑法，小人常怀念道恩惠。1、2。子曰：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放于利而行，放字有2解。1、放纵义，为放纵自己在谋利上。1、依仿义，为行事皆依照利害计算。今从后解。多怨，此怨字亦可有2解。1、人之怨矣，就解都主词。为《论语》教人多从自己一面说。若专在利害上计算，我心对外将不免多所怨。孔子曰：求人而得人，又何怨？若行事能依人道，则不论利害的失，己心皆可无怨。此怨字，当指以心对外言。放于利而行多怨，正与求人的人则无怨，其义对呆相发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00。论语有专指人事之某一面言，而可通之全体者；亦有通指人事全体言，而可用以专指者。就说亦谓此章乃专对在上位者言。谓在上者专以谋利行事，则多招民众之怨，意亦可通。但孔子当时所说，纵是专指，而亦既可通于人事之其他方面者，读者人当就其可通之全量而求之，以见其含义之宏大而无碍。此亦读《论语》者所当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切依照着利的目的来行事，自己心上便亦多生怨恨。3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礼必兼双方，又必外敬而内和。知敬能和，斯必有让。故让者礼之职。为国必有上下之分，但能以礼治，则上下各有敬，各能和，因亦能相让。何有？有言有何难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和；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则上下不敬不和，其极必出于相争。礼其果为上下相争之工具。如礼和者，有言把礼怎办？言其纵有礼，其用意中不得当。自秦以下多。礼仁篇第4。101。以尊君卑臣为礼，此章如礼和之叹，弥见深切。尊君卑臣，又起礼让为国之意。本章言礼治义。孔子常以仁礼兼言，此章独举让字。在上者若误认礼为下尊上，即不免有真心，不知礼有互让义，故特举为说。所举越切实，所借越显明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若能以礼让来治国，那还有石磨困难呢。若不能以礼让来治国，那又把礼怎办呢？4。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位可知也。位，职位。古人亦是有朝会，有官守者，欲朝会则各立于其位。己无才德，将何以立于其位？有知己之才德者，将可援之入仕。患无位，则患莫己知。求位可知，即先求所以立于其位之才德。此章言君子求其在我，不避位，亦不汲汲于求位。若徒以恬淡自高，亦非孔门求人行道经世之实学。
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02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不要愁的不到职位，该愁自己拿石磨来立在这位上。不要愁没人知道我，该求我有石磨可为人知道的。5。子曰：参乎。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子出。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。参乎。3。曾子明。乎其名，欲有所告。吾道一以贯之。贯，串义，义通义。如以神穿物。孔子言：道虽若所指繁多，实可会通，归于一贯。为，因此。直因曰为，不再问。曾子自谓以名孔子义。门人问曰：门人，孔子之门人。时同是孔子，闻其言，不明所指。似孔子出，问于曾子。或说子出，当是孔子往曾子处。曾子答而孔子出户去。门人，曾子弟子。今按论语，孔子弟子皆称门人，非孔子之弟子则异其辞。孔门高弟，曾子年最少，孔子存时，曾子未必有弟子。盖曾子与诸弟子同事于孔子，孔子有事离座暂出。何谓也？也，通谐。宜同辞。忠恕而已矣，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，推己之心以及人谓礼。仁篇第4。103。知恕。人心有相同，己心所欲所恶，与他人之心之所欲所恶，无大悬殊。故尽己心以待人，不以己所恶者施于人。忠恕之道即人道，其道验一本之于我心，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，乃至万事以下人之心者。而言忠恕，则教言人更使人易晓。因仁者至高之德，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功夫，人人可以尽力。解《论语》一说尽多，有者者，则为汉宋之两壁垒。而此张游见双方知其见。孔子告曾子以一贯之说，曾子是一性格敦笃人，自以其平日静心谨慎所经验者体认之，当面一为，不再发问。中庸曰：忠恕为道不远。孔子亦自言之，曰：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，其恕乎？曾子以忠恕阐释师道之一贯，可谓虽不忠不远矣。若有孔子自言之，或当别有说。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读者只当认此章乃曾子之阐述其师旨，如此则已。曾子故是孔门一大弟子，但在孔门属后辈。孔子末时，曾子年仅20有9，正值孔子30而立之阶段。孔子又曰：参也鲁，是曾子资性较顿，不似后代禅宗所谓顿悟之一派。只看吾日三省吾身章，可见曾子平日为学，极静心，极谨慎，极笃实。至其临死之际，尚犹战战兢兢，告其门弟子，为我之免夫。此其平日静心谨慎之态度可见。此章正是其平日静心谨慎之所心得。宋儒因受胆宗秘密传心故事之影响，以之解释此章，认为曾子遗为，正是他当时执的孔子心传。此绝非本章之正解。但清儒力反宋儒，解贯自谓行事义，义以贯之，曲说成义以行之，其用意只要利弊一心字。不知忠恕故属行事，义却指心地。必欲必去一心字，则全部《论语》多成不可解。门户之见，乃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04。学问之大戒。本书只就《论语》原文平心解释，后如种种其见，不务多引，偶拈此章为例。读者如欲由此博稽群集，则自非本书用意所欲现。
又按岑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此后孟子曰：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此正可以见学脉。然谓一部《论语》只讲孝弟忠恕，中有未士。此等处，学者其细参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参啊！我平日所讲的道，都可把一个头绪来贯穿着。岑子应道：唯先生出去了，在座同学问道：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岑子说：先生之道，只忠恕二字便完了。16。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喻，小义。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，小人于事必计其利害。用心不同，故其所小了意义。或说：此章君子小人以谓言。董仲舒有言：明明求仁义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卿大夫之义也。明明求财力，常恐困乏者，庶人之事也，乃此章之确解。今按董氏之说，意谓在上位者当喻于仁义，在下位者常喻于财力耳。非谓在下位者必当喻于财力，在上位者必自喻于仁义也。然则在下位而喻于义者，非君。礼仁篇第4。105。子乎！在上位而喻于利者，非小人乎？本章自有通义，而又何必居？守董氏之言以未解。又按宋儒陆象山于白鹿洞讲此章，曰：人之所欲，由于所习，所习由于所至于此章，欲自外特拈出习字至字，可谓叹。本之见。读者当以此章与君子上达小人下达章舍参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所了解的在义，小人所了解的在利。17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齐，平等义。思齐，思与之平，愿己亦有此贤。内自省，内心自反省，具己亦有此不贤。此章见与人相处，无论其人贤不贤，与己皆有益。若见贤而忌惮之，见不贤而讥轻之，则为害己德而已。又此章所指，不仅于痛时人未然，读书见古人之贤，亦求与之齐。见其不贤，亦以自省，则触发更广，常进更益。又按此章当与三人行必有我师章合参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欲见贤人，当思与之齐等；欲见不贤之人，当自反省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06。莫要自己亦合他班。18。子曰：事父母，己见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己见，己为义；见，规劝义。父母有过，为子女者为当。为言讽劝，所谓下气一色，柔身以见。又说，己者，初见端倪义。父母子女日常相处，父母有过，当从其端倪出路，便设法见劝。然就文一言，此当云以己见，不当云己见。今从前解。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所谓己见，仅为见己志而已，不务节言。若父母不从，人当起敬起孝，不为逆。待父母心气悦意，再相激进谏。就解未见父母之志不从，则志不从二字已足，且当云义不从，不当云志不从。故知见志，指子女自表己志。谓子女者，仅自表己志，即是不明真是非，亦即己见之意。若如上述又一解，父母之过，出路端倪，尚未发为行为，故云见父母有不从之志，然连下文又敬不为，劳而无怨两语，终不如上解之贴切。今不从不为亦可有两解，一是不为其父母，二是不为其原初己见之意。既恐唐突以触父母之怒，又勿欲革父母于无过之地，此见孝子之深爱。
然敬事敬父母，则不为当以不为父母为是。劳而不怨，劳忧矣。子女见父母有过，当忧不当怨。或礼仁篇第4 107。说劳，劳苦役，见不从，当反复再见，虽劳而不怨。然此反复再见，人当事己见，则乃操心之劳，人事忧矣。此章见父子家人相处，情义当坚敬。为子女者，犹不当自处于义，而伤对父母之情。若对父母无情，则先自陷于大不义，故必一本于至情，以继父母之终归于义。如此，操心甚劳，然求至情大义坚敬，则亦唯有如此。既明乎此，自无可怨矣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子女奉事父母，若父母有过当，委婉而谏，把自己致意表见了；若父母不听从，还当照常恭敬，不要违逆，且看机会再劝谏。虽如此般操心忧劳，也不对父母生怨恨。义9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。游必有方。远游指游学、游宦。远方从师，或向远方谋职，皆须常识其从事。故念父母之孝养，故不及己也。方谓所依，方未定，才知方向。如以告往甲地，不更他事。上句以言不远游，下句亦指远游可知。有须远游，则必有一定的地方。而近游之须有方位，亦可推之。既有方位，父母有事，照之必之处。此章一言孝道。古时交通不便，音讯难达。若父母及切有故，照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08。知不得，将疑父母中天之恨。孝子顾虑及此，故不远游。今虽天涯若比邻，然远便者亦必音讯常通，使家人思念常知其处，则古今人情亦不相远。读者于此等处，当体谅古人之心情，并比较今习社会之不同，不当居今效古，徒自陷于轻薄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父母在时，不做远行。若不得已有远行，也该有定的方位。20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此章重出，以见学而篇。当世弟子各记孔子之言，而详略不同。盖学而篇一章乃言观人之法，此章言孝子之行，而此章前后皆论事父母之道，故复出。21。子曰：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知由是也，常记在心之意。喜者，喜其寿；惧者，惧其礼仁篇第4 109。来日之无多，喜惧一时并急，不分先后。或说父母之年，子女无时不当之。或父母年尚强，然强健之时不可多得。或喜其寿考，而衰微已将至。此说亦有理。但读书不当一意向深处求，不如上一说的孝子爱约之大长。此章描写孝子心情，甚当完美。唯其忧乐之情深，故喜惧之心笃。以上4章皆言孝。孝心即人心。不孝何能仁？当知能对别人有同情，能关切，此乃人类心情之最可宝贵者。孔子特就孝道指点人心之人。人当推广孝心以达于人，若以自私之心对父母、处家庭、出世，若亦无为孝道，然心不仁，亦将不孝。此心是一，即人便是孝，即孝便是仁，非为人孝可有先后之分别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父母的年岁不可不常记在心呀，叫你一想到，又是欢喜，又是忧惧。22。
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耻公之不逮也。言之不出，不轻出也。公指公行，逮急也。公行不急，徒自轻言，是属可耻。本章戒学者当乐于言而敏于行，举古人所以谨今人也。或以言指着数，然用出字，当指言语为是。今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110，不从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古人不肯轻易出言，因怕自己行为追不上，那是见可耻的事呀。23。子曰：以约失之者先矣。约，简述义，收敛，不放纵。者时，不服犯。凡谨言慎行，皆是约。处财用谓简约。从事学问事业谓守约。先少也。人能以约自守，则所失自少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有简约而差失的很少了。24。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讷，迟钝义；敏，勤节义。敏讷虽若天资，亦犹习。轻言。礼仁篇第4。111。矫之以讷，行缓立之以敏，此亦变化气质，君子成德之方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君子常想说话迟钝些，而做事敏捷些。25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邻，亲近义。德自有两说，义指修德言。人不能独修成德，必求师有家辅。义指有德言。有德之人纵处衰乱之事，亦不孤立，必有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之邻，如孔子之有72弟子。精彩下一说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有德之人绝不会孤立，必然有来亲近他的人。26。子游曰：事君术，斯辱矣；朋友术，斯疏矣。此术自有两毒，一毒色较反，逼促义，又反所义。一毒是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112。主反，述说义。事君交友，见有过，劝谏逼促，或过于繁琐，必受辱；或见疏，或求亲昵于君友，以逼促繁琐求之，亦必受辱；或见疏。若依教说义，于君有前述说以劳己长，或述说君有之短及其不是，亦将受辱密书。精彩前一读。本章以君有连言，见五伦中此两伦未相近，故称此两伦以人和。夫妇、父子、兄弟三伦属于家庭，故称以天和。夫妇本以人和，故孔于常言孝弟，专就父子、兄弟两伦纯以天和者，珍重其相互间之亲情，见其道以为人群相处之本。然兄弟亦有时如朋友，《论语》中颇多兄弟朋友连言，则五伦中为父子一伦，乃纯以天和，故孔门特重言孝。其他四伦，君臣、朋友、夫妇、兄弟，亦可谓都属社会关系。为父子一伦，则与生俱来，本于自然，又兼有世代之绵延，天人之际，意义最深。而世界各大宗教皆不言孝，不重历史绵延。如是则社舍无深度，而人生短暂，失其意义。故各宗教莫不带有出世之心情。尊天一人，是所宜然。律篇26章多言人，其中数章特言孝，最后子有此一章，专言君臣、朋友、一人道中之一节，故编者特以附本篇之末。读者是通完此26章，而求其相互问之关系，与其关系之各不同，数于孔门所言人道，有更深之了解。白话释义。子游说，事君太逼促，太琐屑，便会受辱了。交友太逼促，太琐屑，
便会见书了。113。公长篇第5。1. 子谓公也长，可欺也。虽在雷泄之中，非其罪也已。其子欺之。子谓难容，方有道不废，方无道免于刑捉。以其兄之子欺之。公也长，孔子弟子。公也是，长名。其人在《论语》为此。一见。雷泄，雷，黑色大锁。泄，铅细义。古狱中用黑锁系罪人。公也常曾因事入狱，实非其罪。以其子欺之，古男女皆称子。孔子以己之女嫁公也长。难容，亦孔子弟子，名涛。不废，废，弃义。国家有道，必见用，不废弃。免于刑戳，刑罚。戮，诛戳。国家无道，难容谨于言。刑，亦可免于刑戳。以其兄之子欺之。孔子有兄孟皮，早卒。孔子以孟皮之女嫁难容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。114。本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的诗，《论语》编者以记前4章之后。孔门之教，重于所以为人，知人物之贤否，行事之得失，及所学之实证。孔子千古大圣，而其则序条件，即为平易。学圣人亦当在平易近人处。编者以本章为本篇之首，亦有深意，学者其细阐之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公也长，可嫁他一女儿吧。他虽曾下过牢狱，但不是他的罪过呀，遂把自己女儿嫁了他。又说难容国家有道，他是不会废的。国家无道，他也可免于刑戮，把自己的侄女嫁了他。2. 子谓子建，君子哉若人！鲁无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子建，孔子弟子，及密不齐。密又作虚，独如服。若人，犹云此人，指子建。斯焉取斯？斯，此也。上斯自指子建，下斯自指其品德。取法义，亦或取义。言鲁若无君子，斯人何所取以成斯德？孔子之于人，美不称其直美，而声称其好学，如颜渊。此章言君子成德，有赖于尊贤取友之意，亦称子建之善学。公治长篇第5。115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子建这人呀，真是个君子人了。但若鲁国没有许多的君子，他从哪里取得这样的品德呢？3. 子贡问曰：次也何如？子曰：女。弃也曰：何？弃也曰：胡连也。次也何如？次，子冠名。与师言，自称名，敬也。子贡闻。孔子立平诸弟子，问己如何？女弃也，女即汝，指子贡。言汝乃有用之成才。何弃也？也，通作协，疑问辞。子贡又问：是何等器？胡连，胡连乃宗庙中圣属祭之器，竹制，以喻视之，言其既贵重，又华美，如后世阎郎庙之材。读书有当会通说之者，有当谨就本文，不必牵引他说者。如此章，孔子告子贡汝弃也，便不当牵引君子不弃章未说。白话释义：子贡问道：次怎样呀？先生说你是一件有用之器。子贡说：何种器呀？先生说你像是放在宗庙中圣属祭的胡连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。116。4. 或曰：庸也，人而不佞。子曰：焉用佞？欲人以口给，屡增于人。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庸，孔子弟子，冉氏，字仲弓。佞，古佞字有多才艺，又巧艺。此处以口才之美为佞，
孔子称庸也简，待视其人简默，不善口谈，故惑人谓其不佞。欲人以口给，供给义。口给者，应对敏捷，口中随时有供给。欲如金云对付。屡增于人，屡数也。增厌恶义。口给义起人厌。不知其人，焉用佞？人得不义气，故孔子谓虽不知众功之果人否，然亦无所用于佞。此章惑人之问，可见时风之上佞。而孔子称庸也简，又回也如鱼，参也鲁，此三人皆孔门高第弟子，皆不佞。知孔门所重，在德不在佞。白话释义：有人说庸雅，他是人人，可惜短于口才。先生说哪里定要口才呀？专用口快来对付人，只意讨人厌。我不知庸是否的称谓人，但哪里定要口才呀？公冶长篇第5 117 5。子使七雕开示，对曰：吾思之未能信。子说：七雕开，孔子弟子，七雕是。吾思之未能信，吾七雕开自称。或说弟子在师前自称。名七雕开名起，古写作起，后人误书谓吾。思此也，谨承上士自来。出世将以行道，七雕开不愿具出世，言对此事未能自信，愿学问修养亦求自尽，不欲潜从政。是其志大，不欲小事。子说自戒作乐。孔子并不以不仕位高，然亦不愿其弟子热衷利禄，积极求仕进，故闻七雕开之谦退而喜悦。白话释义：先生欲使七雕开出世，七雕开说：我对此事还不能有自信呀。先生听了很喜悦。6。子曰：道不行，臣服浮于海，从我者其有与？子路闻之喜。子曰：有也，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丙浮于海，编竹束，浮行于水面，大者就伐，小者曰浮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118。今俗称排。孔子商道不行，言敢臣服浮海。从我者其有与？海上风波险恶，岂可臣服长游？孔子之言。盖深探无道之不行，即所谓欲济无舟楫也。子路勇决，故谓其能从己，此亦假托之为辞耳。子路闻之喜。子路闻孔子称赏及己而喜。由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孔子转其辞风，谓由之好勇，过于我矣。其奈无所取材以为符合？才谓未服之竹木。此乃孔子更深一层之慨叹。既无心于陶氏，而其无所凭借以行道之感，则曲折而更显矣。或曰：才与才同。子路以孔子之言谓实然。孔子美其勇于义，而讥其不能才度于事理。唯臣服浮海，本谓托辞，合乎正言以讥子路。就本文理去言，当从前解为胜。此章辞指深隐，既楷甚遥。细笑婉转，即文章之妙趣。两干500年前圣门师弟子之心胸英貌，如在人耳目前，至情至文，在《论语》中别成一格调，读者当视作一首散文诗玩味之。或说子罕篇有余寓居九夷章，此章浮海，亦指渡海去九夷。孔子自叹不能行道于中国，犹当行之于蛮夷，故此章之浮海，绝非高岛出尘，绝俗辞世之意。然此章记者则仅言浮海，不言居夷，亦见其修辞之精妙。读者当取此章与居夷章参读，记之英文考试，明其实际，亦当就文论文，玩其神旨。如此读书，乃有深悟。若专以居夷是此章之浮海，转成呆板。义理、考据、辞章，得其一，丧其二，不得未能读书。
白话释义。公治长篇第5 119。先生说，在这世间，无道是不能行的了。我想乘木筏漂浮到海外去，算指子路一人会和我同行吧。子路听了大喜。先生说：有呀，你真好勇过我，可惜我们没处去弄到这些木材啊。7。孟武伯问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问。子曰：有也，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父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世之义，百乘之家，可使谓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数代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不知也，人道至大，仁德至高，孔子不以轻许人，故说不知。由上张庸也不知其人之意。又问。于武伯又问。然则子路为何等人治其父？古者征兵员及修武备，皆称父。治父即治军也。千世之义，千世之义，于时为大义，为卿大夫家使有之。百柄之家，其实诸侯有车千乘，卿大夫家则百乘。谓之宰，宰指家宰义宰言。赤也何如？公西华名赤，亦孔子早年弟子。数代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。古人平居则缓带，低在腰；欲有礼事，则束带在胸口，高而紧。宾者大客，如国君上卿；客者小宾，国君上卿以下。两字分用有别，合用则通。公西华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120。有外交才，可使数代在朝，与宾客相应对。孔子平日讲学及崇仁，仁乃人生之全德。孔子特举以为学童修养之最高标准，而又使学者各就才性所敬，各务专长，唯同向此全德为归趋。人求全德，亦不可无专长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虽未具此全德，然已各有专长。此章不仅见孔门之多贤，亦见孔子教育精神之伟大。白话释义。孟武伯问：于路可说是一个人吗？先生说：我不知。孟武伯再问：那么他就是怎样的人呀？先生说：有呀，一个具备千乘兵车的大国，可使他去治其军事。若问他的仁德，我就不知了。孟武伯又问：冉有怎样呢？先生说：求呀，一个千户的大邑，具备兵车百乘的大家，可使他去做一总管。若问他仁德，我就不知了。孟武伯又问：公西华怎样呢？先生说：赤呀，国有宾客，可使他竖起带，立在朝上应对一切。若问他仁德，我就不知了。8。子谓子贡曰：女与回也孰悦？对曰：次也。何敢忘？回也闻一以之十，次也闻一以之二。子曰：弗如也。吾与女弗如也。公治长篇第5 121。女与回也孰悦？女即汝。昂，甚异。谓汝与回孰甚？闻一以之十，十者数之全。颜渊闻其一节，能推其全体。闻一以之二，二者一之对。子贡闻此，能推以至彼。弗如也。颜渊由一的全，子贡由此及彼。颜渊盖能直入室，理之内，浑然见其大通。子贡则从事理之对立上比较，所知人在外，故孔子亦谓其弗如也。吾与女弗如也，此语自有两解。一谓我与汝君不如，一谓我赞许汝能自谓弗如。此当从前解。孔子既深喜颜渊之贤，又喜子贡能自知弗如，故曰：我与汝俱不如，盖亦以谓子贡。或曰：孔子无常师，好故敏求，及其大成，可谓坚矣。
颜渊得知孔子，不似旁求，又其天资高，过此以往，殆不可测。孔子自言不如，乃要其将来。此弥见圣人之谦意。此章不但见孔门之多贤，亦见孔子之胸襟，与其当时心情之欢悦。2500年前一大教育家之气象，与夫其师弟子间一片融合快乐之精神，尽在目前矣。又按世子贡贤于仲尼，而子贡自谓不如颜渊，孔子亦自谓不如颜渊。然在颜子自是，或将谓不如子贡。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此圣贤之德，所以日进而不已。学者其身体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对子贡说：“你何言回哪一个强些？”子贡对道：“次呀。”哪敢忘回呢？回呀。听得一件，知道10件。次呀。听了一件，指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22。知2件先生说：“你诚然不如他，连我也一样不如他。9. 宰予纣请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强不可污也。”予与何诸？子曰：“始无于人也，听其言而信其行；今无于人也，听其言而观其行。”予改氏。宰予，宰我名。论语，记诸弟子，道不直书名，此处当作宰我始何？或曰：宰我得罪于孔子，故书名以贬之。然如此，则是记者之辞，未必孔子当时有此意。按本章4上有可疑，说在下。纣请，此2字有数说。一谓当纣而眠，孔子则其志气昏惰。一谓请者请示，入夜时居，宰我纣居请，故责之。一谓纣书，当作画格，宰我画其请示，加以早会。一谓画室画意，请示习意。宰我自画时间精力，贪图修习。今按依第2解，当作纣居请，不得云纣请。依第4解，增字太多。第3解指责其不画便是，何来有于与何诸之语？人当从第1解。日纣，非晏起；日请，亦非假寐。韩诗外传为灵公纣请而定，志气亦衰。宋玉高唐赋，楚王纣请于高唐之台。知纣请在古人不作家事看。朽木不可雕，朽木，腐烂之木，不能再加以雕刻。粪土之强不可污，粪土，由秽土也。污，是强之泥刀。秽。公冶长篇第5。123。土之强不可复视。与何诸？诸，则也。谓对宰我不必再责，犹言宰我不可再交会。子曰：或说此子曰2字当勿复。或说此下语更端，故又以子曰起之。与改氏，是字，指上闻听其言而信其行。孔子为因于宰我而改变此态度。按宰我欲于孔门之4科，与子贡齐称，亦孔门高第弟子。此章孔子责之以甚，甚未可疑。或因宰我负大志，居常好大言，而致大行书，孔子故作言辞以戒。他日，宰我事于齐，助齐军，排田氏，终为田氏所杀。然此非宰我之过。窃疑其论，除多问王之道2篇外，其20篇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，自章与始合而异之。或此章仅见于其论，或其论此章语句不同于鲁论，而章语一而采之，而宰我在填其诸如口碑中，则正如谓之何晏、唐之王叔文，则此章云云，或非当时实录。孤是所疑，然亦无可参定矣。白话释义。宰我白日睡眠，先生说烂木不能再雕刻，肮脏的土墙不能再
粉饰，我对宰予还能有何责备欲？先生又说，以前我对人听了他说话，便信他的行为了。现在我对人听了他说话，再得看他的行为。这一态度，我是因对宰予而改变的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24。佚名。子曰：吾未见刚者。或对曰：生臣。子曰：臣也。欲焉得刚。刚者，刚断刚烈义。人之德性，以刚为难能而可贵。故孔子叹其未见。生臣，亦孔子弟子。臣也。欲焉得刚。人多是欲，则趋易训物，不得果烈。此彰见孔子极重刚德。刚德之人，能生乎事物之上，而无所屈挠。富贵贫贱，威武患难，乃及利害毁誉之变，皆不足以久其气，动其心。凡儒家所重之道义，皆赖有刚德以达成之。若其人而多欲，则是情系恋，心存求起，刚大之气馁矣。但此张谨言多欲不得为刚，非谓无欲即是刚。如道家庄老皆主无欲而上柔道，亦非刚德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我没见过刚的人。有人说，生臣不是吗？先生说，臣呀。他多欲，哪得刚？公冶长篇第5。125。佚一。子贡曰：我不欲人之家诸我也，无亦欲无家诸人子。曰：是也。非尔所及也。家诸我，家邻邑，谓亦非一家人。非尔所及，即犹能矣。此句有两解，一谓不加非议于人，此故能及；不欲人加非议于我，则不能及。重在承上一句。一谓施诸己而不怨，亦勿施于人。此数之事，子贡当能之。我不欲人之家诸我，无亦欲无家诸人。此人之事，孔子谓非子贡所及。所以辩于人数者，勿视禁止之词，无则自然不待用力。重在承下一句。然孔子又曰：人远乎哉？我欲人，斯人至矣。子贡欲无以非礼不一家人，即此一念亦是人。所谓其心日月至焉，岂可谓非尔所及乎？今从第一解。盖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语气偏重在下一句。今日我不敢人之家诸我，无亦欲无家诸人，语气上下平等，化为两事。孔门之教，重在尽其在我，故曰此非尔所及。今按孔子教人主反求诸己，主尽其在我，本章所以教子贡者，学者能细阐之，则心日广，德日进矣。白话释义。子贡说，我不要别人把这些加在我身上，无亦不要把这些来加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26。在别人身上，先生说，次呀。这非你能力所及呀。一二。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。夫子之言信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文章指诗书礼乐，孔子常举以教人。信与天道，孔子言信《论语》为一见。天道由云天行，孔子有时称之曰命。孔子屡言之天之命，然不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。子贡之叹，乃叹其精义之不可得闻。本章不可得而闻也下，或本有意义两字，是子贡之深叹其不可闻。孔子之教，本于人心以达人道，然学者常教由心以及性，由人以及天，而孔子终不深言及此。故其门人怀有隐之疑，子贡发不可得闻之叹。及孔子末，莫迪、庄周昌言天，孟轲、季卿昌言性，乃开此下思想界之争辩，历百世而终不可合，可知圣人之深远。后之儒者，又美好以孟子说《论语》。
孟子之书，诚为有功甚学，然学者人当前兴。论语却乎有的，然后至孟子之书，乃可以无病。此意亦不可不知。白话释义：子贡说，先生讲诗书礼乐是可以听到的。先生讲性与天道。公治长篇第5 127，是难得听到地了。义3。子路有闻，谓之能行，唯恐有闻。子路曾问闻斯行诸？盖子路乃能遵所闻而勇于行。前有所闻，未及行，恐复有闻，行之不给。此见子路之有闻而必行，非真恐复有闻。论语记孔子弟子行事，为此一章。盖子路之勇于行，门人相推莫及，故特记之。曰为孔者，乃代述子路之用心，亦见孔门之善于形容人之贤德矣。白话释义：子路听到一项道理，若未能即行，便像怕再听到别一项。疑4。子贡问曰：孔闻子，何以谓之闻也？子曰：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闻也。孔闻子，谓大夫，名语。闻其事。左传载其人私德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28。有会，子贡疑其何以的是未闻，故问。敏而好学，敏即素义。孔子好故敏以求之事也。不耻下问，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皆称下问，不专。只谓与年之高下。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则其近于善也不难矣。是以谓之闻。孔子谓如此，便可视为闻。见孔子不媒人善，与人为善，而略所不逮，此亦道大德弘之一端。白话释义：子贡问道孔闻子何以的是谓闻呀？先生说，他做事勤敏，又好学，不以问及下于他的人为耻，这就的是谓闻了。义5。子谓子产，有君子之道4焉。其行己也公，其事上也敬，其养民也惠，其使民也义。子产，春秋时正大夫公孙侨。公敬惠义，公谦逊义，敬谨克义，惠爱利人，义使民以法度。子产在春秋时，是公者见，人敬之之。而孔子特表出其有君子之道4，所举以进修以治人敦伦笃行之大节，则孔子所称美于子产者至矣。或未列举其美，见其有所谓治。人非圣人。公治长篇第5 129。则孰能尽美而尽善？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子产有君子之道4项，他操行极谦恭，对上位的人有敬礼，养护民众有恩惠，使唤民众有法度。一6。子曰：晏平仲善与人交，久而敬之。晏平仲，春秋齐大夫，名殷。交友，敬之，此之自有2解：一，人敬晏子，故一本作久而人敬之，谓是善交之晏。然人敬晏子，当因晏子之贤，不当为因晏子之善交。一，指晏子敬人。交有久则敬亦衰，晏子于人，虽久而敬爱如新。此孔子称道晏子之德。孔门论人，常重其德之内蕴，尤过于其功效之外见。如前子产章可见。今从第2解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晏平仲善于与人相交，他和人处久了，人能对那人敬，亦不衰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30。义7。子曰：臧文仲居蔡，山节藻捉，何如其之也？臧文仲，春秋鲁大夫臧孙臣。闻其事。居蔡，蔡大归民。
古人以龟卜问吉凶。相传南方菜得出鳝龟，因名龟味菜。居葬义，文仲宝葬一大龟。山节藻桌，节屋中柱头之斗拱，刻山于节，故曰山节。桌梁上短柱，藻水草名，画藻于桌，故曰藻桌。山节藻桌，古者天宇以示庙，何如其之也？时人皆称臧文仲谓之。孔子因其产龟夭服，故曰文仲之之就何如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臧文仲葬一大龟，在那龟室中柱头斗拱上刻有山水，梁的短柱上画了藻草，装饰的像天子奉祖宗的庙般，他的智慧就怎样呀？义八。子张问曰：令尹。子闻三世谓令尹，无喜色。三已之，无愠色。就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子曰：公至长篇第5。131。中以曰：人矣乎？曰：谓之。焉得人？崔子。是其君。臣闻子有马食甚，弃而为之。至于他邦，则曰：犹吾大夫崔子也，为之。之一邦，则又曰：犹吾大夫崔子也，为之。何如？子曰：亲矣。曰：人矣乎？曰：谓之。焉得人？令尹。子闻。令尹，楚官民，乃补卿执政者。宇文、窦氏，名古于土。三世谓令尹，三当令尹之官。庄子、荀丁、吕氏春秋、朱书，皆以其人谓孙叔敖，孔氏传闻之讹。中以子闻谓令尹，三去职，人不见其喜运，是其不已。斯人的失淫心，并以旧政告新尹，以可谓之中。谓之。焉得人？此谓之有两解。一说之独为治。子闻举。子欲谓令尹，使楚败于晋，未得谓治。然未得谓治，不当曰谓治。且《论语》谓言子闻举子欲事，不当逆揣为说。一说子闻之可知者仅其中，其他未能详之，不得具许以人。然下文焉的人，犹如云焉的简，焉的刚，乃绝绝词。既曰谓之，不当决然又断其为不仁。盖孔子及旧子张之所同，论其事，则若可谓之中矣。人谓全德，亦即完人之称，而子闻之不得谓全德完人，则断然也。然则孔子之所谓谓之，亦婉辞。崔子是其君，其大夫崔杼是其君庄公。臣闻子，其大夫名虚无，有马食甚，当时贵族以4马驾1车。食甚有马名食匹，盖下大夫之禄，故无力讨贼也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新解》132。弃而为之，为离去义。弃其禄位而去。犹吾大夫崔子，此处崔子，鲁论作高子。或说其大夫高后，乃有力讨贼者，其人昏暗无事，崔杼先杀之，乃是其君。臣闻与欲他国执政大臣为其讨贼而失望，乃为他国执政大臣亦如高后。若未尽如崔子，乃为其虽为弑君作乱，但亦如崔子之不逊。本章上文未提及高子，徒于陈文子口中说出，书欠交代，夷人作崔子为是。卿以陈文子弃其禄位如碧玺，洒然一身，三去乱邦，心无挚爱，宜若可称为卿。谓之。焉得人？此处谓之人如上有2解。一说文子所至言犹吾大夫崔子，其人似少涵养，或可因言道惑，故事不至。此说之不当，亦如前辩。另一说仅知其亲，来知其人，便亦如前。盖就三去之事言，若可谓之亲，而其人之为臣得完人与否，则谓之也。盖中之与亲，有就一节论之者，有就臣得言之者。
系为本章辞弃。孔子仅以中卿之一节许此两人。若果中卿臣德如比干、伯夷，则孔子亦即许之为人矣。盖比干之为中，伯夷之为轻，此皆千回百折，必深以之，乃其人之臣德，而其一节之谓乎？白话释义。子张问道：令尹子闻3次当令尹，不见他有喜色；3次罢免，不见他有愠色。他自己当令尹时的旧政，必然告诉接替他的新人，如何呀？先生说：可算是中了。子张说：好算人人了吧？先生说：那只是这一事堪称为中而已，若问其人，那我不。公冶长篇第5。133。之呀，但哪得为人人呢？子张又问道：崔杼是齐君，陈文子当时有马40匹，都抛弃了，离开齐国，到别国去。他说：这里的大臣也像我们的大夫崔子般，于是又离去，又到别一国。他又说：这里的大臣还是像我们的大夫崔子般，于是又离去了。这如何呀？先生说：可算是轻了。子张说：好算人人吧。先生说：那知这一事堪称为轻而已，若问其人，那我不知呀。但哪得为人人呢？9。季文子3思而后行，子闻之曰：在，斯可矣。季文子，鲁大夫季孙行父。闻其事。3思而后行，此乃时人称颂季文子之语。在斯可矣，此语有2解。一说言季文子恶能3思，既能在思，斯可。一说积其美事不必3思，在思即已可，乃言季文子之多思谓无足贵。今按季文子之为人，于祸福利害，计较过细，故其生平行事，美恶不相掩。若如前解，孟子曰：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，乃指义理言。季文子之善故周详，并不得谓之思。若如后解，孔子曰：有也果，于从政乎何有？是有贵于刚决，多思转多思，无足称。今就《左传》所载季文子行事与其为人，即以本章之文理辞弃参之，当从后解为是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134。白话释义。人家称道季文子，说他临事总要3次思考然后行。先生听了说：思考2次也就够了。20。子曰：宁武子，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宁武子，谓大夫宁愚。5. 其事。邦有道则知，邦无道则愚。有道无道，指治乱安为言。或说宁子是于魏成公，成公在位30余年，其先国上安定，宁武子辅政有见字，是其志。后魏受尽迫，宁武子不避艰险，历朝不去，人见魏愚。然当为乱，能强力不回，是不可及。或说此乃宁武子之忠，谓之愚者，乃其韬晦审明，不自曝其贤之，存身以求济大事。此必别有事机，为《左传》不多载。今按以忠谓愚，乃愤时之言。沈惠仅求免身，乃老庄之道。孔子之称宁武子，当以后说为是。今按上章论季文子，时人皆称其智。本章论宁武子，时人或谓之愚。而孔子对此2人，特另加品质，其意大可完美。又按本篇皆论古今人物贤否得失，此2章即前论臧文仲，令尹子文、陈文子，后论伯夷，书其极为升高。时人谓其如此。公冶长篇第5。135。孔子定其不然，唯显谄忧，是非分明。此乃大学问所在，学者当由心玩所。白话释义。
先生说：您五子在国家安定时，显得是一致者；到国家为乱时，像是异于人。其表现智慧时尚可及，其表现愚昧时便不可及了。21子在臣曰：归与。归与。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子在臣，史记鲁使使召冉求，求将行。孔子曰：鲁。人召求，将待用之。是日，孔子有归与之叹。吾党之小子，党乡党。吾党之小子，指门人在鲁者。孟子万章问曰：孔子在臣，何思鲁之狂士，是也？孔子周留在外，其志本欲行道，今见道中不行，故欲归而一役于教育后进。鲁之召冉求，将待用之，然冉求未足当大用，故孔子即欲归而与其门人弟子一家讲明之功，数他日中有能待用于世者，否则亦以传道于后。狂简，或说狂，志大；简，疏略。有大志而才学尚书，亦说简大义。狂简未进取有大志。孟子万章问孔子，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36在臣曰：何归乎来？吾党之士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出是狂。简即未有志进取。不忘其出者，孔子周游在外，所如不合，而在鲁之门人，出志不衰。时从孔子在外者，皆高第弟子，则孔子此语亦不专指在鲁之门人，特欲归而亦求教育讲明之功耳。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斐，文茂；章，文章。如乐章，五声变成文，亦称章。此乃喻词，谓如不博，以之成章而未裁剪，则人无确切之用。不知，或说门人不知自裁，或说孔子不知所以裁之。此语仅承上文，当从前解。或说斐然成章，未作篇集。古无私家著述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定诗书，亦在归鲁以后。此说不可从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在臣，叹道归去吧，归去吧。吾故乡这批青年人，抱着进取大志，像布匹般，已知的文采斐然，还不知怎样裁剪呀。22子曰：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愿是用兮。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。孤竹，国名。旧恶，亦说人恶能改，即不念其旧；亦说此恶自即怨，自旧恶即宿怨。怨是用兮，兮少义。就说怨，指别人怨二字，则旧恶因。公冶长篇第5。137如第二解。为《论语》又云：伯夷叔齐，求人而得人，又何怨？则此处亦当解作二子自不怨。昔如老子听之不闻曰：昔未见二子有怨之机。孟子曰：伯夷胜之亲者，又称其不利于恶人之朝，不与恶人言。盖二子恶言，武王伐纣，二子犹非之，则二子之于世，殆少可其义者。然二子能不念旧恶，所谓朝有过系改则与之，系有过朝改则与之。其心清明无挚爱，故虽少所克，而亦无所怨。如孔子不怨天不由人，乃二子己心自不怨。今按子贡名曰：伯夷叔齐怨乎？司马迁又曰：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，人皆疑二子之怨。孔子独明其不怨，此亦诙显谄忧之意。圣人之人，即圣人之所以明道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伯夷叔齐能不纪念外面一切以往的恶事，所以他们心上亦少有怨。23子曰：孰谓为身高直？或起息焉，起诸其邻而与之。
为身高，鲁人，名高。或未及尾身高，乃与女子其桥下，水至小去，抱住而死者。或起息焉，息急促，起讨益。人来起息，却则与之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38。无则辞之。今为身不直告以无，又转起诸陵而与之，此四区亦训物。为身所有直名，孔子从此为小处断其非谓直人。若为身果是伪身，彼又素有守信不渝之名，乃终以与一女子约而自训其身，其性如此，其直可知。为身待委屈事故，以博取人之称誉者。孔子最不喜此类人，所谓相悦难与入德。此章亦观人于为品德之高下，行为之是非，故不论于事之大小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那人说为身高直雅，有人向他讨些醋，他不直说没有，向邻人讨来赚给他。24。子曰：巧言令色，足弓。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逆怨。而有其人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足弓，此二字有曲解，一说足过意，以为莫足天而足之，实以过分。说巧言，以言语悦人；令色，以言包容貌。悦人，足弓，从两足行动上悦人。小代理表记篇有云：君子不失足于人，不失色于人，不失口于人。大代理亦以足弓口甚相对谓文。今从后说。左丘明，鲁人，名。或说及左传，作者为左传，称左氏，此乃左丘氏，宜非一人。公治长篇第5。139。逆怨而有其人，逆藏义。藏怨于心，诈亲于外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好话，装出好面孔，搬动两脚，扮成一副恭敬的好样子，求取悦于人。左丘明认为可耻，我亦认为是可耻。心怨其人，藏逆不外露，人与之为友。左丘明认为可耻，我亦认为是可耻。25。颜渊记录事。子曰：何各言而至？子路曰：愿车马。衣轻裘，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。颜渊曰：愿无伐善，无失劳。子路曰：愿闻子之至。子曰：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是指立是言。若坐而视，必别以明闻者之。何不也？衣轻裘，此处勿多一轻字，当作车马衣裘。共避之而无憾，恨意。或于共字断句，下场之而无憾五字谓句。然曰愿与朋友共，又曰避之而无憾，避之似专指朋友，虽曰无憾，其意若有憾矣。不如作共避之为句，语义较显。车马衣裘，常所服用，物虽为，亦较比我，于路心体阔然，较之与朋友通才，更进一层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40。无伐善，无失劳。伐，夸张义。以有善，心不自夸。劳伪。有功，失亦张大义。亦曰劳而不伐是也。善存诸己，劳施于人，此其别。亦说劳为劳苦事，非以所欲，故亦不欲施于人。无伐善以修己，无施劳以安人。颜子之志，不仅于成己，又求能及物。若在上位，则愿无施劳于民。秦皇、隋炀皆施劳以求获民者。今按欲宜章三子言志以出言，此章言志以处言。今从上一说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，此三之字，一说指人。老者我养之以安，朋友我交之以信，少者我怀之以恩也。另说三之字指己，即恐于自止。己必孝敬，故
故老者安之。己必无妻，故朋友信之。己必有词汇，故少者怀之。论语多言近己功夫，少言在外之效验，则似第一说为是。然就如第一说，老者养之以安，此必老者安于我之养，而后可以谓之安。朋友交之以信，此必朋友信于我之交，而后可以谓之信。少者怀之以恩，亦必少者怀于我之恩，而后可以谓之怀。是从第一说，人必进入第二说。盖功夫即在效验上，有此功夫，痛时即有此效验。人我皆人于化境，不仅在我心中有人我一体之人，即在人心中，亦更与我无隔阂。同此人道，同此化境，圣人仁德之化，治世而可无憾。然此老者朋友与少者，亦指孔子亲所接对者言，非分此三类以该尽天下之人。如桓往欲杀孔子，桓追本不在朋友之列，何能交之以信？天地有汉，圣人之功夫与其效验，亦必有限。今按此章见孔门师弟子之所志所愿，亦即孔门之所日常。公治长篇第5 141。讲求而学。子路、颜渊皆以有益于孔子之所为人。然子路徒有与人共知之意，而未见及物之功；颜渊有之，而未见物得其所之妙。孔子则内外一体，直如天的之化功，然其实则只是一人境，只是人心之相感通，故亦无他其可言。读者最当于此等处体会，是即所谓治孔颜之治，学孔颜之学。又按孔门之学，言及其所行，行及其所言，未尝以空言为学。读者细阐此等章可见。白话释义。颜渊、子路侍立在旁，先生说：“你们何不各言己志？”子路说：“我愿自己的车马衣裘和朋友们共同使用，直到破坏，我心亦没有少为憾恨。”颜渊说：“我愿己有善，己心不有夸张；对人有劳，己心不敢有失语。”子路说：“我们也想听先生的志愿呀。”先生说：“我愿对老者能使他安。对朋友能使他信，对少年能使他与我有怀念。26。子曰：“已乎！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颂者也。”己已乎，由俗云完了吧。下文孔子未见此等人，恐其中不得见而叹之。见其过而内自颂，颂就则易。己过不易见，能自见己过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42。又多自伪自解，少能自责。今按谄渊不迁怒，不贰过，孔子许其好学。然则孔子之所想见，即颜渊之所愿学。孔门之学，断当在此等处求之。或说此章代似颜子意思，孔子叹好学之难遇，谓之然否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“完了吧！吾没有见一个能自己看到自己过失而又能在心上责备他自己的人呀。”27。子曰：“时事之义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时事小义，忠信人之天职，与生俱有。丘，孔子自称名。本章言美直易得，虚学而成。所谓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道学可以治圣人；不学不免为乡人。后人尊崇孔子，亦仅可谓圣学难器，不当为圣人生之，非由学得。按本篇立论古今人物，孔子圣人，人伦之治，而自谓所益于人者为在学。编者取本章为本篇之奠，其意深长矣。学者其细阐焉。公治长篇第5 143。又按后之学孔子者，有孟轲、荀卿，最谓大儒显学。
孟子道性善，4偏重于发挥本章上一语。荀子劝学，4偏重于发挥本章下一语。各有偏，思不免于各有失。本章浑阔，乃意见其宏深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10家的小义，其中必有像我般资质中性的人，但不能像我般好学呀。145。雍也篇第6。1。子曰：雍也，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。子曰：可也。统仲弓曰：居敬而行俭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俭而行俭，吾乃太监乎？子曰：雍之言然。南面人均听政之位，言冉雍之才德，可使任诸侯也。仲弓问子桑伯子。子桑伯子，鲁人，夷籍。庄子书中之子桑户，与秦张未有者。仲弓之问伯子亦可使南面否？非犯问其为人。仲弓问以下，或别为一章，今不从。可也。俭不凡易。子桑伯子能俭，故曰可，亦指可使南面。可者，仅可而未尽之意。居敬而行俭，上不凡则民不扰。如汉初除秦苛法，与民休息，遂治平安，故治道贵俭。然须居心静，使有一段精神贯久。居俭而行统，其行俭，其心亦俭，则有苛且律略之弊，如庄子之言治道即是。本篇自14章以前，亦多讨论人物贤否的诗，与上篇相同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46。15章以下，多泛论人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雍呀，可使他南面当一国君之位。仲弓问道：子桑伯子如何呢？先生说，可呀。他能俭。仲弓说，若居心静而行事俭，由那样的人来临居民上，岂不好吗？若居心俭而行事俭，下就太俭了吗？先生说，雍说的对。2。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？孔子对曰：有颜回者好学，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迁怒，如怒于甲，迁即矣。怒在时，迁即一。贰过，复义。偶犯有过，后不复犯，是不贰过。亦说。易传称颜子有过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。是指在念虑间有过，心即觉察，力加止觉，不复见之行事。今按此4深一层莫之。就本章言，怒与过皆已见在外，应从前解未允。又说不贰过，非谓今日有过，后不更犯。明日又有过，后复不犯。当知见一不善，一番改时，即猛进一番，此类之过即永绝。故不迁怒如镜悬水止，不贰过如冰消冻室，养心至此。雍也篇第6。147。始见功夫，此说不贰过，亦4深一层说之，而较前第1、2解未甚。读《论语》于通解本文后，人贵能博参众说，多方体就，思能智慧日进，道义日开矣。今也则亡，未闻好学者也。王同吴两句亦相重复，盖深习颜子之死，又叹好学之难的。又亦说，本当作今也则未闻好学者也，勿多以王字。本章孔子称颜渊为好学，而特举不迁怒不贰过2事。可见孔门之学，主要在何以修心，何以为人，此为学的。读者当取此章与颜渊子路各言而治章对参，治之所在，即学之所在。若不得孔门之所治与所学，而仅在言辞问求解，则巫足贵矣。白话释义。鲁哀公问孔子道：你的学生们哪个是好学的呀？孔子对道：有颜回是好学的，他有怒能不迁向别处，有过失能不再犯。
可惜短寿死了，目下则没有听到好学的了。3. 子华始于齐，冉子为其母请诉。子曰：与之父请义。曰：与之与冉子与之宿五柄。子曰：赤之是其也。乘肥马，衣轻裘。吾闻之也。君子周疾不继父。元思谓之宰，与之宿900。辞。子曰：吾亦与尔邻里相党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48。乎！子华，公西赤字，孔子早年弟子。始于齐，孔子始之也。冉子，论语，有子、曾子、闵子皆称子，此外冉求亦称子。此冉子当是冉求。或疑谓冉伯牛，今不从。或说此章乃冉求门人所记，故称冉子。然此章连记两事，应记冉子之语素，而并记元思之辞录，以行见冉子之师，不应是冉求门人所记。论语何以独于此4人称子，未能得确解，但当存疑。为其母请诉，冉求以子华有母谓辞，待谓之请也。素米对文，素有壳，米无壳。若单用素字，则素即为米。辅6斗4升为一辅。谷量约合金量之半，3斗2升，仅1人中月之时。盖孔子以子华家甚富，特因冉求之请而少与之。请义，冉求更谓之请增。庚2斗4升为一语。谓于一辅外再增一语，非以语一辅。或说一语16斗，然孔子本不欲多语，不应骤加16斗，今不从。五柄16斛为一柄，五柄合80斛，一斛10斗。周疾不继父，疾穷迫义。周补其不足，季续其有余。子华之去，乘肥马，衣轻裘。虽有母在家，故不呆别有给养。故冉求虽在请，孔子终不多语。乃冉求以私意多语之，故孔子直告之如此。元思，孔子弟子元献，字思，谓之宰。谓孔子家宰当在孔子为鲁司空司寇时。或本矣。雍也篇第6。149。此下为另一章。与之宿900，家宰有长禄，元思家贫，孔子与之宿900，当是900斛。古至大夫家宰，用上士谓之，元思所得，盖略当1上7之禄。以斛合时，一石120斤，2斛约重1石又半。汉至田1亩收粟1石又半，100亩收150石，舍200斛。上士当的400亩之粟，即800斛，又加归田50亩，共100斛，则为900斛。略当其时450亩耕田之收益。辞，元思嫌孔子多语，故请辞。吾禁止辞，孔子命元思勿辞。以与尔邻里相党，谓若嫌多，不妨以之周记尔之邻里相党。本章孔子当冉有之请，不直言拒绝，当元思之辞，亦未则其不当。虽于授语之间，斟酌尽善而极言。而其教导弟子，宏裕宽大，而崇讲廉愚之意，亦略可见。学者从此等处生参之，可知古人之所谓义，非不计财力，亦非不近人情。白话释义：子华出使到齐国去，冉子代他母亲请养米。先生说：“给他一斛吧。”冉子再请增。先生说：“加语吧。”冉子给了米5饼。先生说：“是这次去齐国，车前驾着肥马，身上穿着轻袭。吾听说，君子欲穷极人该周济，欲富有的便不必再帮助。元思当先生的家宰，先生给他俸米900斛。元思辞多了。先生说：“不要辞，可给些你的邻里乡党呀。”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50。4.
子谓仲弓曰：离牛之子心且矫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。诸子谓仲弓曰：《论语》与某言，皆称子谓某曰：此处应是。孔子告仲弓语。或说此章乃孔子论仲弓之辞，非是与仲弓语。否则下文岂有面其子而以离牛喻其父之理？或又疑仲弓父冉伯。牛纵谓此章非孔子与仲弓言，孔子亦不当论仲弓之美而暗赐其父之名，比之为离牛。故谓此章乃是泛论古今人而特与仲弓言之，不必即指仲弓也。子谓仲弓可使南面，仲弓谓季氏载，问焉知贤才而举之，或仲弓于选贤举才取则太严，故孔子以此小而广之耳。按子罕篇，子谓颜渊曰：惜乎！吾见其境，未见其指正是评论颜子之词，与此章句法相似。本篇前14章均是评论人物贤否的诗，则为此章论仲弓更合，唯以离牛暗赐其父之名，则可疑。离牛之子，离牛，耕牛。古者耕牛不以为生公祭祀。子指独言。心且矫，心赤色。周人上赤，祭身用心。矫谓其矫周正，合于牺牲之选。或说铜牛无角，金言角，谓其及时可用。勿用，用谓用以祭。山川其舍诸，山川指山川之神言。周礼用心生者三事：一、祭天南郊；二、宗庙；三、望祀四方山川。耕牛之子心且。雍也篇第6。151。角纵不用之郊庙，山川次祀宜可用。淮南子曰：离牛生子而息，以审诸何？何伯岂修其所从出，辞而不享哉？即运用《论语》此章义。故曰山川之神不舍也。此言父虽不善，不害其子之美，终将见用于世。史记言仲弓父见，不言是伯牛子。为望冲论衡有云：母离独心，无害牺牲，祖卓义亲，不妨其人。滚恶与胜，叟完顺神。伯牛请疾，仲弓桀权，言路拥故，回节超伦使谓仲弓父乃冉伯牛，伯牛名根，正是离牛。王充汉人晋古，博通坟典，所言已有据，然孔子何竟暗赐其父名而以与其子，此中可疑。或母离独心之喻，古自有之，孔子偶尔运用，而论衡原此物句耳。是孔子只言才德不系于世类，故非赤父称子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评论仲弓说：一头耕牛，生者一头通身赤色而又两角圆满端正的小牛，人们虽想不用它来当祭牛，但山川之神会肯舍它吗？5。子曰：回也，其心3月不为人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。乙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152。其心3月不为人，人指心言，亦指德言。为离异。心不为人，谓其心合于是德也。3月言其久。3月一季，气候将变，其心偶亦为人，亦可谓心不离人矣。其余他人也。日月至焉，至即不为。为言其有此他去，至言其有彼来至。如人在屋，间有出时，是为；如屋外人，间亦来人，是至。不为，是居人也；至焉，是遇人也。颜渊以能以人为安宅，于人则遇人而履至。日月至，谓一日来至，一月来至。所以在上不能安，而已矣。如此而止，望其在静也。今按孟子曰：人心也，然有此心，未必即成此德。其要在能好学。浅辟之，心由心，人由火。心无有不然，然亦有失造之分。颜子之心，由造心。
学者是反救己心，于其宾主出入为治之间，载细体会，日寻月勉，数乎尽得之己有不能自已之乐矣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回呀，其心能3月不为离于人了，于人只是每日每月来至于人就罢了。雍也篇第6 153 6。季康子问：仲由可使从政也与？子曰：有也过于。从政乎何有？曰：次也可使从政也与？曰：次也达。于从政乎何有？曰：求也可使从政也与？曰：求也。亦于从政乎何有？使从政只是为大夫言。过有决断。何有？何难易？达通达。易多才能。此章见孔子因材设教，故能因材致用。白话释义：季康子问道：仲由可使管理政事吗？先生说：由能决断。对于管理政事何难呀？季康子再问：次可使管理政事吗？先生说：次心通达。对于管理政事何难呀？季康子又问：求可使管理政事吗？先生说：求多才艺。对于管理政事何难呀？柴氏藏书论语心解154 7。季氏使闵子骞为废宰。闵子曰：善为我辞焉。如有负我者，则吾必再问上矣。季氏，此季氏不知是桓子，亦康子。闵子骞，孔子早年弟子，名损。废，季氏家邑。季氏不臣于鲁，而其义宰一屡叛季氏，故欲使闵子为废宰。辞推辞。闵子不欲臣于季氏也，故告使者善为我推辞。复在邑。魏重来召我。问上，问水民，在其南鲁北境上。水以北为阳，凡沿某水上，皆为水之北。言若季氏再来召，我将北之其，不居鲁。白话释义：季孙氏使人请闵子骞为其家废邑的宰。闵子说：好好替我推辞吧。倘如再来召我的话，我必然已在汶水之上了。8. 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有执其手，曰：王之，命以夫。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。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。雍也篇第6 155。伯牛，孔子弟子冉根字。有疾，伯牛有2疾。淮南子，伯牛未立。立赖生进，盖赖病也。子问之，问其病。自有执其手。古人居士，北庸而南有，庸未强，有未疮。礼病者居北庸下，君视之，则迁于南有下，使君的以南面视之。伯牛加以此礼尊孔子，孔子不敢当，故不入其室而自有执其手。或说伯牛有2疾，不欲见人，故孔子从有执其手。或说其鲁间土床皆住于南有下，不必引君臣之礼说之，是也。曰：此曰自不连上文。孔子既退，有此言。王之，亦说王同吴。吴之，谓伯牛无得此病之道。又亦说王丧也。其疾不治，将丧此人。就下文命以夫语气，当从后解。命以夫，孔子此来，盖与伯牛谓永绝。伯牛无得此病之道，而病又不可治，故孔子叹之为命。斯人也，而有斯己也。斯人指伯牛，斯己指其赖。以如此之人而或如此之疾，疾又不可治。孔子深惜其贤，故众言深叹之。白话释义：冉伯牛有病，甚重。先生去问病，在屋之南窗外握他的手，和他谓永绝。先生说：丧失了此人，这真是命啊！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病，这样的人会有这样的病啊！
柴氏藏书论语心解156。9。子曰：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。箪，竹器；瓢，以户谓之，以盛水。在陋巷，礼中道曰巷，人所居亦谓之巷。陋巷，由陋室。本章孔子在言贤哉回也，以身美其虽箪食瓢饮居陋室而能不改其乐。孔子亦自言：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。宋儒有荀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，其意深长。学者其善体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怎样的贤哪？回呀！一竹器的饭，一瓢的水，在穷陋小室中，别人不堪其忧，回呀！人能不改其乐？怎样的贤哪？回呀！亦邻。冉求曰：非不说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子曰：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废。今女化。雍也篇第6。157。说子之道，说同乐。冉有自谓非不悦于孔子之道，但无力，更前进。中道而废，废，革易。如行人力不足，革物中途，似有力，在前进。驽马10驾，一席尚存，此志不懈。今女化，女同辱，化同化，中途停止，不欲再进，如化的自现。今按孔子之道高且远，颜渊亦有莫有也以之叹，然叹于季节无才之后。孔子又曰：吾见其进，未见其止。又曰：求也退，故进之是冉，言之相异，正在一进一退之间。孔子曰：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此即孟子不谓不能之辩。学者其细思之。白话释义。冉求说：我非不悦先生之道，只是自己力量不足呀。先生说：力量不足，半路休息些时，现在你是画下界限，不再向前呀。一。子谓子夏曰：女谓君子如，吾谓小人如。女，同汝。如，说文，术士之称。谓士之具6艺之能以求是于时者。如在孔子时，本属一种行业，后逐渐成为学派之称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158。孔门称儒家，孔子乃创此学派者。本章如字上是行业义。同一行业，亦有人品高下志趣大小之分，故每一行业各有君子小人。孔门设教，必谓君子儒，无谓小人儒，乃有此一派学术。后世为辩儒之真谓，更无君子儒小人儒之分。因凡谓儒者，则必然为君子。此亦只指学派言，不指行业言。又按儒本以求是，稍后儒转向任教。盖有此一行业，则必有此一行业之传授人。于是儒转为师，师如连称，遂谓在乡里教道义之人。故孔子为中国儒家之创始人，亦中国师道之创始人。唯来从学于孔子之门者，其前辈弟子大律有志用事，后辈弟子则转重为师传道。子游、子夏在孔门4科中，同列文学之科，当尤胜于为师传道之任。唯两人之天资与其学问规模亦有不同。观子章篇子游、子夏便教弟子一章可知。或以子夏规模狭隘，然其设教西河，而西河之人拟之于孔子。其从学之徒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李克、进退有以自荐。汉儒传经，皆溯源于子夏，亦可谓不辱师门矣。孔子之戒子夏，盖逆知其所长，而预防其所短。推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者，不出2义：一则逆情典籍，而兴忘世道；
一则专务章句训诂，而忽于义理。子夏之学，或紧密有余，而宏大不足，然终可免于小人如之讥。而孔子之善为教育，亦即此可见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对子夏道：“你该为一君子如，莫为一小人如。”雍也篇第6。159。1-2。子游谓武臣宰。子曰：“女的人焉尔乎？”曰：“有旦台。灭明者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未尝至于眼之事也。”武臣，鲁义名。女的人焉尔乎？女同汝。焉尔，游云于此。孔子欲子游注一人才，故问于武臣访的人才否？或本作焉尔乎？亦不可通。旦台灭明，旦台氏，字子羽，后亦为孔子弟子。行不由径，径，小路可以节制者。灭明不从，非公事未尝至于眼之事，眼，子游明。灭明从不以私事治。即此两事，其人之品格心的可知。白话释义：子游作武臣宰。先生说：“你在那里求得了人才吗？”子游说：“有一旦台灭明，他从不走小道捷径，非为公事，从未到过我屋中来。”义3。子曰：“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将入门，策其马，曰：‘非赶后也，马不进也。’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60。孟之反，鲁大夫，名策。不伐，伐，夸义。奔而殿，君败而奔，在后曰殿。君败殿后者有功。策其马，策，鞭也。将入城门，不复畏敌，之反遂鞭马而前。”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孟之反是一个不自夸的人。君败了，他独压后，快进。自己城门，他鞭马道：“我不是赶在后面拒敌呀，我的马不能跑前呀。”疑4。子曰：“不有祝佗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难乎免于今之。”是矣。祝佗，祝，宗庙官名。祝佗，谓大夫，字子瑜，有口才。宋朝，宋公子，出奔在位，有美色。或说而有语字，言不有祝佗之佞，语不有宋朝之美。衰世好于月色，非此难免，不自当统下两字。然依文法，下句中是多亦有字，似不顺。或说此章专为灵公发，言灵公若不得祝佗之佞，而专有宋朝之美，将不得免。然不当省去灵公。雍也篇第6。161。自又不当言难乎免于今之事，此亦不可从。亦说既无祝蛇之佞，而仅有宋朝之美，将不得免于今之事。此解于文理最顺势。盖本章所重，不在佗与朝，而在佞与美。美色人之所喜，然而美见极，美而不佞，人不免于衰世。或说美以喻美直，言徒有美直，而不能悉事取容。此则深一层言之，不如就本文解说为律直。孔子盖甚叹时风之好佞耳。祝佗亦贤者，故知本章不在论佗，朝之为人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一个人若没有像祝佗般的能说，反有了像宋朝般的美色，定难免害于如今之事了。5。子曰：“谁能出不由乎？何莫由斯道也？”莫自有两解：一，无义。言人不能出不由乎，何故无人由道而行？另一解：莫，非义。为何非由此道？即为人生日用行习无非道，特终身由之而不知。今从前解，乃孔子怪叹之词。白话释义：先生，谁能出外不从门户呀？但为何没有人肯从人生大道而行呢？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
162。16。子曰：执胜文则也，文胜直则始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直，朴也；文，华士也。也，鄙也义。礼记云：敬而不忠，礼谓之也，是也。使，宗庙之柱史，即凡在官府掌文书者。彬彬，犹斑斑，物相杂而事君之意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质朴胜过文采，则像异乡野人；文采胜过了朴质，则像庙里的柱官或衙门里的文书员。只有质朴文采配合均匀，才是一君子。17。子曰：人之生也直，往之生也信而免。人群之生存，有直道。往者，乌往不直义。于此人生大群中，亦有不直之人而得生存，此乃由于他人之有直道，乃信。雍也篇第6。163。而或免。正如不仁之人而得生存，亦赖人群之有人道。若使人群尽是不仁不直，则久亦无此人群。左传曰：民之多信，国之不信，即为此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人生有直道，不直的人也得生存，那是他的幸免。18。子曰：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乐之者。本章之字指学，亦指道。谨知之，未能心好之，知不笃；心好之，未能确有的，则不觉其可乐，而所好亦不生。辟知之其可食，不如食而视之，犹不如食之而饱。孔子教人循循善诱，其人能达于自强不息，欲罢不能之境。夫然后学之与道与我，浑然而为一，乃为可乐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知道他，不如喜好他；喜好他，不如从心里悦乐他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64。19。子曰：中人以上，可以与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与上也。中人，中等之人。与，告义。道有高下，人之智慧学养有深浅。善导人者，必因才而笃之。中人以下，骤语以高深之道，不为无益，反将有害。唯循序渐进，庶可日达高明。又按本章不可二字，非禁止义，乃难为义。犹如云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中才以上的人，可和他讲上面的，极高深的；中才以下的人，莫和他讲上面的，只该和他讲浅近的。20。樊迟问之。子曰：物民之义，敬鬼神而远之，可谓之义。问仁。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可谓仁矣。物民之义，专用力于人道所宜。用名字，之谓从政者言。敬鬼神而远之，鬼神之祸福，依于民义之从为，故既能悟。雍也篇第6。165。民之义，自能敬鬼神，亦自能远鬼神，两语当连贯一气读。敬鬼神，即所以敬民；远鬼神，以民义由敬当先。左传随记良曰：民，神之主也。与孔子此达大义近似。先难而后获，此句可有两解：治人当先父后教，治己当先事后实。诗经曰：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，是也。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一仁者之心。又一说，不以姑息为人，先令民为其难，乃后得其效。后解专主为政治名言，前解乃指从政者自治其身言。两义皆通，今姑从前解。论语樊迟、樊三问人，两皆兼问之，而孔子所答各不同。解者每位弟子问同，而孔子答异，乃因材施教。
然一人同所问，何以答亦各异。盖所问之词本不同，孔子特各就问词未答。记者重在孔子之答，略其问词之详，但浑举问人问之目，遂若问同而答异。凡持本章所问，或正直将出世，故孔子以居为灵明之士答之。白话释义：凡持问如何视之，先生说，只管人事所宜，对鬼神则敬而远之，可算视之了。又问如何视人，先生说，男士坐在人前，或抱退居人后，可算视人了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166。21。子曰：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知者动，仁者静；知者乐，仁者寿。乐水，水原理而行，周流无滞，知者似之，故乐水。乐山，山安固厚重，万物生焉，仁者似之，故乐山。信与知和，故乐。本章首明人知之性，次明人知之用，三显人知之效。然人之属于德性，非由言辞可明，故本章借山水以为形容，亦所谓能尽取辟。盖道德本乎人性，人性出于自然，自然之美反映于人心，表而出之，则谓艺术。故有道德者多之爱艺术，此二者皆同本于自然。论语中似此章赋于艺术性之美者尚多，渊非立天，于月于渊，俯仰之间，而天人合一，亦合之于德性与艺术。此之谓美善合一，美善合一之谓圣。圣人之美与善，亦本于其心之诚然，乃与天的合一，此之谓真善美合一。此乃中国古人所倡天人合一之深旨。学者能及就山水自然中讨消息，亦为使非尽德之依助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知者喜好水，仁者喜好山。知者常动，仁者常静；知者常乐，仁者常寿。雍也篇第6。167。22。子曰：其一辩，至于鲁；鲁一辩，至于道。其有太公之于风，管仲兴霸业，其俗及功利，其名喜夸诈。鲁有周公伯禽之教，其名崇礼尚信，庶几人后进道。道指王道。孔子对当时诸侯，独取齐、鲁两国，言其政俗有美恶，故谓辩有难易。当时齐强鲁弱，而孔子则谓其辩使能治鲁，鲁辩易于治道。昔孔子中部的事，遂无人能辩此两方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齐国一辩可以同于鲁，鲁国一辩便可同于道了。23。曰：孤不孤，孤哉！孤哉！孤，行礼九器，上圆下方，容二身。或曰：取名孤者，寡少益，借人贪饮。时俗审免于酒，虽持孤而饮，亦不寡少，故孔子叹之。或曰：孤有能，时人破孤未圆，而人称孤，故孔子叹之。系阳之论，所以存名；孤哉之叹，所以习时。其为优势则一。或说，孤乃木简，此属后起，今不从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168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孤早不是孤了，还称石蘑菇呀，还称石蘑菇呀。24。宰我问曰：仁者虽告之曰，仅有人焉，其从之也？子曰：何谓其然也？君子可视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枉也。仅有人焉，或本人下有者字。或说，此人自当作人。又亦说，仁者志在救人，今有一救人机会在井中，即井有人也。不言人而人可知。又分别井中之人为仁人或恶人，则大可不必。其从之也，也同谐，疑问辞。宰我问，
倘仁者闻有人堕病，亦往救之否？从之，谓从人井中。何谓其然也？然，由云如此，即指从入井中言。可视也，不可陷也，是往矣。陷害矣。仁者闻人之告，可视往事，但不至被陷害，自投入井。可欺也，不可往也。欺，被骗；往，迷惑。仁者闻人之告，可被骗往事，不至迷惑，自投入井。本章问答皆设喻。身在井上，乃可救井中之人；身入井中，则自陷，不复能救人。是有于忠于孝，然不闻有于人。改雍也篇第六。169。忠孝有时，仅凭一心，心可以愚。仁则本于心而成德，德无愚。故曰：仁者必有知，知者不必有仁，此见仁德之高。或说：载我此章之问，或虑孔子离于惑而为讽之。如子欲复佛兮，公山弗扰之兆，子路不悦。载我在言语之科，故欲此等事，不直见而婉辞以讽。白话释义：载我问道，有人告诉仁者井中有人，会跟着入井吗？先生说：为何会这样呢？可诱骗仁者去看，但不能陷害他入井。他可被骗，但不会因骗而糊涂。25。子曰：君子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夫。博学于文，文诗书礼乐，一切典章制度，著作义理，皆属文。博学时能会通，然后知其真意。约之以礼，礼有体。躬行实践，凡修身、齐家、从政、求学一切实务皆是。曰要义。博学之，当约使归己，归于实践，见之行事。夫判，判同判，备义。君子能博约并进，礼文兼修，自可不悖于道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170。就学言之谓之文，自见履言之谓之礼，其实则一。为学欲博而见履，则贵曰：亦非先博文，再曰礼，二者其头并进，正相成，非相较。此乃孔门教学定法，颜渊喟然叹曰：章可正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君子在一切的人文上博学，又能归纳到一己当前的实践上，该可于大道没有背离了。26。子见男子，子路不说。夫子使之曰：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男子谓灵公夫人，有淫行。史记，男子使人谓孔子曰：四方之君子，汝欲与寡君为兄弟者，必见寡小君。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，不得已而见之。使之，此十字就说各不同。亦曰使，是义。孔子因子路不悦，故指天而事。亦曰使，成义。孔子指天告子路云云。今从第一说。予所否者，天厌之。古人是言皆上用所字，下用者字，此句亦然。否字各解义不同。亦曰：否谓不合于理，不由于道。孔子对子路是曰：我若有不合理、不由道者，天将厌弃我。亦曰：否，乃否太否塞之否。孔子对子路曰：我之所以否塞而。雍也篇第六。171。道不行者，乃天命厌弃我。盖子路之不悦，非不悦孔子之见难。子乃不悦于孔子之道不行，至于不得已而作此委曲迁就。故孔子告之云云，谓汝不须不悦。亦曰：否，犹不自义。孔子指天而告子路曰：我若固执不见，天将厌弃我。系会文理，人以第一说为是。古者是于其国，有见其小君之礼，如《左传》记文子如宋，宋公亨之，穆将出于房再拜，是也。
圣人道大德全，在我有可见之理，则见之；彼之不善，我何与焉？如杨或欲见孔子，孔子初不欲见，及其馈真屯，亦不得不往而谢之。然何不以此详告子路，而为此事辞？礼在其国，不非其大夫，况于小君？若详告，则言必及男子，故孔子不直达，而又谓之事。其实则是婉转其辞，使子路思而自得之。白话释义：孔子去见男子，子路为此不悦。先生指着天发誓说：我所行若有不合理、不由道的，天会厌弃我，天会厌弃我。27。子曰：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矣乎？明先久矣。中庸之人，平人常人也。中庸之道，为中庸之人所易行；中庸之德，为中庸之人所易具。故中庸之德，乃明德。其所以谓智者，言其智广智大，智平智易，智可宝贵，而非智高难能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72。而今之明，则先有此德久矣。此孔子探风俗之败坏。小代理中庸，篇有曰：中庸其志矣乎？明先能久矣。语论语本章义。论语言中庸，乃百姓日用之德，行以而不着，习以而不察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。若故有之，不曰能。小代理中庸，篇乃以中庸为有圣人所不知不能者，故曰明。先能。若论语，则必言人与圣，使是民所先能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中庸之德，可算是至极的了，但一般民众少有此德，也久了。28。子贡曰：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子曰：何事于人，必也甚乎？尧舜其犹并诸？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进取辟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施给予义，济救助义。子贡未能。广博施予，普遍救济，如此必合人道？何事于人？此犹未非人之事。孔子非为博施济众非人，乃为其事非仅于人而可能。必也甚乎？此处甚自作有德有位言。仁者无位，不能博施。雍也篇第6。173。济众，有位无德，亦不能博施济众。尧舜其犹并诸，并有所不足矣。尧舜有德又有位，但博施济众，是无限量，虽尧舜亦将感其力之不足，但亦非极不仁，可见人道与博施济众有变。或说甚乎尧舜连读，亦可通。今不从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立30而立之立。达如是闻非达之达。己欲立，思随分立人；己欲达，思随分达人。孔子好学不厌，是欲立欲达；诲人不倦，是立人达人。此心以是人，行此亦即是人道，此则故是人人可行者。能进取辟，可谓人之方也已。辟取辟相寓意。方方向方术义。人之方，即为人之路径与方法。人能尽就己身取辟，力见人之与我，大相近似。以己所欲，辟之他人，知其所欲之亦有己。然后推己及人，此即术之事，而人术在其中矣。子贡务求之高远，故失之。白话释义：子贡说，如有人能对民众广博施予和救济，这如何呢？可算是人了吧？先生说，这哪里是人的事？必要等待圣人吧。尧舜还怕感到力量不足呀？仁者只要自己想立，
便也帮助人能立；自己想达，便也帮助人能达。能在切近处把来相辟，这就可说是人的方向了。175。述而篇第7。1。子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故，窃比于我老彭。述而不作，述传述旧闻；作创始义，义制作义。如周公治礼作乐，兼此二义。孔子有德无位，故但述而不作。信而好故，谓信于古而好之。孔子之学，主人文通义，主历史经验。盖人道非一圣之所见，乃历数千载众圣之所成。不学则不知，故贵好故敏求。窃比于我老彭。老彭，商之贤大夫，其名见，大代理。或即庄子书之彭祖，或说是老聃彭祖二人，今不从。窃比于我，谓以我思比老彭。本篇多记孔子之志行，前2篇论古今贤人，尽得有见，圣人难弃，故以孔子之圣次之。前篇末章有德无位之感，本篇以本章居首，益其意。是亦有汉叹之心。白话释义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76。先生说，只传述旧章，不创始制作，对于古人，信而好之，把我思比老彭吧。2。子曰：默而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默而视之，是读如志，记忆，谓不言而存之心。默而视之，亦乎口耳之学，乃所以蓄得。何有于我哉？何有？有言有何难？乃诚当之辞。或说，除上3事外，何有于我？谓更无所有。今从前说。本章所举3事，尽人皆可自勉，孔子亦常以自居。然推其极，则有非圣人不能治者。其弟子公西华，子贡知之。或以本章为谦辞，实非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不多言说，只默记在心。勤学不厌，教人不倦，这3事在我有何难呀？述而篇第7。177。3。子曰：得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文艺不能喜，不善不能改，是无忧也。得之不修，得必修而后成；学之不讲，学必讲而后明。或说讲习义，如读书习礼，皆是讲。朋友讲习，讨论习行亦是讲。文艺不能喜，文艺必喜而从之；不善不能改，知不善，必不令于改。本章所举4端，皆学者所应免。能讲学，斯能喜义改过；能此3者，自能修德。此所谓日新之德。孔门讲学主要功夫亦在此。本章亦孔子自勉自人之语，言于此4者有不能，是无常所忧惧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品德不加以修养，学问不精勤讲习，听到义的不能谦而从之，知道了不善的不能勇于改正，这是我的忧惧呀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78。4。子之厌居，生生如也；夭夭如也。厌居，闲居易；生生如，生疏茂，其心和畅；夭夭如，持晚茂，其心清安。或说，生生象其容之殊，夭夭象其色之余。本章乃所谓和顺机中，因华发外，弟子记孔子闲居时气象，生生夭夭，似以树木生意作譬，此乃整个神态，不专指容色言。大树干条直上，生生也；嫩枝轻盈妙婉，夭夭也。兼此2者，不过严肃，亦不过松放，非其心之和畅清安，焉得有此？
孔门弟子之善为形容，亦及其善学处。或说深深，整赤意，言其静；夭夭，言其和。白话释义：先生闲暇无事时，看去深深如，相很舒畅；夭夭如，又相很迟晚。述而篇第七179。5. 子曰：甚以无衰也。久亦无不复梦见周公。无衰，年老矣。梦见周公，孔子壮盛时，至欲行周公之道，故梦寐之间，时或见之。年老之道不行，遂无复此梦矣。此章断句有异，或作甚以断，无衰也久以断，共3句。今按甚以言其衰，久以言其不梦，仍作2句为是。或本无复字，然有此字，感慨更深。此孔子自叹道不行，非真衰老无益于世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吾已衰极了，吾很久不再梦见周公了。6. 子曰：至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义。至于道，至心所存相；据于德，据故执坚守义。道行在外，德修在己。求行道于天下，先自据守己德。如行军作战，必先有根据地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80。依于仁，依不为义。仁者，乃人与人相处之道，当依此。道不为离。游于义，游泳。义，人生所需。孔子时，礼、乐、士、御、书数谓之6义。人之习于义，如鱼在水，望其为水，斯有游泳自如之乐。故游于义，不仅可以成才，亦所以尽德。本章所举4端，孔门教学之条目，唯其次第轻重之间，则有说者。就小学言，先教书数，即游于义；既教以孝弟礼让，乃即洒扫应对之节，即依于人。自此以往，使之有德可据，有道可治。唯就大学言，孔子15而志于学，即志于道。求道而有的，斯谓德。仁者心得之大全，盖为治道笃，故能得成于心。为具德熟，使能人显于性。故治道、具德、依仁3者，有先后无轻重。而3者之于游义，则有轻重无先后，斯谓大人之学。若教学者以从入之门，人当先义，使之实习，有真才；既学人，使有美行。再望其有德，使其自反而知有真实心性可据。然后再望其能明道行道。既单一先提治道大题目，使学者失其依据，无所游泳，益其病。然则本章所举之4条目，其先后轻重之间，正贵教者学者之善为审处。颜渊称孔子循然善诱人，故难定刻板之次序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立志在道上，据守在德上，依以在人上，游泳在义上。述而篇第181。7. 子曰：自行数修以上，吾未尝无会焉。数修，易解，修士干府，实挺位数。古人相见，必直至位。礼，数修乃至之宝者。又易解，数修谓数代修士。古人年15，可自数代修士以见外父。又曰：数修，指数身修行言。今从前易解。本章为指修宝礼来见，未尝不教诲之。古者学术在官，士师必须换学，入关乃能学艺。私家讲学之风，自孔子开之。自行数修，未尝无会，故虽贫如颜渊、袁思，亦得极门授业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从代者实挺干府为礼来求见得起，无从没有不予以教诲的。8. 子曰：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
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82。不愤不启，愤心求通而未得，启未开其意。不悱不发，悱口欲言而未能，发未开发之。不以三隅反，物方者四隅，举一隅视之，当思类推其三。反还以相正义。不复教之。上章言孔子诲人不倦，编者以本章承其后，欲学者自免于受教之地。虽有时语，大者大声，小者小声，然不握不毛之地则不生，非圣人之不亲师教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不兴奋求通，我不启示他；不口费难答，我不开导他。举事以一隅，不把其余三隅自反自正，我不会再教他。9. 子时于有丧者之侧，未尝保也。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丧者哀戚，于其旁不能保时，此所谓恻隐之心。曰未尝，则非偶然。哭指吊丧，一日之内，哭人之丧，余哀未息，故不歌。曰则不歌，思日常之不废弦歌可知。然非歌则不哭。余哀不欢，是其后。余欢不哀，则谓无人心。颜渊不迁怒，孔子称其好学。是哀可虞，乐与怒不可虞。此非礼智，乃人心之人道。述而篇第7。183。本章见圣人之心，即见圣人之人。或分此为2章，诸注合为1章，今从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在有丧者之侧进时，从未保过。那天吊丧哭了，即不再歌唱。10。子谓颜渊曰：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唯我与尔有是夫。子路曰：子行三军则谁与？子曰：抱虎逢河，死而无悔者，无不与也。必也，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有用我者，则行此道于世；不能有用我者，则藏此道在身。舍同舍，即不用意。唯我与尔有是夫，尔指颜渊。身无道，则用之无可行，舍之无可藏。用舍在外，行藏在我。孔子之许颜渊，正许其有此可行可藏之道在身。有是夫是字，即指此道。有此道，是有所谓行藏。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凡从学于孔门者，莫不有用事之才，亦莫不有用事之智。子路自审不如颜渊，而行军乃其所长，故以问。古至大国三军，则非粗勇之所胜任可知。抱虎逢河，抱虎，徒手搏之；逢河，徒身射之。此皆粗勇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84。无谋，孔子特设为譬喻，非谓子路时有此。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，成定义。临事能惧，好谋始定。用舍不在我，我可以不问。行军不能必胜而无败，胜败亦不尽在我，然我不可以不问。惧而好谋，是亦尽其在我而已。子路勇于行，未行三军，己所胜任。不知行三军犹当胜，非曰用之则行而已。孔子非不许其能行三军，然惧而好谋，子路或有所不逮，故复深一步教之。本章孔子论用行舍葬，有道亦复有命。如怀道不见用是命，行军不能必胜无败，亦有命。文中虽未提及命道二字，然不参入此二字作解，便不能得此章之深旨。读《论语》，贵能逐章分读，又贵能通体合读，反复审前，交互相发，而后各章之意旨，使可透析无疑。白话释义。
先生告颜渊说：有用我的，则将此道行于世；不能有用我的，则将此道葬于身。只我与你能这样了。子路说：先生倘有行三军之事，将和谁同事呀？先生说：徒手搏虎，徒身涉河，死了也不追悔的人，我是不和他同事的。定要临事能小心，好谋始做决定的人，我才和他同事吧。述而篇第7 185一。子曰：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事，无以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无所好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此言不可求而必得。执鞭，见职。周礼的官丘官皆有此职。若属可求，斯即是道，故虽见职，亦不辞。若不可求，此则非道，故还从无好。吾之所好，当为道。孔子又曰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袭人教人寻孔言乐处，乐从好来。寻其所好，斯得其所乐。上张崇言道，兼亦有命。此张崇言命，兼亦有道。知道必兼之命，知命即以善道。此两章皆不言道命字，然当以此参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富若可以求，就是执鞭见职，无益愿位；如不可求，还是从无所好吧。2. 子之所慎，其战疾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86。慎，不轻视，不窃对。其，独斋。古人祭前之斋，便10千座，其思虑之不齐，将以教神明。子曰：我不与祭，如不祭。若于斋不慎，则亦祭如不祭矣。战，众之死生所关，故必慎。疾，无生生死所关，故必慎。此章亦言道命。神明战争疾病三者，皆有不可知，则亦皆有命。慎处其所不可知，即是道。孔子未尝屡临战事，则此章代译孔子平日之言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平常谨慎的有3件事：一斋戒，2战阵，3疾病。3. 子在其文韶，3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子在其文韶，韶，顺乐民。或说陈顺后，陈敬重奔齐，其意遂有韶乐。3月不知肉味，史记作学之3月，未在学时不知肉味。或说当以文韶3月为据，此3月中常文韶月，故不知肉。述而篇第7 187。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，孔子本好乐，闻韶乐而生美之，至于3月不知肉味，则其好之至矣。于是而叹曰：不图为乐之夷人。有至此或说，斯自指其，谓不图韶乐之至于其。今按本章多曲解。一谓一旦偶闻美乐，何至3月不知肉味？2谓大学云：心不在焉，食而不知其味，岂圣人亦不能正心？3谓圣人之心应能不凝滞于物，岂有3月常滞在乐之理？乃多生曲解。不知此乃圣人一种艺术心情。孔子曰：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此亦一种艺术心情。艺术心情与道德心情交流合一，乃是圣人境界之高。读书当先就本文凭直解之，再徐求其深意。不贵谦他说，逞曲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在齐国听到了韶乐，3月来不知道肉味。他说：我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界的。4. 冉有曰：夫子谓魏君乎？子贡曰：诺，吾将问之。入曰：伯夷叔齐何人也？曰：古之贤人也。曰：
怨乎？曰：求人而得人，又何怨？出曰：夫子不畏也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88。谓君乎？谓赞助义。谓君，谓出公。灵公逐其太子蒯。聩，灵公卒，为人立蒯聩之子者，是谓出公。晋人纳蒯聩，为人惧之。使孔子居位，其弟子不知孔子亦赞助谓君之以子惧父否？伯夷、叔齐以见前。其父孤竹君将死，宜命立叔齐。叔齐让其兄伯夷，伯夷遵父命逃去，叔齐亦不立而逃之。子贡不欲直问谓君事，故借问伯夷、叔齐是何等人。怨乎？孔子称许伯夷、叔齐为古之贤人。子贡又问的魏国君而不畏，其心亦有怨否？求人而得人，此人自亦可作心安解。父命叔齐立为君，若伯夷为父命而立，在伯夷将心感不安，此伯夷之能效。但伯夷是兄，叔齐是弟，兄逃而己立，叔齐亦心感不安，遂与其兄协逃，此叔齐之能弟。孝弟之心，即人心；孝弟之道，即人道。宜其在当时逃国而去，只求心安，故曰求人而得人，何怨也？夫子不畏也。夫子既许伯夷、叔齐，可知其不赞成谓君之以子惧父。白话释义。冉有说：我们先生是否赞助谓君呢？子贡说：对。吾将去世。问。子贡入到孔子之堂，问道：伯夷、叔齐可算何等人？先生说：是古代的贤人呀。子贡说：他们心下有怨恨吗？先生说：他们只要求的心安，心已安了，又有时磨怨恨呀。子贡走出，告诉他同学们说：我们先生不会赞助魏君的。述而篇第7。189。5。子曰：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饭疏食，饭食义，食因四，疏食粗饭义。曲肱而枕之，肱必也。曲必当枕小卧。乐亦在其中，乐在富贵贫贱之外，亦即在富贵贫贱之中。不为乐贫贱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中庸言：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。君子无人而不自得，然非言不义之富贵。孔子又言：富与贵，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。不义而富且贵，是以不道得之，存心不义，营求而得。浮云自在天，不行不义，则不义之富贵无缘来相扰。本章风情高邈，可当一首散文诗读。学者唯当心领神会，不凡多生理解。然使无下半章之心情，恐难保上半章之乐趣，此人不可不辩。孟子书中屡言此下半章之心情，学者可以参读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吃着粗饭，喝着白水，曲着碧帛当枕头用，乐趣亦可在这里了。不义而来的富贵，对我只像天际浮云般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90。6。子曰：加我数年，50以学，亦可以无大过矣。加我数年，50以学，古者养老之礼以50始，50以前。未老，尚可学，故曰40、50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谓也已。如孔子不知老之将至，如谓武功茂而好学，此非常例。加或作假。孔子谓此语，当在年未50时。又孔子40以后，杨或欲强孔子事，孔子拒之，因为如能在假我数年，学至于50，此后出世，庶可无大过。或以50作卒，今不从。
亦可以无大过矣。此义自古文、论语、作义、指、周易连上俱读。然何以读一史可无过？又何必50史学义？孔子常以诗书礼乐教，何以独不以义教？此等皆当另作详解。今从鲁论作义，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再假我几年，让我学到50岁，庶可不至有大过失了。义七，子所雅言，诗书直礼，皆雅言也。述而篇第7。191。雅言，古西周人语称雅，故雅言又称正言，由今称国语，或颁准语。诗书，孔子常以诗书教，诵诗读书，必以雅音读之。直礼，直有长义。直礼，谓赵、相、李氏亦必用雅言。孔子鲁人，日常操鲁语，唯于此三者必雅言。今按孔子之重雅言，一则重视古代之文化传统，一则报天下一家之理想。孔子曰：如有用我者，我其为东周乎？此章亦真其一端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平日用雅言的，如诵诗、读书及执行礼事，都必用雅言。8。叶公问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对。子曰：女奚不曰，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耳。叶公，叶，读书涉反。叶公，楚大夫沈朱良，字子高，魏叶县尹，简称公。子路不对。叶公问孔子之为人，圣人道大难明。子路骤不知所以答。云尔，如此意。云尔，犹如此说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92。此章乃孔子之自述。孔子生平为自言好学，而其好学之笃有如此：学有未得，愤而忘食；学有所得，乐以忘忧。学无止境，思孔子之愤与乐亦无止境。如是孜孜，为日不足，而不知年岁之以往，思成一片化境。今可稍加阐释者，凡从事于学，必当从心上自知愤，又必从心上自感乐。从愤得乐，从乐起愤，如是往复，所谓纯亦不已，亦即一以贯之。此种心境，实即孔子之所谓人，此乃一种不厌不倦不息不已之生命精神。见于行，即孔子之所谓道。下学上达，必深以之。然则孔子之学与人与道，亦即与孔子之为人合一而化，思其所以为圣。言之甚卑近，由之日高远。圣人之学，人人所能学，而终非人人之所能及，而其所不能及者，则人在好学之一端。此其所以为大圣于。学者就此章通之于《论语》《全书》人圣之门，其在斯矣。白话释义。叶公问子路：你们先生孔子，究是怎样一个人呀？子路一时答不上，回来告先生。先生说：你何不答道这人呀？他心下发愤，连吃饭也忘了，心感快乐，把一切忧虑全忘了，连自己老境快到也不知。你何不这般说呀？9。子曰：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述而篇第7。193。非生而知之，时人必有以孔子未生之，故孔子直言其非。好古，好学必好古。若是无古今，人生现在100年中，亦将无学可言。孔子之学，特重人文，犹必从古史经验前言往行中得知，故以好古自述己学。敏以求之，敏情节义，犹称汲汲。此章两之字，其意何止？犹须细玩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我不是生来便知的呀，我是喜好于古，勤快求来的呀。20。
子不语怪、厉、乱、神，此四者人所爱言。孔子语常不语怪，如木石之怪、水怪、山精之类；语德不语厉，如荡舟扛鼎之类；语智不语乱，如义内真母之类；语人不语神，如神降于身，神欲欲变诸阴之类。厉与乱有其实，怪与神，生于祸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平常不讲的有四事：一怪异，二强力，三悖乱，四神道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194。21。子曰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三人行，其中一人是我。不曰三人居，而曰三人行。居或日常相处，行则道途偶直。何以必于两人而使得我师？因两人使有必善于此，可则我纵不知善，两人在我前，所善自见。古代善道未昌，师道未立，群德之尽，须由于此。孟子曰：舜之居深山之中，与木石居，与鹿始游，及其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沛然若绝江河。中庸亦言：舜善与人同，乐取于人以为善，皆发挥此章义。孔子之学，以人道为重，思必学于人以为道。道必通古今而成，思必兼学于古今人以为道。道在人身，不学于古人，不见此道之远有所自；不学于今人，不见此道之实有所在。不学于道途之人，则不见此道之大而无所不包。子贡曰：夫子焉不学，而亦何尝师之有？可知道无不在，为学则在己。能善学，则能自得师。本章似孔子就眼前教人，实则孔子乃关于古今人道之实如此而举以教人。孔子之教，非曰当如此，实本于人道之本如此而立以为教。孔子曰：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此后孟子道性善，皆本于此章所举人道之实，然而推阐说之。然则孔子之创师道，亦非曰人道当有师，乃就于人道之本有师。中庸曰：道不远人，其斯之谓矣。述而篇第7。195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三人同行，其中必有我师了，则其善的从之，不善的便改。22。子曰：天生得于与，还追其如与何？天生得于与，得由修养，然非据此天性，则修养无所失。孔子具圣德，虽由修养，亦是天赋，不曰圣德有我，故曰天生。还追，宋司马相痴，宋桓公之后，又称还追。史记：孔子过宋，与弟子习礼大树下，还追伐其树，孔子去。弟子曰：可速以孔子作此章语，其如与何？由云无奈我何？还追纵能杀孔子之身，不能夺孔子之德，德由天生，斯不专在我。还追之所恶于孔子，恶孔子之德耳。还追不自知其无奈此德何？既无奈于此德，又何奈于孔子？弟子欲孔子速行，孔子告之以此，然亦即为服而去，是必害未尝不生。然必害虽生，其心亦未尝不闲。此乃孔子之命之学之实践于行事处，学者其身玩之。按此章乃见圣人之处变，其不忧之人，不惑之志，与不惧之勇。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，盖实有非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196。言辞所能传而达，知识所能求而得者，学者当与文王季梅章在陈绝良章参读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天生下此德在我，还追能把我怎样呀？23。子曰：
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隐乎耳。无形而不语。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二三子以我为隐。二三子指诸弟子。隐，逆义。诸弟子，以孔子或有所隐匿，未尽以教。吾隐乎耳。耳指二三子。孔子言：我于诸君无所隐匿。或云：乎耳，与助词。孔子直言无隐。今不从。无形而不语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此从身上句意。孔子谓：我平日无所行而不与二三子以共见。诸君所共见者，即丘其人。学于其人，其人俱在，复何隐？此处孔子特地提出一行字，可谓深切之教矣。盖诸弟子疑孔子于言有隐。孔子常曰：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。又曰：天何言哉？与欲无言不知。天虽无言，实行物生。天道以昭示在人，而更何隐？诸弟子不求之行而求之言，故孔子以无形而不语之道启之。述而篇第7。197。本章孔子提醒学者勿尽在言语上求高远，当从形式上求真实。有真实，始有高远。而孔子之身与道合，行与学化。其平日之一举一动，笃实光辉，表里一体，既非言辩思义所能尽，而言辩思义亦无以超其外。此孔子之学所以谓圣学。孔子曰：默而视之，其义可思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诸位以为我对你们有所隐匿吗？吾对诸位没有实魔隐匿呀。我哪一行位不是和诸位在一起？那就是我了呀。24。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文为先代之遗文，行指德行，忠信人之心性，为力行之本。文为前言往行所萃，非博文，亦无以约礼。然则四教以行为主。本章仅承上章，当合而参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以四项教人：一是典籍遗文，二是道德行事，三和四是我心之忠与信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198。25。子曰：圣人，无不得而见之矣。得见君子者斯可矣。子曰：善人，无不得而见之矣。得见有恒者斯可矣。往而未有，虚而未盈，约而未泰，难乎有恒矣。圣人君子以学言，善人有恒以直言。往通无。时事交离，人上夸服，逆无未有，眼虚为盈，心困约而外事安泰，乃难有恒。人若有恒，三人行，必可有我师，积久为善人矣。善人不见机，若能博闻好故，斯即为君子。君子学之不止，斯谓圣人。有恒之与圣人，相去若远，然非有恒，无以至圣。张默深言无恒之源，所以戒人，而开示其入德之门。本章两子曰：或说当分两章，或说下子曰二字眼文。今按两子曰以下，所指稍异，或所言非出一时，而异则相足。子曰自非眼，亦不必分章为是。又按当孔子时，圣人故不易得见，岂遂无君子善人与有恒者？所以云然者，以其少而思见之切。及其既见，则悦而敬之，如曰君子哉若人是也。凡此类，当得意而妄言，不贵居文而曲说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圣人无事看不到的了，的看到君子就好了。先生又说，善人无事看不到的了，的看到有恒的人就好了。没有。述而篇第7。199。装作有，空虚装作满足，困曰装作安泰，这所以难乎有恒了。26。
子钓而不刚，亦不是素。钓而不刚，钓一竿一钩，刚大所，悬挂多钩，横绝于流，可以一举或多余。亦不涉素，古人以深丝细使而视为义。又细食于丝末，使中鸟食分细脱，其丝缠绕鸟翼。故古之善事，有能一箭或双鸟者，双鸟并飞，长丝间缠之也。丝谓之角，若不失角，是虽中，鸟或待使而飞，坠于远处。宿指翼。宿鸟，栖止于巢中之鸟。是宿鸟，有物或眼不义之嫌，并宿鸟或孵卵欲雏，故不是。本章就说，孔子之钓士，乃求供祭品。然于猎亦以于心解劳，岂必临祭然后有事钓？孔子有多方面之人生兴趣，为刚于而事素，其志专为求得，斯孔子不为耳。故此章乃由于义之事，非依于人之事。否则一鱼之与多鱼，非鸟之与宿鸟，若所不忍，又何辩焉？白话释义：先生亦钓鱼，但不用长绳系多钩而钓。先生亦是鸟，但不是庭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00。只在巢中之鸟。27。子曰：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多闻，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多见而视之，知之次也。不知而作，此作自或解者作，然孔子时尚无私家者作之风。或解作为所指太泛，是之不知而作者多矣，不当用盖有二字。此作自当同数而不作之作，盖指创智力说言。多见而视之，是记忆。文指远。古人之家言易行，良法美治，则而从之，谓传述。见指近，当生所见，是非善恶，莫事在心，备参究。知之次也，作者之甚，必有创新，为古今人所未及。多闻多见，则善莫事，此皆是所以有，人所以知，非有新创，然亦知之次。知者谓之道。若夫不知妄作，自谓之道，则孔子无知。此章非孔子之自谦。孔子立言明道，但非不知而作。所谓我非生而知之，好故敏以求之。是孔子以自成知之。又曰：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。以孔子以师道自居，则绝非仅属多闻多见之之可知。本章上半节乃孔子之自述，下半节则指示学者以从入之门。述而篇第7。201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大概有病不知而妄自造作的吧？我则没有这等事，能多听闻，选择其善的依从他，能多见事，把来记在心，这是次一级的知了。28。互相难语言。童子见门人惑。子曰：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为何甚？人竭己以进，与其竭也，不保其往也。互相难语言，互相相名，其乡风俗恶，难语言善。或说，不能为一乡之人皆难语言，张守八字当通为一句。然就其风俗而大略言之，亦何不可？若八字连为一句，于文法不顺切，经不从。门人惑，门人不解孔子何以见此互相同子？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与暂可异。童子进请义，当与以同情，非即同情及其退后之如何？为何甚？甚过分矣。未如此有何过分？孟子曰：仲尼不谓以胜，即此胜自义。人竭己以进，竭清除污秽义。童子求见，当下必有一番洁身自好之心矣。不保其往也，保任意，由今言担保。往字有两解。1. 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02。
说指以往，亦说指往后。后说与不与其退重负，当依前说。或以保自当指将来，然云不保证其以往，今亦有此语。或又以本章有错简，当云与其节不保其往，与其进不与其退时事。今按与其进不与其退，使谓凡有求见者言。与其节不保其往，此为其人先有不节者言。乃又进一层言之，似非错简。此章孔子对互相童子，不追问其以往，不逆揣其将来，只就其当前求见之心而许之以教诲，教之自行数堕以上章，更见孔门教育精神之伟大。白话释义：互相的人多难语言善。一童子来求见，先生见了他，门人多诧异。先生说：“我只同情他来见，并不是即同情他退下的一切呀。这有时磨过分呢。人家也是有一番洁身自好之心才来的。我只同情他这一番洁身自好之心，我并不保证他以前呀。29。子曰：人远乎哉？我欲人，斯人至矣。人道出于人心，故反诸己而极德。人心人道皆不远人，故我欲人，斯人至。唯求在己成德，在事成道，则难。故孔子极言人之易求，又极言人之难达。此处至字，即日月至焉之至。述而篇第7。203。当与彼章参读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：“人远吗？我想要人，人即来了。”30。陈思拜问昭公知礼乎？孔子曰：“知礼。”孔子退。依乌马骑而进之，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，君子亦党乎？君取于吾谓同姓，谓之吾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”乌马骑以告。子曰：“丘也信，既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陈思拜，陈，国名。思拜，官名，即司寇。昭公，鲁君，名仇。乌马齐，名师，孔子弟子。党，偏私义。君取于吾谓同姓，取同取，鲁无皆姬姓。谓之吾孟子，礼同姓不婚，吾女当称孟姬。昭公会之，称曰孟子，子乃宋女之姓。鲁人谓之吾孟子，乃讥讽之辞。既有过，人必知之。昭公习于威仪之节，有之礼称。陈思拜先不显举其取于吾之事，而仅问其之礼乎？鲁乃孔子父母之邦，昭公乃鲁之先君。孔子自无特原此事，凭昭公谓不知礼之必要，故直对曰知礼。此本无所谓偏私。及乌马齐以陈思拜言告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04。孔子不欲为昭公屈辩，亦不欲自白其为国君讳。且陈思拜之问，其存心以无礼，故孔子不论鲁昭公而自陈己过。然亦不正言，只说有人说他错，这是他幸运。此种对答，委婉而严正，陈思拜闻之，亦当自愧其鲁莽无礼。而孔子之心的光明，涵容广大，亦可见。白话释义：陈思拜问孔子道：“昭公知礼吗？”孔子说：“知礼。”即孔子退。陈思拜作揖请乌马齐进，对他说：“我听说君子没有偏私，君子也会偏私吗？鲁君取于吴国，那是同姓之女，至于大家称他吴孟子。若鲁君算得知礼，谁不知礼呀？”乌马齐把陈思拜话告孔子。孔子说：“丘呀，也是幸运。只要有了错，人家一定会知道。”31。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反，复义。本章见孔子之爱好音乐，又见其乐取于人以为善之美德。遇人歌善，必使其重负在歌，细听其妙处，再与之相合而歌。
白话释义：先生与人同歌，遇人歌善，必请他再歌，然后再和他同歌。述而篇第7。205。32。子曰：文墨无尤人也。公行君子，则无谓之有德。文墨有两义，乃稳胜之假借。说文：稳，强也；木，勉也。稳读若燕，燕墨双生，有言勉勉，乃努力意。一说以文字断句，默作以词。谓文或尤人，行则不逮。两说均通，但以孔子绝不如此自谦。今从前解。公行君子，公行者，从容中道，真乎自然，以不呆努力。本章乃孔子自谦之词，然其勉勉终身自强不息之精神，实以超乎君子而优人甚欲矣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努力，我是能及人的。做一个公行君子，我还没有能到此境界。33。子曰：若胜与人，则无其感；亦谓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耳。以公西华曰：正为弟子不能学也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06。胜与人，胜至古通称。此孔子自谦，谓胜至与人德，无不敢当。盖当时有称孔子胜且仁者，故谓此谦辞。谓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此之自己只胜与人之道言。谓之不厌，为求之与人努力不懈，亦即以所求不倦诲人。可谓云耳。云耳，由云如此说，即指上文不厌不倦言。正为弟子不能学也，正为由言正在这上，亦指不厌不倦。本章亦与上章相发，谓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正是上章之文墨勉勉终身，若忘道而未至也。孔子不自当人与之，然自谓终其身不厌不倦，勉勉求人求之，则可谓能然矣。盖道无止境，故当毕生以之。一言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人道与天行之合一，即在此不厌不倦上，是及人之之极。40行，百物生，此为天德。然行亦不已，生亦不已，行与生皆见而向前。故知胜与人其名，谓之不厌诲人不倦是其实。孔子辞其名，居其实，虽属谦辞，亦是教人最真实话。圣人心下所及谦者，痛实即是其所罪及自负者，此种最高心得，亦为圣人使能知。读者当就此2章细参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若说胜与人，那我岂敢？只是在此上不厌地学，不倦的教，那我可算的是如此了。公西华说，正在这点上，我们弟子不能学呀。述而篇第7。207。34。子疾病，子路请道。子曰：有诸？子路对曰：有之。累曰：导尔于上下神之子曰：秋之导久矣。疾病，即甚曰病。请道，请代导于鬼神。有诸？诸有之乎？有之乎？问辞。或说有此是否？病而导于鬼神，古今礼俗皆然，孔子何谓问此？或说有此理否？孔子肆意不直斥导神谓非礼。此语应是问有代导之事是否？如周公姬腾，即代导也，然未尝先告武王，又命助使使不敢言。今子路以此为请，故孔子问之。累曰：累亦本作累，当从之。累施于生者，累其功德以求福；累施于死者，哀其死，数行以示之。导尔于上下神之，子路引此累辞也。上下为天的，神属天，之属地。尔训汝。导尔于三字，即别人代导之词，故子路引此以答。秋之导久矣，
孔子谓我日常言行，无不如祷神求福，素行合于神明，故曰祷久矣，则无烦别人代祷。今按子路之请祷，乃弟子对师一时迫切之至情，亦无可生非。今先以请于孔子，故孔子告之以无须祷之意。若孔子而同意子路之请，则谓不安其死而谄媚于神，以寄其须臾之身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08。孔子而谓之哉？又按孔子欲大事常言天，又常言命，独于鬼神则少言。祭祀所以自尽我心，故曰无不与祭如不祭。知命则不呆倒，故曰或罪于天，无所道也。然此章故谓明言鬼神之无有，亦不直斥道神之非，学者其细阐之。白话释义：先生病得很重，子路请代先生祷告。先生说：“有此事吗？”子路说：“有的。从前的累文上说，祷告你于上下神之。”先生说：“我自己已祷告的久了。”35。子曰：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，与其不孙也宁固。奢者常欲胜于人，孙自幼作训，不训，不让，不顺意，故陋义。务求于俭，事事不欲与人通往来，亦陷于故陋。二者均失，但故陋并在己，不训则邻人。孔子崇人道，故谓不训之失更大。”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奢了便不训让，俭了便故陋，但与其不训让，还是宁故陋。述而篇第7。209。36。子曰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坦，平也；荡荡，宽广袤。君子乐天之命，俯仰无愧，其心坦然，荡荡宽大。戚戚，促缩茂，亦忧惧意。小人心有私，又多欲，持敬于荣利，耿耿于德丧，故常若有压迫，多忧惧。”本章分别君子小人，单指其心的语气冒言。读者常以此反省，可以尽德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君子的心胸气貌常是平坦宽大，小人的心胸气貌常是破促忧戚。37。子温而立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温，和顺义；立，严肃貌。立静有威，温静不猛。恭常亦静于不安。孔子修中和之德，即在气貌之间，而可以窥其心的修养之所至。学者当内外交修，即从外面气貌上，亦可验自己之心得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10。白话释义：先生极温和而严厉，极有威但不猛，极恭敬但安舒。211。泰伯篇第8。1。子曰：“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3以天下让，民无德，而称焉。泰伯，周太望之长子。4仲雍、季历。季历生子昌，有甚德，太望亦欲立之。太望疾，泰伯必是无，仲雍从之逃亡。季历立为君，传子昌，是谓文王。至德，得之至极之称。3以天下让，或说泰伯乃让国，其后文王、武王促以得天下，故称之为让天下。或说时因道渐衰，泰伯从父亦让季历及其子昌，若天下乱，必能匡救，是其心为天下让。3让，亦说泰伯必之无，一让。太望没，不反奔丧；2让，免丧后，遂断发闻声，终身不反；3让。亦说季历、文、武3人相传而终有天下，皆泰伯所让。今按泰伯之让，当如《史记》知其父有利昌之心故让。孔子以泰伯之德亦可以有天下，故曰以天下让，非泰伯自谓以天下。
柴氏藏书论语心解212。让。三让当如第二说。民无德而称，泰伯之让，无机可见。相传其事无，乃以采。要为民，后乃断发文申促不归，心在让而无让事，故无德而称之。本章孔子即称让德，又即众无名可称之隐德。让德亦是一种仁德，至于无名可称，故称之曰至德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泰伯可称为至德了。他3次让了天下，但人民拿不到时机来称道他。2. 子曰：恭而无礼则劳，慎而无礼则恩，勇而无礼则乱，直而无礼则绞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心于仁。故旧不移，则民不偷。劳、喜、乱、绞、劳，劳扰不安逸；喜、畏惧；乱、犯上；绞、急切。恭慎勇直皆美行，然无礼以为之节文，则仅见其失。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心于仁。此君子指在上者。笃后义，心其义。在上者后于其亲，民闻其风，亦将心于仁。或说君子以下当别为一章，为为谁何人之言则失之。或说当初曾。泰伯篇第8。213。子因与慎终追远明德归后之说相近，然无确据，今不从。故旧不移，则民不偷；移，忘弃；偷，薄义。在上者不忘弃其故旧，则民德自归于后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恭而没有礼，便会劳扰不安；慎而没有礼，便会畏怯多惧；勇而没有礼，便会犯上作乱；直而没有礼，便会急切刺人。在上位若能后其亲属，民众便会兴起于仁了。在上位的若能不遗弃与他有故旧之人，民众便会不偷薄了。3. 曾子有疾，召门弟子曰：起与足，起与手。诗云：战，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后，无之免夫。小子有疾，疾重病。起与足，起与手，起自有2节。一说开义。曾子使弟子开亲视其手足。一说起同瞥视，使弟子视其手足，当从后解。诗云：诗小曼之篇。战战兢兢，战战恐惧冒。兢兢戒谨冒。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临渊恐坠，履冰恐陷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214。无之免夫。一说隐，大代理。曾子大孝篇，乐正子春隐。曾子曰：父母权而生之，子权而归之，可谓孝矣。孝经云：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将死之免，免即权而归之。或说免谓免于刑戮，毁伤亦指刑言。古者墨、义、肺、弓皆肉刑。孔子曰：君子怀刑其称难容。曰：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曾子此章亦此意。乐正子春夏唐商族之所言，则失其出止而近于。今从后说。今按《论语》言杀身成仁，孟子言舍身取义。曾子临终则曰：无之免夫，虽亦各有当，而曾子此章似乎弃。项魏弘。然子思师于曾子，孟子师于子思之门人，一脉相传。孟子气象故极宏大。论学术传统，当通其先后而论之。为曾子独得孔门之传故非，为曾子不传孔子之学，亦何尝是？学者贵能大其心以通求古人学术之大体，以过偏过科之论评治古人，又焉所得？白话释义。曾子得了重病，召他的门弟子说：看看我的手和足吧。诗
今上说小心呀，小心呀。向临深潭边，向导薄冰上。自今而后，我知道能免了。小子呀。泰伯篇第8 215。4。曾子有疾，孟敬子问之。曾子言曰：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：动容貌，思远暴慢矣；正颜色，思敬信矣；出辞器，思远必备矣。边斗之事，则有思存。孟敬子问之。孟敬子，鲁大夫仲孙杰。问者，问其病。曾子言曰：此处何以不敬作？曾子曰：而作。曾子言曰：或说一人自言曰言，两人相对答曰语。此处乃曾子自言。然《论语》凡一人自言，不必都加言字，亦不因孟敬子来问病，而曾子一人自言，不照顾问病者。又一说，曾子不言己病，独告以君子修身之道。记者郑重曾子此番临终善言，故特加一言字，而曾子病之不起，亦见于言外。两义相较，后说四圣。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此两语相连，可有两解。一曰：鸟未死，故鸣哀；人穷反本，故言善。死到临头，更合恶意，故其说多善。此曾子之谦辞，亦欲敬子之信而视之。又一说，鸟兽将死，不惶则应，故只图哀声。人之将死，若更不思有令终之言，而亦哀惧而已，则何以别于禽兽？后说屈伸，不如前解平直，今从前解。君子所贵乎道者三，此君子以谓言。动容貌，思远暴慢矣。动容貌，今只言动容。一说人能动容对人，人亦不以暴慢对之。又一说能常注意动容貌，己身可远离于暴慢。暴，急躁；慢，待放。今从后说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216。正颜色，思敬信矣。正颜色，今只言正色。一说人能正色对人，则亦起人性。或说人不敢欺。又一说能常注意正颜色，己身可以日进于中性。今从后说。出辞器，思远必备矣。辞，指言语；器，指音声。出者，吐词出音之爽朗明确。备，同备，为备义。一说人不敢以必露备里之言陈其前。又一说己身可远于必备。今从后说。边斗之事，则有思存。边斗，礼器。边，竹谓之；斗，木谓之。有司，管事者。曾子义，此等皆有管理专司，卿大夫不烦自己操心。存，在意。或说孟敬子为人，举动任情，出言必备，且察察为民，尽于科系。曾子应以此告。此说尽推测。曾子为学，盖主谨于外而玩其内。孟子乃主由中以达外。要知学脉相承，所谓一事皆以修身为本。中庸言：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，发而皆终结之谓和。容貌颜色辞器，喜怒哀乐之所有表达。比之与雅，备之与顺，正之与邪，信之与畏，暴之与和，慢之与庄，即终结不终结之分。后人皆喜读孟子、中庸，若其言之扩大而高深。然曾子此章有句有首，功夫平实，并为临格而游云云，可见其平日修养之诚且固。言修身者，于此不当乎？白话释义：曾子得了重病，孟敬子来问病。曾子道：鸟将死，民生悲；人将死，说话也多善言。君子所贵于道的有三事：能常注意动容貌，
便可远离暴慢；能常注意正颜色，便可日进于诚信；能常泰伯篇第8 217。注意土颜出身清整爽朗，便可远离比背了。至于那些编斗之类的事，都有专责管理的人在那里呀。5. 岑子曰：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效。习者无有常从事于斯矣。犯而不效，犯者人以非礼犯我，效即教义。然人必先立乎无过之地，不得罪于人，人以非礼相加，方说是犯，始可言效。若先以非礼加人，人以非礼答我，此不谓犯，亦无所谓不孝矣。无有，就说无有指言子，其心为之义理之无穷，不见物我之有问，故能耳。孟子恒逆之来章可参读。白话释义。岑子说自己才能高，去问才能低于他的人；自己知道多，去问比他知道少的人。有了像没有，充实像空虚。别人无理犯我，我能不计较？以前我的朋友曾在这上面下过功夫了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218。6. 岑子曰：可以托6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，而不可夺也。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。托6尺之孤，古人以7尺指成年，6尺15岁以下。托孤未受前君命辅右主，寄百里之命，此事9国政。百里，大国也。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大节，国家安危，个人死生之大关节处。夺，强之放弃义。受人之托，守人之计，一心以之，不可摇夺也。君子人也。此处君子有2说：一，受托孤之责，己虽无妻之之心，却被人欺；因百里之计，己虽无妾之之心，却被人妾，亦是不胜任。君子必才德兼全，有德无才，不能为君子。此说故事。但后世如闻天祥使克法，心尽力竭，继之以死，而终于君亡国破。此乃实命，非不得，亦非无才，宁得不为之君子？故知上句不可夺，在其志；而君子所重，亦更在其德。盖才有穷时，唯德可以完整无缺。此非崇德行而薄是功，实因德行在我，是功不尽在我。品评人物，不当一不尽在彼者归罪于彼。白话释义。岑子说，可以把6尺的孤儿托付他，可以把百里的政令寄放于他，临到大关节处，摇夺不了他，这等人可称君子了吧？真可。泰伯篇第8 219。算得君子了。7. 岑子曰：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人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弘毅，弘大，毅，强毅。非弘大强毅之德，不足以担。重任，行远道。人以为己任，人道。人以为己任，即以人道自任。死而后已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懈，而任务仍无完成之日，故曰死而后已。本章以前共5章，皆记曾子语。首记曾子临终所事毕生战经为具之心。次即并格所举注意日常容貌颜色辞气之为。再记称述无有之希贤而希慎。以能问于不能，是弘。大节不可夺，是义。何此5章观之，心弥小而得弥辉，行弥谨而守弥固。以临深履薄为基，以人为己任为量。曾子之学，大体如是。后2章直4孟子气象，于此可见学脉。白话释义。
曾子说：一个事不可不宏大而强毅，因他担负重而道路远。把全人群的大道来做自己的担负，不重吗？这个担子须到死才放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20。下，不远吗？8。子曰：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兴于诗，兴，其义。诗本性情，其言义之，吟咏之间，义。扬反复，感人益人。故学者之能启发其心志而不能自已者，美于诗得之。立于礼，礼以恭敬辞让为本，而有节文度数之详。学者之能卓然自立，不为事物所摇夺者，美于礼得之。成于乐，乐者更唱叠合以为歌舞，学其俯仰及徐周旋进退起气之节，可以劳其筋骨，使不致怠惰废弛；束其血脉，使不致猛力奋起。而八音之节，可以养人之性情，而荡涤其邪秽，消融其渣滓。学者之所以至于易经人熟而和顺于道德者，美于乐得之。是学之成。本章见孔子之重诗教，又重礼乐之化。后世诗学既不尽正，而礼乐沦丧，几于无存，图目解孔子教于语言文字间，于是孔学遂不免有若未干枯，少活泼滋润之功。此亦来学者所当身体而细玩之。白话释义。泰伯篇第8。221。先生说：兴起在诗，着力在礼，完成在乐。9。子曰：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上章言教化，本章言行政，而大意相通。孟子曰：行之而不着焉，习以而不察焉，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。中庸曰：百姓日用而不知，皆与此章意相发。民性皆善，故可使由。民性不皆明，有志在中人以下者，故有不可使之者。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，必先加育护小，日用力于语言文字，以务使知之，不为无效，亦且离析其耳目，当获其心思，而天下从此多故。即论教化，诗与礼乐，人在使由。由之而不知，自然而深入，终自可知；不由而使之，知终不真，而相虑为其谓。易传云：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神而化之，使民疑之，亦为民之不可使之，而谋求其可由，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。晋人疑论语，此章为孔子主于民变专制，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之之慨于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在上者指导民众，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22。佚名。子曰：好勇极平，乱也；仁而不仁，极之以胜，乱也。本章一言治道。若其人好勇，又极平，则易生乱，即恶意。若对不仁之人，极恶之过甚，使无所容，亦易生乱。论语先进篇，子路为政，可使民之勇，见勇为美德。孔子告冉有曰：先父后教，见平必就治。又曰：好人而恶不仁，见不仁诚当恶。为主持治道，则须善体人情，导之以谏。亦有偏激，是乱起而或且便及于君子善人，是不可不深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若其民好勇，又恶平，就易于心乱；若恶不仁之人太甚，也易于心乱。一。子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。一。周公之才之美，周公但多才，其才又甚美。骄且吝，吝谦色易。骄者恃才凌人，吝者思其才不已。泰伯篇第8。223。
及人，非其才不美，乃得之不美。其余不足观，其余教令之所余，指其才言。用才者得，既非其德，才师所用，则虽美不足观。譬如周公，其才足以平祸乱，兴礼乐，由其不教不令，乃见其才之美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若有人能有像周公的才那样美，只要他兼有着骄傲与吝啬，余下的那些才也就不足观的了。一二。子曰：3年学，不至于古，不义的也。古，路也。当时世皆以学求是，3年之期已久，而其向学之心不转到古路上，谓难能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学了3年，其心还能不到古路上去的人，是不易得的呀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24。义3。子曰：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为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笃信好学，守死善道。信此道，非笃信则不能好学；学此道，非好学亦不能笃信。能笃信，又能好学，然后能守之以至于死，使能善其道。善道者，求所以善明此道，善行此道。或说守死于善与道之二者，今不从。为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；为国不可入，乱国不可居。不入为邦，则不备其乱；不居乱邦，则不及其祸。全身亦以善道。然君子身居其邦，亦不可去；有见为而受命者，亦求善其道而已。此皆守死善道。盖守死者，有可以死，可以不死之别。必之不入不居之己，乃能尽守死善道之节。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见由现，由经云表现。君子或见或隐，皆所以求善其道。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；邦有道而屈居贫贱，不能自表现，亦不能善道之真。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；邦无道而高居富贵，更是不能善道之真矣。盖是智而我身无可行之道，是乱而我心无可守之节，皆可耻之甚。何本章通体观之，一切皆求所以善其道而已。可以富贵。泰伯篇第8。225。可以贫贱，可以死，可以不死，其间皆须学。而非信之笃，则亦先有能近乎其善者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该笃信，又该好学，坚执固守以至于死，以求善其道。为邦变不入，乱邦变不居。天下有道，该能有表现；天下无道，该能隐藏不出。若在有道之邦，人是贫贱不能上进，这是可耻的；若在无道之邦，人是富贵不能退，也是可耻的。疑4。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本章与上章相发明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位之政。然谋政，仅求所以明道之一端。贫贱富贵，隐显出处，既欲有益，其当明道善道则一。不谋其政，岂无益于善道之位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不在此职位上，即不谋此职位上的事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26。义5。子曰：失志之始，官居之乱，洋洋乎盈耳哉！失志之始，官居之乱，失志，鲁乐师，明志。官居，国。封周南之首篇。始者，乐之始；乱者，乐之终。故乐有歌，有声，有间，有和，为一成。始于笙歌，以色配之。如宴礼及大事礼，
皆由太师笙歌。至谓太师，是以云师治之始。笙歌三中，既以深入，在堂下，以磬配之，亦三中，然后有间歌。先笙后歌，歌声相缠，故曰间，亦三中。最后乃和乐。堂上下歌瑟及声并作，亦三中。周南关雎以下6篇，乃和乐所用，故曰关雎之乱。笙歌言人，和乐言诗，互相备足之。洋洋乎盈耳哉！此孔子赞叹之词。自始至终，条理自然，声乐美甚。或以洋洋盈耳专指关雎和乐，或以关雎之乱专指关雎之促章，孔皆谓是。史记云：孔子自谓反鲁而正乐，当时必是师志在官，共成其事。其后师志是齐，鲁乐又衰。此章或是师志在鲁时，孔子叹美其正乐后之美甚；或师志是齐之后，追忆往时之盛而叹美之，不可确定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由于太师治之笙歌开始，弃于关雎之和乐终结。洋洋。泰伯篇第8 227。呼乐声美甚，满在我的耳中呀。16。子曰：狂而不直，动而不怨，空空而不信，吾不知之。矣。狂而不直，狂者多爽直，狂是其病，爽直是其可取。凡人德性未纯，有其病，但痛时亦有其可取。今则徒有病而更无可取，则其天性之美已丧，而徒成其恶，此所谓小人之下达。动而不怨，动无知矣。无知者多谨怨，今则既无知，又不谨怨。空空而不信，空空愚确矣。愚确者多可信，今则愚确而又不可信。吾不知之矣，此为深觉之之词。人之气质不齐，有美常兼有病，而有病亦兼有美。学问之功，贵能增其美而视其病，以其为一完人。一任乎天，则瑕于中不相掩。然既具天真，终可以常情测之。今则仅见其病，不见其美，此非天之生人乃耳，盖习乎下流而天真已失。此等人不为无可培育，亦不可测之，此孔子所以深觉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粗狂而不爽直，蛮憨而不忠厚，愚确而不可信靠，这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228样的人，我真不晓得他了。17。子曰：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；学问无穷，汲汲终日，犹恐不逮。或说如不及，未得欲的也。恐失之，既得又恐失也。上句属温故，下句属知新。川凿曲说，失平易而谨测之意。今不取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求学如向来不及班，还是怕失去了。18。子曰：巍巍乎！舜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与焉。巍巍，高大茂。不与，此有三说：一，舜禹有天下，任贤实能，不轻御其。是所谓无为而治也。一，舜禹之有天下，非求而得之，尧禅舜，舜禅禹，皆若不欲己是然。一，舜禹有天下，而处之泰然，其心渺然若无欲也。三说皆可通。然任贤实能，非无欲也。读泰伯篇第8 229。下章与无见然，知其非无畏。第二说，为晋人主之，因为晋皆托禅让的国。然舜禹之为大，不在其不求有天下而终有之。既有之矣，岂遂无复可称？故知此说于理未足。第三说，与孟子君子有三乐而亡天下不与存焉相似，然此亦不足以尽舜禹之大。
宋如又谓尧舜事业，只如一点浮云过目。此谓尧舜不以成功自满则可，谓尧舜不以事业精心则不可。盖舜禹之谓有天下，故非有心求之。及其有天下，任贤使能，亦非思天下于一己。其有成功，又若无欲于己然。此其所以谓大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这事多摩伟大呀。像舜禹般有此天下，向不欲己事。班义9。子曰：大哉！尧之为君也。巍巍乎！为天未大，为尧则之。荡荡乎！民无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。患乎！其有文章。为尧则之，则准则义。尧之德可与天准。或曰：则法，则义。言尧取法于天。今取前解。荡荡乎！空广袤。民无能名，名指言语称说。无能名，即无可指说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30。患乎其有文章，患光明貌。文章，礼乐法度之称。本章孔子深叹尧之为君，其德可与天相准，乃是民无能名，图见其有成功，有文章，由天之四时行，百物生，而天无可称也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伟大呀，像尧的为君呀，高大呀，只有天能那么高大，只有尧可与天相似，同一准则了。广大呀，民众没有实模可以指别称说于他的了。高大呀，那时的成功呀，光明呀，那时的一切文章呀。20。舜有成5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禹有乱臣10人。孔子曰：才难，不其然乎？唐虞之际，于斯未甚。有妇人焉，9人而已3分天下，有其2，以服事殷、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舜有成5人，此其首两语亦孔子之言。记者以孔子曰3字。与武王曰之后，此处遂不加子曰字。有乱臣10人，就文或无臣字，作有乱10人。乱，志义位。有助之志者10人。泰伯篇第8。231。才难，不其然乎？才难，人才难得。故有此语，孔子引之，谓其信然。唐虞之际，于斯未甚。此两语有4说，亦唐虞之际比周初，谓尤甚；亦唐虞之际不如周初，亦唐虞之际与此周初未甚。虞，解作语。一记，边记义，即以后以下义，谓自唐虞以下，周初未甚。今按唐虞与周初不相继。本章言才难，不在彼优劣，为第3说得之。盖谓唐虞之际，人才常盛，于斯复盛，以一盛字兼统2代，于字4不须改解作语字。有妇人焉，10人中有一妇人，或说乃文武太姒，或说武王妻亦姜。当以指亦姜为是。9人而已，妇女不正式参加朝廷。3分天下有其2，以服事殷。或说此下当令为一章，上文言才难，与此下不涉。又此语亦孔子以前所有，孔子引之，下面自加称叹。若令为一章，则此下应别加孔子曰3字。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若3分天下以下令为一章，此至德显称文王。若连上为一章，则舆论武王下独称文王之德，言外若与武王有不满。或又曰：周之德，当兼文武言，武王其先亦未尝不服事殷，为纣未独夫，不得不讨。此说牵强，分2章说之，则无病。白话释义。舜有贤臣5人而天下治。
武王说：“我有相辅为智的识人。”先生说：“古人说人才难得，不针对吗？唐虞之计下及周初算是胜了，但其中还有一妇人，则只9人而已。”先生又说：“把天下。”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232。3分，周朝有了2分，但仍还服侍殷朝。周朝那时的德，真可称是至德了。21。子曰：“与无见然矣。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。21。服而致美乎服冕，卑公事而尽力乎沟绪。与无间然矣。无见然，间下系义，即非难义。无见，谓无下系可非义。非饮食，非薄义。自奉薄而祭祀鬼神及丰盛，盖以为民其福。服冕，冕官也。大夫以上官皆通称冕。服，府服之服，是冕服之一。服冕皆祭服。沟绪，田间水道。禹时有洪水之灾，人民下朝上哭，不得平土而居之，禹尽力沟绪，使人人得安宅。本章孔子深赞禹之薄于自奉而尽力于民事，亦有天下而不与之一端。士绅以饮食为先，衣服次之，公事又次之。奉鬼神在尽己心，故曰至孝；祭服备其章彩，故曰至美。沟绪人公所谓，故曰尽力。白话释义。泰伯篇第8 233。先生说：“禹，我对他是无话可批评的了。他自己饮食菲薄而尽，心孝敬鬼神；自己衣服恶劣而讲究祭服之美；自己公事卑陋而尽力修治沟绪水道。我对他真是无话可批评的了。”235。子罕篇第9。1。子罕言利，与命，与人。利者，人所欲，其争端，群道之坏美由此，故孔子罕言之。罕，稀少义。盖群道中不可不言利，而言利之风不可长，故少言之。与，赞与义。孔子所赞与者，命与人。命，在外所不可知，在我所必当然。命源于天，人本于心。人能知命依人，则群道自无不利。或说利与命与人，皆孔子所少言，此绝不然。论语言人最多，言命亦不少，并皆郑重言之，污得未少。或说孔子少言利，必与命与人并言之，然论语终不见其利，非本章正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平日少言利，只赞同命与人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236。2。达向党人曰：“大哉孔子！博学而无所成名，子闻之。”谓门弟子曰：“吾何直？直欲乎？直是乎？吾直欲矣。”达向党人，或以达氏向名，则不应复称党，应说向党连读。达是此向党之名。或说达向是此党名。或说此达向党人即向陀也。向陀又称大象陀，大象即达向之转音，陀是其名，达向则以地位氏。其人聪慧不受如颜回，故古人常以颜向并称，为向陀谓及孔子之门。观此章，其赞孔子之辞，知其非一寻常之党人矣。博学而无所成名，言其不可以一义称美之。孔子博学而融会成体，如八音合为一乐，不得人以八音之一名之。吾何直？直，专直也。孔子闻党人之称美，自谦我将何直？是与欲皆属一义，而欲较卑。古人常谓尊长御车，其直若为人下。又以教士则是，善事则为人上。故孔子谦言：若我能专直一义而成名，则宜于直欲也。白话释义。
答向的党人说：伟大呀孔子，他博学无所不能，乃至没有一项可给他成名了。先生听了，对门弟子说：我究竟该专职哪一项呢？还是专职御亦专职士呢？我想还是专职御吧。子罕篇第9 237 3。子曰：马冕，礼也。今也纯简，无从众。拜下，礼也。今拜乎上，太也。虽为众，无从下。马冕，古制鸡麻为冕，其工细，故贵。纯，黑丝，以黑丝为冕，教用麻为简。拜下，亦说古制，臣与君行礼，皆在堂下再拜稽首，君辞之，又生而再拜稽首于堂上。后见交泰，即在堂上拜，不先拜于堂下。又一说，拜君必在堂下。左传，周襄王赐其侯座，桓公下拜登寿，秦穆公享进公子重耳，公子降拜稽首，皆其正。以礼，使有生而成拜之文，即孔子所讥之拜乎上。盖以礼之书上在孔子后，不可据以说。论语，此章之古礼。本章见礼俗随事而变，有可从，有不可从。孔子好古敏求，重在求其义，非一义尊古为今。此虽举其义端，然教简介交，其义深为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马冕是古礼，现在改用黑丝做冕，比马冕节省了。我从众也用黑丝冕。臣对君在堂下拜，这是古礼，现在都在堂上拜，我觉得这样似太骄了，虽违逆于众，我还是在堂下拜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238 4。子绝嗣，无义，无弊，无故，无我。绝嗣，绝，无之敬。无，即无字，古通用。下文似无字非。敬指辞。孔子绝不有辞嗣者，非在心求敬绝。无义，义，独如义，义测义。是谓智，而妄谓义测。或解。是思义，今不从。无弊，此弊自有两解。一，故必义。如言必信，行必果。视之以往，必忘其常此而不改。一，其必义。视之未来，必忘其如此而无误。两说均通。如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即无弊。无故，故直至不化义。出处与末，为义所在，无可无不可，即无故。或说故当读为故，所谓彼一时，此一时，不逆其故。两义互通，今人作故直解。无我，我如我思我慢之我。或说孔子常曰：何有于我哉？则我其感，此即无我。又说孔子述而不作，处群而不自义，为道是从，皆无我。两说亦可互通。圣人自谦者我，自负者道，故心之有道，不存有我。本章乃孔子弟子记孔子平日处事力行之态度，而能直探其心以为说，非其之足以知圣人，而又经常其之详审而漠视者，不义之。白话释义。子罕篇第9 239。先生平日觉无四种心：一无臆测心，二无其必心，三无固执心，四无自我心。五。子谓于匡曰：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与何？谓于匡，匡亦名。相传杨虎常报匡人，孔子弟子言客与虎惧，后客为孔子欲治匡，匡人视之。又孔子貌与虎相似，乃为孔子，居之5日，欲杀之。古谓私斗为畏，匡人之居孔子，亦社会之私斗，非政府之公讨。或说畏惧有戒心，非是，今不从。
文不在兹乎？文指礼乐制度，人群大道所记。孔子深通周初文武周公相传之礼乐制度，是即道在己身。或说孔子周游，以典籍自随，文指诗书典册，今不从。后死者，孔子自止。若天意欲丧斯文，不使复存于世，即不使我知之。斯文即道，与于斯文，即使既得此道。匡人其如与何？今我既得此道，知天意未欲丧斯文，则匡人亦无奈我何？孔子临危，每发信天之命之言。盖孔子自信极深，认为己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40。知道，即天所欲行于世之道。自谦又甚笃，认为己之得名于此道，非有己知之力，乃天意使之名。此乃孔子内心诚感其如此，所谓信道笃而自知名，非于为难之计所能为为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在匡的被居，他说：“文王既死，道不就在此吗？若天意欲丧斯道，不会使后死者亦得知此道。若天意不欲丧斯道，匡人能把我怎样呀？”6. 大宰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胜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？”子贡曰：“故天纵之将胜，又多能也。”子闻之曰：“大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见，故多能比视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劳曰：“子云：吾不是，故意。”太宰，官名。旧著有吴、陈、鲁、宋四国之说。或以《左传》说愿正此太宰乃吾之太宰辟，或即是。夫子胜者与？何其多能也！胜自古人所指胜犯，自孔子后，儒家始尊圣人为德之最高者。太宰此问，盖以多能为胜。或说以孔子圣人，何其多能于小义，与下文不相应，今不从。天纵之将胜，纵不加限量义，将大义，将胜犹言大胜，言天意纵使之成为大胜。子罕篇第9。241。又多能也。太宰之问，即以多能为胜。子贡之答，孔子记。是大胜，又多能，皆天纵使然，则多能之非即是胜，其意亦显。多能比视，孔子自谦，谓因少实践，必直视未深而所能。又皆比视，非因己之胜而无所不能。君子多乎哉？孔子既自成多能，又说君子不必多能。然矣，非谓多能即非君子。此处不言圣人，而改言君子，故亦孔子之谦，不欲以圣自居。然谓君子不必多能，其所指示则更深切矣。或说此章云：聪明人诗文字画诸事皆能，但有不能为人者，此言亦可作深长思。劳曰：劳，孔子弟子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，无其人，当是偶阙。或说及子秦章。今按《论语》编者，于孔子弟子必称字而不明，然称字亦必加子字，其有同字者，则配饰以别之。以劳为秦章之名，亦无据。然此处劳字必是名，一部《论语》为此集。现问章单称名，或此两章是此二人所记，故自书名，编者人其旧而未改。或遂为上论成于秦章，下论成于元思，则失之。劳日以下或令分章，今不从。子云：云与曰同义。劳引孔子语。或说孔子为本章语时，劳在旁举所闻，与孔子语相发。亦说门弟子记孔子语，因并及劳平日所述，用相印证。无不是，故意是用意。孔子言：我不大用于事，故能多习于义。白话释义：太宰问子贡道：你们的先生是圣人了吧？为何这样多能呀？子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
242。共说，故是天意纵使他成为一大圣，又纵使他这样多能呀。先生听到了，说：太宰真知道我吗？我只因年轻时贫贱，故多能。些比是，君子要多能吗？不多的呀。劳说，先生曾说，因我没有被大用，所以学的许多矣。7。子曰：吾有之乎哉？吾知也。有比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。我扣其两端而诘焉。空空如也，或说孔子自言无知，或说此指比夫来问者，言此比夫心中空空。就文理，后说为是。或说空空即空空，陈确貌。比夫来问，必有所疑，有所疑，即非空空。然此比夫心中只有疑，并无知，则仍是空空，两义可兼说。我扣其两端而诘焉。扣如叩门，使门内人闻声开门；又如叩钟，使自鸣。孔子转叩问此比夫，使其心自知开悟。两端者，凡事必有两端。孔子就此比夫所疑之事之两端叩而问之。诘，近义。于此两端穷诘叩问，使比夫来问者，对其本所怀疑之事之两端均有开悟，则所疑全体皆或通晓，更无可疑。然此非孔子先自存有一番之事，专待此比夫之问。孔子仅就其所疑而叩之，使自开悟，故曰：吾有之乎哉？吾知也。正谓此比夫心空空如，诚确有疑，又自成无知，故能循孔子之叩而逐步自有所开悟。若使此比夫胸有成见，不诚不确，别怀他常而来问。子罕篇第9。243。难，则孔子虽善叩，此比夫必抱持己见，生必固惧，不能有所开悟矣。故孔子虽善教，此比夫亦善学。孔子之善教，正因其自认无知；此比夫之善学，亦正因其心空空诚确求问。盖问者心虚，而答者亦心虚，竟使答者能转居于叩问之地位，而问者转居于开悟对答之地位。而此所疑之事，乃跃然明显，不明显于孔子之口，乃明显于此比夫来问者之心头。此章亦孔子循善诱之一例。本章言学问求知，必心虚使能有的，此其一。学问有所的，必由其心自有开悟，此其二。学日进，心日虚，得一知，必知更多为我所不知者。孔子曰：我有之乎哉？吾知也。此非谦辞，正乃圣人心虚得胜之真，此其三。学者当取与知之为知之章何参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我有知吗？我实是无知呀。有比夫来问于我，他心空空，亦无所知，只诚确的来问，我亦只就他所问，从他所疑的两端反过来叩问他，一步步问到穷结处，就是了。8。子曰：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？无以易夫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44。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？凤鸟至，何出图？古人谓乃圣人授命而亡之兆。尚书故命，偏有河图，与大禹一遇天球并列东序，则河图亦当是玉石之类，自然成文，而获得于河中者，何止黄河？无以易夫。或曰：孔子伤时无名王，故己不见用。或曰：孔子自伤不得王天下，故无此瑞音，则是无太平之象。而孔子所欲行之道，其前途亦不补可知矣。今按本书着重在第3句，不在第1、第2句。孔子乃叹无此世运，非必信有河图蜂鸟之瑞。读者当取臣服福海无所取材章同参其完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凤鸟不来，河中不再出图，
大概我是完了吧。9. 子见其衰者，免衣裳者，与古者，见之，虽少必作，过之，必趋。其衰，同虽丧服也。其逢机易，机边者曰其衰，以熟麻布谓之。不机边曰斩衰，以致粗生麻布谓之。其衰服轻，斩衰服重，言其衰可兼斩衰，言斩衰则不兼其衰也。子罕篇第9。245。免衣裳，一说免官也。衣上服，长下服，免而衣上。贵者之甚服，见之必作必趋，以尊在位。一说免，鲁论作免亦丧服，而教其衰为轻。丧礼，去冠扩发，以不广1寸，从向中而前，交于额上，右却向后，绕于髻，是谓免。言绕衣长，则此衣长亦丧服。此彰言孔子哀有丧而敬之。下及古者，亦所哀。今从后说。古者，无目之人。或曰：古者古诗。今按臣上闻丧服者，则以其古，不以其为诗。今不从。见之，此见自是人来见而孔子见之，上见自是孔子见其人。上见自右兼指此见之与下过之言。或以子见其衰者为句，免衣长者与古者见之为句，如此分句，则下文过之必趋4字，应以免衣长者之前始事，今不取。虽少必作，作其意。其人来见，虽年少，孔子必自作而起。过之必趋，过之谓孔子行过其人之前。趋由即行，古人以即行事敬。习宋如谢良佐，常举此章，即师免章，而曰圣人之道，无危险，无内外，由洒扫应对而上达天道，本末亦以贯之。一部《论语》只如此看经案，本章又见乡党篇。圣人心，得之甚，越近越实，越细越密，随时随地而流露，有不其然而然者。此诚学者所宜留意。白话释义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246。先生见道服其衰丧服的，以及轻丧去冠扩发的，以及古者无目的，他们若来见先生，先生必从坐席上起身，虽是年轻人亦一样。若先生在这些人身旁走过，则必改步即行。亦灵。颜渊喟然叹曰：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乎焉在后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，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。欲罢不能，既竭无才，如有所立卓尔，虽欲从之，莫由也。亦喟然叹息深。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仰弥高，不可及；钻弥坚，不可入。之字指孔子之道，亦指孔子其人，此乃颜渊日常心所向往而欲至者。瞻之在前，乎焉在后，在前在后，欲恍惚不可捉摸。循循然善诱人，循循有次序貌。又引进义。孔子之教，依学者之所以治而循序又进之。博我以文，约我以礼，此孔门教法最大纲领。颜子举此以言孔子之教，可谓切当深透之至。文由孔子门4科之言文学。礼指人生实践。欲罢不能，既竭无才，如有所立卓尔。颜子因孔子之循循善诱而欲罢不能，但以竭己才，人见前面如有所立卓尔者。子罕篇第9。247。此卓尔，亦指孔子之道，乃即孔子之人格气象。卓尔，峻绝义。所谓高山仰指望见之而力不能至，虽欲从之，莫有也矣，莫无也。颜子言：悦之深而立矣。近，虽欲在近，
而以无路可游，亦所谓由天之不可接而生。本章记颜子赞叹孔子之道之高且深，而颜子之好学，所以得为孔门最高弟子，亦于此见矣。唯孔子之道虽极高深，若谓不可己及，亦不过在人性情之间，动容之际，饮食起居交接应酬之物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常，出处去就辞受取舍，以至政事之设施，礼乐文章之讲贯。细读《论语》，孔子之道尽在其中。所谓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非舍具体可见之外，别有一种不可测想推论之道，使人无从窥寻。学者熟读《论语》，可见孔子之道实平易而近人。而细玩此章，可知即在此平易近人之中，而自有其高深不可及处。虽以颜子之贤，而有此叹。今欲追寻孔子之道，亦为于博闻约礼，欲罢不能终，逐步向前，数己达于颜子所叹欲从莫由之一境，则以面对孔子之道之极高峻绝处。若舍其平时，而所知明末，不误于博闻约礼，而别作养钻，则未善读此章。白话释义。颜渊喟然叹道：我仰望他，越望越高；我钻研他，越钻越坚。一忽而看他在前面，一忽而又像在后面。先生循着次第，一步步的诱导我，他是如何般的善教呀？他以文章开驳我，以礼行节约我，使我欲罢不能。但我才知已尽，相见他在前面矗立着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248。高峻卓绝，我想再向前追从，但感到无路可游了。一，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未成。并间，曰：久矣哉！由之行诈也。无成而未有成，无谁欺？欺天乎？且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与纵部的大葬，与死于道路乎？疾病，即甚日病。使门人未成，为孔子家臣也。大夫之丧，由家臣治其礼。为家臣者，盖为治丧服及一切治丧之具之准备。门人，即诸弟子。并间，并少轻简。久矣哉！由之行诈也。孔子病时不知，轻简后使之，则子路行诈道，为其不自今日始。盖子路就在不知，其所不知则非自今日始。子路无素诺，凭其片言而可以折喻，岂有久矣行诈之事？故知行诈专指此事言。久矣哉，指此行诈之所由来。无成而未有成，孔子常为大夫，有家臣。今已去位，若病不起，不得人以大夫礼葬。子路使门人为家臣，故曰无成而作为有成，将谁欺？欺天，则正见其无人可欺。且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无宁矣。孔子为我与其有家臣治丧，岂不更愿由门弟子治此丧事？子罕篇第9。249。大夫丧有定礼，门弟子之丧其失，则无礼可据。孔子日常好言礼，相传如碑学礼于孔子，而是丧礼于是乎书，其事当在此章之后，则孔子此番病时，上亦无事丧礼可循。且左传礼部下庶人，刑部上大夫，其间别无事之一极。在大夫与庶人之间有事，礼之及于事，其事皆由孔门设教使。今孔子若病而卒，在当时时亦无礼可循，无丧可治。子路心尊孔子，谓不宜临丧无礼，乃欲以大夫礼治孔子之丧，而不知其不可。其后孔子死，诸弟子兴丧3年，此为无礼其礼，其事被载于《史记》。而孔子此处之所以告子路，则有深意。孔子之道之尊，
在其有门人弟子，岂在其能有家臣？孔子心之所重，亦重在其有诸弟子，岂重在其能有家臣？子路拟礼未达，使诸弟子作为孔子之家臣，欲以大夫礼丧孔子，及诸弟子待亦与子路同此见解。今孔子发此疑问，正好使子路及诸弟子共作深长之思。读此章者，当悟孔子当时言礼之真实分际所在，又当知孔子言礼与其言人言道所分别处。至于孔子之可尊，其所以为百世之圣者，在其创师道，不在其曾为大夫。此在今日人尽知之，然在当时，即孔子弟子或所不知。然孔子亦不欲明白以此自尊，而此疑问，则以深切道出此意。此章虽具体叙述一事，而含蕴一深，读者其细思之。大葬，谓以君臣礼葬。死于道路，谓弃于道路，无人葬之。或说，此章乃孔子将反鲁于道中事的病，故有死于道路之语。然孔子此问，其于无礼起礼之意，启发深切，不可不知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50。今案，孔子有言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此章子路使诸弟子为孔子家臣，亦其平日尊亲其师之意，其心有仁，而终未达一间，则若不为仁而为诈，是亦所谓如礼何之一例。学者遇此等处，最当深究。白话释义：先生病得很重，子路派使先生门人作为先生的家臣，来预备丧事。先生病减了，说：很久了呀，由得行此诈道呀。我没有家臣，装作有家臣，这将骗谁呢？难道要骗天吗？而且我与其死在家臣们手里，还不是宁愿死在你们学生们的手里吗？我纵使不得用君卿大夫们的葬礼，难道我就死在道路上，没人来葬我吗？一二。子贡曰：有美玉于斯，运衣而藏诸，求善假而孤诸。子曰：孤之哉！孤之哉！我待假者也。运衣而藏诸，运即葬义。衣即愧，未藏之愧中。诸问：此有言之乎？求善假而孤诸，孤卖义。假同价，善价犹云高价。或说犹言良假，为下文言呆假，显谓呆善价，当从前说。本章子贡以孔子怀道不仕，故设此问。孔子重言孤之，则子罕篇第9。251。无不仕之心可知。盖孔子与子贡之分别，在求字与呆字上。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若有求无呆，则将炫之与藏之相异。白话释义：子贡说，若有一块美玉在这里，还是装在匣中藏起呢？还是求一个高价出卖呢？先生说：卖呀，卖呀！我只在这里等待出价的。义三。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陋，如之何？子曰：君子居之。何陋之有？九夷，东方之群夷。子欲居之，亦臣服福海之意。陋，文化必塞。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若有外来君子居其地，即正其地非。必塞。孔子此答，亦与福海张无所取材与风趣略同。若必为孔子报化一位下之志，则反失之。白话释义：先生想居住到九夷去。有人说：九夷闭塞，怎住下呀？先生说：有外面君子去住，那还称石磨闭塞呢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52。疑四。子曰：吾自谓反鲁，然后乐正、雅颂各得其所。
乐正，此有两解，一是正其乐章，一是正其乐音，两亦可兼采。雅颂各得其所，诗篇之分雅颂以体制，乐之分雅颂则以音律。正其乐章，如鹿鸣奏于乡饮酒、乡试、宴礼；清妙奏于祀文王、大长帝、天子养老、两军相见之类。正其乐音，正其音律之错乱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我自谓反到鲁国，使把乐离正了。雅与颂各自获得了他们原来应有的处所。义五。子曰：出则是公卿，入则是父兄，丧事不敢不免，不为久困，何有于我哉？言此数事，与我无难。或说孔子幼孤，其兄亦早亡，此章未必在早年，则不专为己发。要知是日常庸行，所指乐碑。子罕篇第9 253。用意乐切，故人人当以反慎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出外奉事公卿，入门奉事父兄，有丧事不敢不免尽我力，不要被酒困扰了，这些对我有何困难呀？16。子在川上曰：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是往矣。舍同舍。或训止，然昼夜不止，不当言不止昼夜。不舍昼夜者，犹言昼夜皆然。年事不停，如川流之常往。或说本篇多有孔子晚年语，如凤鸟章、美玉章、九夷章及此章，身不用，道不行，岁月如流，迟暮伤事，盖伤道也。或说自本章以下，多勉人进学之词。此两说皆得之。宋儒以道体之说是此章，亦易解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在川水之上说，去的就像这样呀。他不舍昼夜的向前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254。义7。子曰：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本章探识人之薄于德而后于色。或说好色出于臣，人之好德美不如好色之臣。又说《史记》孔子居位，灵公与夫人同车，使孔子为次臣，招摇事过之，故有此言。今按孔子此章所叹，古故如此，今亦同然，何必专于为灵公而发？读《论语》，贵亲从人生实事上体会，不贵多于其他书籍谦说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我没有见过好德能像好色般的人呀。义8。子曰：譬如蔚山，蔚成一篑，止，无止也；譬如平地，虽覆一篑，进无往也。篑，土龙。本章言学者当自强不息，则积久而终成；若半途而废，则前功尽弃。其止其进，皆在我，不在人。白话释义：子罕篇第9 255。先生说，譬如堆一山，只一篑未成，停止了，这是我自己停止了的呀。譬如在平的，仅堆着一则土，继续向前堆，这也是我自己在向前堆的呀。义9。子曰：与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与。惰，懈怠义。本章承上章，然读者亦于重视不惰二字，而忽了与之二字。盖答问多因其所疑，与则教其所谓智。闻所语而不得于心，故惰。读颜子于孔子之言，触类旁通，心解力行，自然不懈。此见颜子之高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和他讲说了不带谢的，只是颜回了吧。20。子谓颜回曰：习乎！吾见其进也，未见其止也。子谓颜回句段，下曰字字为一句。本章乃颜渊既死而孔子习之之辞。进止二字与上谓山章同义。
柴氏藏书论语心解256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到颜渊，叹道：可惜呀！我只见他向前，没见他停下呀。21。子曰：苗而不秀者有一夫，秀而不实者有一夫。古始生曰苗，成岁未秀，成古曰实。或说本章承上章，习言子；或说其下章，立学者。玩本章辞气，慨叹警惕，兼而有之。颜渊不幸短命，故有志者犹当学如不及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发了苗没有结成穗的有了吧？结了穗没有长成谷的有了吧？22。子曰：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40、50而吾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后生可畏，后生指年少者，因其来日方长，前途无限。子罕篇第9。257。故可畏。焉知来者之不如今？来者，今日之后生。今日之成人。就目前言，似后生不如成人。然他年后生长成，焉知其必不如今日之成人乎？后来居上，出类拔萃者，亦可有之。40、50而无闻。无闻有两解：一、无生闻于世；一、谓其无闻于道。今从前解。古人40曰强势，50而绝，40、50乃得立名章之时，故孔子据以为说。本章仅人及时免学，而乐欲因材之旨，亦可于此生谓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年轻人是可畏的呀，哪知后一辈的将来定不如今天这一辈的呢？若到40、50岁还没有令闻在世，那就不足畏的了。23。子曰：法语之言，能无从乎？改之为贵。训语之言，能无说乎？义之为贵。说而不义，从而不改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法语之言，法则义；语告诫义。为人以法则告诫之，此正言相归。训语之言，训恭顺义；语许与义。为人以恭顺许与之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258。此婉言相劝。义之为贵，义循义义。人之于我，不以庄论，而以恭训。赞许之辞相诱导，我虽悦其言，贵能循义其言之为义所在。本章见教在人而学在己。人纵善教，己不善学，则教者亦无如之何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别人用规则正言来告诫我，能不服从吗？但能真实改过才好呀。别人用恭顺婉辞来赞许我，能不喜悦吗？但能循意他，言外为义才好呀。只知喜悦，不加循意，只表服从，不肯自改，那我就无奈他何了。24。子曰：主忠信，无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本章重出，以见学而篇。或曰：圣人随机立教，一事时或在言，弟子重师训，故复书而存之。子罕篇第9。259。25。子曰：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匹夫犹谓独夫。或曰：夫妇相匹配，故分言则曰匹夫匹妇。三军虽众，其帅可夺而取。志则在己，故虽匹夫，若坚守其志，仍不能夺。自子在川上章起，至此10章，皆勉人未学，然学莫先于立志。有志则进，如是川之不已；无志则止，如畏山窥一篑。故凡学而促为外物所夺，皆是无志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三军之众，可把他元帅夺了，
匹夫立志，谁也夺不成。26。子曰：衣蔽运袍，与衣狐合者利，而不耻者，其有也。禹不志不求，何用不臧？子路终身诵之。子曰：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蔽运袍，蔽破坏义，运乱序。古无木棉，袍皆以序。序之好者称棉，如今之丝棉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60。狐貉，以狐貉之皮为裘，裘之贵者，其有也。与谈公。子路曰：商哉贫也，生无以为养，死无以为礼也。嘉语。子路为亲父米，则衣蔽运袍乃实况，非设辞。不志不求，何用不臧？此谓风雄志之师。志害义，及人之有而欲加以害伤之心也。求贪义，耻己之无而欲求取于人。臧善义，若能不志不求，则何谓而不善？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孔子引诗以美子路，子路终身诵之。是以一善孤瞻自喜，将不复于道更求进，故孔子复言此以警之。或说不志不求以下当别为一章。今按不志不求，正承上必祖狐貉之对立来，分章则义不见，今不从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穿着破旧的棉絮袍和穿狐裘的人同立在一起，能不敢为耻辱的，只有由了吧。诗经上说不治客，不贪求，在有时磨不好呀。子路听了，从此常诵指此诗。先生说，这样又何够算好呀？27。子曰：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凋，凋伤意。凋在众木之后，曰后凋。春夏之交，众木茂。子罕篇第9。261。甚，及至岁寒，尽归枯林。独有松柏，枝持残菊，众呆阳和。所谓是穷见节义，是乱世忠臣。然松柏亦非不凋，但其凋在后，旧叶未谢，新叶已萌，虽凋若不凋。道之将废，虽圣贤不能回天而易命，然能守道，不与时俗同流，则其序有传，其风有继。本章只一语，而意欲无穷，至今通俗皆知。诗人运用此章意者尤广。吾中华文化之历久常新，孔子此章所昭示，其影响犹未不小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要到岁寒才知松柏的后凋呀。28。子曰：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知者不惑，知者明道达义，故能不为事物所惑。仁者不忧，仁者悲天悯人，其心浑然与物同体，常能先天。下之忧而忧，然其为忧，测达广大，无思虑思忧。勇者不惧，勇者见义勇为，至道直前。本章之仁勇三德，知以明之，仁以守之，勇以行之，皆达德。学者能以此自反而加体验，则此心广大高明，悉圣悉贤，自能循序日进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62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知者心无惑乱，仁者心无愁虑，勇者心无惧怕。29。子曰：可与共学，未可与士道。可与士道，未可与利。可与利，未可与权。士道，是往复义。同一项学，或志不在道，如学以求路之类。故可与共学，未必可与共士道。利，强力不反义。知向道，亦有中途见夺者。权，称物之垂名权。权然后知轻重。孟子曰：男女授受，不亲，礼也。扫逆原之以守，权也。论语曰：利于礼，然处非常变局，则呆权其事之轻重，
而后使得道义之政。但非易经人守者，亦不能全。借口事实答辩，自谓能全，而或近于小人之无忌惮，故必能力乃使能全。本章告人以尽学之阶成，治学者可本此自信，亦当本此则有取义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有人可和他共同向学，但未必可和他共同向道。有人，自罕篇第9 263，可和他共同向道，但未必可和他共同强力不变。有人可和他共同强力不变，但未必可和他共同权衡轻重。30. 堂弟之华，偏其反而，岂不尔思？世事远而子曰：谓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堂弟之华，偏其反而，地花有赤白两种，树高7、8尺，其花初开相反，终乃合并。时代如李，6月中熟，可食。堂弟白色，华即花字。偏亦作偏，反或说当与番同。偏番，花摇动茂，岂不尔思？世事远而，地花偏番摇动，似有情，实无情。诗人借以起心，言我心摇摇，亦如地花偏番，非不相念于耳，但居士远隔，不异常亲耳。上4句是一诗，谓之思也，夫何远之有？孔子引此一诗而说之，为时不思而已。若果思之，即近在我心，何远之有？此章言好学，言求道，言思贤，言爱人，无止不可。中国诗妙在笔心，空灵活泼，意辟无方，读者可以随所求而各自得。而孔子之说此诗，可谓深而切，远而近矣。人远乎哉？道不远人，思则得之，皆是也。此章罕辟而喻，神思绵邈，引人入胜。论语、文章之妙，读者亦当深玩。本章就与上章相连，宋诸子始未分章，今从之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64。白话释义：诗经上说，堂弟花开，偏翻的摇动着，我心岂不想念于你呀？但我们的居室相隔太远了，先生说，只是没有想念吧？真想念就近在心中，还有时磨远的呢。265。乡党篇第10。1. 孔子于乡党，循循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庙朝廷，便言为景耳。乡党，孔子生邹邑之昌平乡，后迁居父之阙里，亦称阙党。此称乡党，因兼两的言。循循，温公信实之貌。似不能言，谦卑逊顺，不欲以己之贤之先人。乡党乃父兄宗族之所在，孔子居乡党，其容貌辞气如此。宗庙朝廷，此指鲁国之宗庙朝廷。廷者平的，朝有至朝内朝，皆在平的，无堂阶，故称朝廷。便言，便也。或说贤雅之貌，为景耳，宗庙朝廷，大礼大政所在，有所言，不可不明而辩，唯当谨敬而已。本篇记孔子居乡党，日常容色言动，以见道之无不在，而圣人之圣德，亦宛然在目矣。就不分章，今依诸子分17节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66。白话释义：孔子在乡里间，其貌温恭谦逊，好像不能说话的一般。他在宗庙朝廷时，说话极明白，不含糊，只是极谨斥。2. 朝与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与上大夫言，盈盈如也。君在，敌气如也，语语如也。朝，此言君未是朝之时。侃侃，和乐貌；盈盈，中正有正貌。君在，君是朝时。敌气，恭敬貌；语语，犹徐徐也，威仪中士之貌。
单言敌气，若有不宁。单言语语，似近于慢，故何言之？此一节记孔子在朝廷遇上阶下之不同。白话释义：孔子在朝廷，当他和下大夫交谈时，侃侃然和气而又欢乐；当他和上大夫交谈时，盈盈然中正而有政变。军事朝时，孔子公。乡党篇第10。267。恭敬敬，但又威仪中士，不紧张，也不持械。3. 君兆使病，色薄如也，足气如也。依所与力，左右手，依前后，言如也。趋近，亦如也。兵退，必复命，曰：兵不顾矣。使病，病亦作兵，国有宾客，使孔子迎之。薄如，变色装金帽。气如，盘辟帽。盘辟，由言盘旋盘散，谓如林深履为举。足戒具，必则的使下，不如在平的之长步。或说气素帽，不暇闲步也。此言孔子作病时，容貌行走，皆悚然见敬意。此统言之，下特言之。依所与力，左右手，所与力，谓同卫兵者。兵或5人，或4人，或3人。依左边人，则移其手向左；依右边人，则移其手向右。或曰：下言复命，则孔子必为上宾，其所与力者，但在左无在右。左右手，谓左其右手也。或说本篇之词，亦如记曲礼者，然非定记孔子某一时事。有谓上病，有谓臣病，此间记之。依前后，言如也。病者依必拟其手，依必而仰；依分左右，右兼拟仰；依亦随之前后转摆。言如枕帽，衣上摆动而不乱。趋近亦如，病者从中庭进至坐阶，其间有数十步，不宜疏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68。缓，故必趋。亦如鸟书意，言其端好。兵不顾矣，君命上病送兵，复命自兵以去。此为上病事。此一节记孔子为君病相之容。白话释义：君召孔子始作病相，孔子必变容庄敬，行路如脚下有戒具般。对痛力的其他病相作揖，左边右边，挥张两手，衣服前后开动，整庭不乱。由中庭趋近时，如鸟书意，状态端好。兵退了，必回复所命，说兵不再回头了。4. 入宫门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门，行不履欲。过。谓色薄如也，足气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久其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平气似不习者。出将一等，逞颜色，仪如也。眉阶趋近，亦如也。复其位，跛除如也。宫门，古者天子5门，诸侯3门。入宫门，应指第1门库。门言：鞠躬如也。鞠躬，一说屈身矣，一说当读为居穷谨，敬自敛之状。居穷敌气皆双声复语。若言屈身，依文法不得再加一如字。今从后说。乡党篇第10。269。如不容，宫门高大；若不容，言其谨敬自敛之志。立不中门，门两边立长木，谓之城；中央竖短木，谓之灭。门以向堂为正，东为灭右，西为灭左。东西各有钟。出入之法，主由灭右，兵由拦左。礼，士大夫出入军门由灭右。诸侯西一门长掩，谓之兵门。臣统于军，故出入亦由东门。军行出入始中门，非尊者皆偏进灭而行，以避尊者。立不中门，与下行不履灭互文必复，实亦谓行不中门。此中谓灭右之中。
行步履玉门线。行当跨线而过，若见其上，则诬陷，并将诬跨者之一。过谓古礼，君每日在至朝与群臣一见，此谓即君在至朝所立之位。议论政事，则在禄请之朝。至朝退，是禄请，则至朝之位虚。群臣欲议正当入内朝，则过此位。过位必尽，故色薄如而足气如。其言四不足，谓同朝者或语不得不应，然达而不详，如不足。既过位，见进君，固然。设其升堂，此堂，禄请之堂。其长下之缝。9. 抠腋。将升堂，两手抠衣使去的一尺。恐啮之，轻叠失容。平气四不习，平藏也。习鼻息。由经言平者气，如不呼吸。出降一等，降下一等，堂阶之极。此谓见君既毕，下堂降阶第一级时。逞颜色，逞放逸。疏气解言，故宜然和悦。眉阶趋近，眉近义。眉阶为下近诸级，至平地时。去君远，故徐趋而易如。近前义。凡有所去，皆可日进。此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270。方自堂下退，向鹿门而前。亦本无尽字。复谓又过出入时所过君之空位。此一节记孔子在朝之容。白话释义：孔子跑进宫门，必敛身谨敬，像那宫门容不下他身子般。不在门中间立，亦不把脚踏门线上。行过国君所常立之位，容色必变，举足盘辟，若履为铃声般，说话像不他身子般。牵衣升堂时，敛身屏气，像不呼吸般。待退下自堂，降堂阶一级，颜色便舒展了，宜然有和悦之容。走进堂阶，下即平的，便疾步向前，像鸟张一般，端好而开展。在过君位时，跛跛刍刍，又是一番起劲。5. 直归，鞠躬如也，如不胜。上如衣，下如兽，脖如战色。足素素如有循。象力，有容色。思敌，鱼如也。直归，归，欲气。聘问邻国，执君之归以慰信。如不胜，聘礼所执归，长8寸，直轻如不胜其重，言敬谨。之至。本篇3言鞠躬如也，一则曰如不容，再则曰平气四不习。3则曰如不胜，皆形容其景。乡党篇第10。271。上如衣，下如兽，直归与心齐，上不过衣，下不过兽。过高过卑，皆是不敬。战色，战兢兢之色，庄矜也。素素如有循，素素举足促狭，由云举前腋踵，略举前指，腋后跟而行，足不高离于地。如有循，如脚下有物，循之而前。象力，想者，聘后之礼，献物也。或匹马，或锦绣，或土产，罗列于庭，谓之庭时。或曰礼与享为二事。礼为主人以礼礼宾。既聘乃享，既享乃礼，既礼乃有司敌。有容色，言和气满容。不复有搏战之色。司敌，敌，见也。行聘享公礼以毕，使臣于他日积己物，见其所使之国君。于如颜色之和，又增于享礼时。此节记孔子为其君聘邻国之礼。或曰：孔子是鲁时，绝不见有朝聘往来之事，以乃孔子常言其礼当如此，而弟子记之，非记孔子之行聘。本篇如此例者尚有之，如上使并一节，亦然。又说孔子教弟子以礼，不图言其义，又益其容。
子所雅言，诗书直礼，直礼即兼教弟子习礼。史记又云：孔子是宋与弟子习礼大数下有此言之，或是教弟子习礼而载之此篇。或说使并直规2条，此定公10年其聘鲁，鲁使孔子报聘。不见于春秋，孔子萧之，并归女乐亦萧之，咸于报己公，显君相之师。此2条所记容色，乃弟子从旁模拟，绝非孔子教人语。今按以理断之，若后说为是。然谓春秋萧去，则左柴氏藏书，论语新解。272。传何义不载，又不见他书称述，终可疑。白话释义：孔子为聘使，执君之规，敛着身，像不胜其重的样子。执规在上，像和人作一般；在下，像受物与人般。面色战战兢兢，两足像迈不开步，又像足下有物，寻之而前般。即想礼时，便有容色了。神气开发，不在那磨作战兢之态了。待作私人相见时，更是于然，和颜满容了。6. 君子不以干邹氏，孔子不以为谢服。当属整指系，必表而出之。缁衣高裘，素衣己裘，黄衣狐裘。谢裘长，短又媚。必有请衣，长一身又半。狐合之后以居。去丧无所不佩，非为常，必杀之。高俅悬冠不以吊，及乐必朝服而朝。君子，此君子指孔子。改言君子者，上文各节记容貌，由中达外，非学养生者不能为。此节记官服，人人亦以取法，若非属一人之事。干邹氏，干子玄之类。邹弘勋之类。玄勋所以为祭服，故不以为士。士者，领与袖之边。谢服，司居时所服。弘子非正色，司居上所不服，则不用为正服可知。正色为青赤白黑黄，青加黄为绿，赤加白为红。乡党篇第10。273。白加青为碧，黑加赤为紫，黄加黑为锱，皆间色。整指系，整单一。葛之精者日指，粗者日系，当属居家。可单一指系。必表而出之，表者上衣。古人冬衣裘，夏衣葛，在家不加。上衣出门必加，虽属亦然。古本或作必表而出，无之字。或曰之字当在而字上。缁衣高裘，衣即上衣。古人服裘毛向外，外加上衣，当与裘之毛色相称，故缁衣之内宜高裘，黑羊皮；素衣之内宜己裘，己鹿紫，色白；黄衣之内宜狐裘，狐色黄。缁衣朝服，素衣胸服，黄衣蜡祭之服，亦兵服。谢裘长，谢裘在家司居所穿。长，取其温宣。短又媚，所以便作事。或说两媚无一长一短之理，又自当独作右，右媚有言首媚。短首媚，言两媚皆短。亦说卷右媚始短。必有请衣，长一身又半。亦说带背曰轻，请衣小卧背。亦说古人衣不连长，仅在骨以上。此言长一身又半者，顶以下踵以上谓之身，颈以下骨以上亦谓之身，一身又半，亦即悉耳。请衣带如今之睡衣，或是孔子特制。又说此句当宜承上文当属而言，或谓当宜下在其必有名衣部之上。今按此言请衣，下言作入，名与上文言衣裘有别，非错简。狐合之后以居，居作义。以狐合之皮未作入，取其毛之身，既温且厚，是体也。去丧无所不佩，去除也。佩系于大带。
名其器，则自从欲未配；称其被人用，则自从人未配。为丧事，则去世去配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74。非为常必杀之，为常为朝祭之服，其至用正服不谓之如为。杀未缝，为常腰有臂击，旁无缝杀。其余常当用缝杀，以2幅斜裁为4幅，宽头向下，狭头向上，缝之始合，上狭下广。亦当时或有不用斜裁者，而孔子则必依古制斜裁。高俅悬冠不以吊，丧主肃，及主悬，及胸一服。及乐，及训善，亦可训使。及乐，及始乐，谓正乐。乐及则谓乐之朔日。或说每乐之朔，孔子必朝服而朝。此节记孔子衣服之制。或曰：乡党一篇，乃孔氏之遗书，多杂记曲礼如此，非必专是孔子始如此。如此节言君子可证。或曰：代记有语，论语同者，乃矫之。论语非论语有所习。孔子动作衣服有与众同者，亦有独焉者。门人记孔子所亲行而已，不得谓君子不止孔子。今按后说得之。白话释义：君子不把玄色熏色来做衣领与袖之边，不把红色紫色做日常丝居之服。当暑天时，在室内穿葛单衣，但出外必加上衣。黑衣内用羔羊皮的裘，素衣用小鹿皮裘，黄衣用狐裘。在家私居时所穿之裘，较出门所穿者稍长，又把右妹裁短些。夜睡必有寝衣，其长过身一半，下及2膝。冬天把狐和皮来做褥。除去在丧事中，大带上没有不配一切备用地玉器的。除非朝祭用正服的为常，其余所穿常，总是开剪斜服缝制的。吊丧不穿黑高裘，不戴玄色冠。每年正月岁首，必穿着朝服上朝去。乡党篇第10。275。其必有名衣，不。其必辨识。居必迁坐。其或作斋，古人临祭之前必有斋。名衣布，或说名衣，衬身内衣。然不必斋时使衣。又说名衣、浴衣。斋必沐浴，名衣浴尽所服。浴方尽，身未燥，故有浴衣，用布谓之，者之以待身燥。名者，由明水明火，取其名节义。辨识，改常识。不饮酒，不如荤，如蒜酒之类。迁坐，谓异常所居处。古人斋戒必居外寝，外寝称正寝，斋与即皆居之。内寝又称宴寝，乃常居之处。白话释义：欲斋戒时，必有特备的浴衣，用布谓之。斋时必改变日常的食品，又改变日常的居处。8. 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。食易而和，鱼馁而肉败，不食。色恶，不食。臭恶，不食。湿润，不食。不食，不食。歌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酱，不食。肉虽多，不使甚食气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76。唯酒无量，不及乱。沽酒，市府，不食。不彻将食，不多食。祭于公，不素肉。祭肉不出3日，出3日，不食之矣。食不语，寝不言。虽蔬食，菜根、瓜、荠、荸荠，如也。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食饭也。牛羊鱼肉细切曰脍。厌，厌足矣。不厌，不饱食也。孔子曰：蔬食饮水，乐在其中。又曰：是耻恶食，不足与，亦不因食脍之精细而特饱食。
或说食精则能养人，块粗则能害人，故食块不厌精细，谓以精细为善。精不从，益而和，益食伤湿，馊臭也。和犹豫真之喝，食因久郁而未变。鱼馁而肉败，鱼烂日馁，肉腐日败。色恶，食湿常色；臭恶，变味也。湿韧，烹调生熟之节。不食，物非其食者不食。或说食有常食。古人大夫以下，食为朝夕20。割不正，古者先以割肉宰于祖，时自切之，略如今昔餐法。其割节皆有一定，不正，谓不合割之长度。孔子以其失礼，故不食。汉以后既割之，又切之，始加烹调，非古制矣。或说切肉不方不食，精不从。不得其酱，食肉用酱，各有所宜，如鱼块用芥酱之类，亦如今之西餐法。不得其酱，谓设酱不以所宜，与割不正皆以备礼，故不食。乡党篇第10。277。不使肾食气，食因四饭也。食肉多于饭气，则伤人。古时里，牛羊鱼使肠胃之肉皆胜于祖，西海之酱调味者胜于豆，正传之外又设加传，肉品特多，属计稻粮则摄于鬼，进食不宜偏胜。亦说气当独作戏，食戏游云饭料。说文气作计，小食也。今皆不从。唯酒无量，不及乱；酒无限量，随己所能饮，以不及醉乱为度。孤酒是辅不食。诗曰：吾酒孤我一宿之酒曰孤，孤与孤通，酒精一宿，非美者，亦可谓尚未成酒，故不食。辅干肉，不自作而买于市，则不知何物之肉，故亦不食。酒当言饮，云不食，因辅并言也。不彻将食，彻去意。食是既闭，诸食皆彻，而将之在斗者独留，因将有腥味而不熏，可以却倦，故不彻。今饭后进茶或咖啡，古习无知，故独留姜。不多食，此三字善承上将食言。姜虽不彻，亦不多食。或说自此以上，皆蒙其必变食来，平常不必然。今不从。凡前所举，四不必其时使然。后人于割不正不食，孤酒是辅不食之类，皆以昧于古今之变而不得其解，故一味成斋事言之。祭于公，不素肉，谓助祭于君。凡助祭皆得赐肉，凡杀生皆于临祭之日清晨行事。独天子诸侯之祭，其明日又在祭，谓之义祭。义祭必使班次，则作肉之来或以3日，不可再素，故班到即以分次。祭肉不出3日，此谓家祭之肉，皆于3日内班次，过此肉或败，故不食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78。食不语，请不言，此处语言二字通用，谓食请食不言语。虽蔬食菜根瓜荠，必其如蔬食、粗食。古人以败食味。粗食。菜根以菜和米蟹为根。瓜北方常用，有生食，有熟食。瓜字或本作弊。古人临食，每品各出少许，隔边斗之间，以记先代始为饮食之人，所以报功，不忘本。谓虽蔬食菜根瓜类，以记则必摘如也。当孔子时，非贵品或不记，而孔子临食，虽匪薄亦必记，又必致其肃静之容。其言敬貌。其繁体谓姬，用于言敬貌一时同姬摘。编者注：此一节记孔子饮食之节。白话释义：吃饭不因饭米精变多吃了。食肉不因块的细变多食了。饭食因湿伤变味，鱼烂了，肉腐了，都不吃。色变了，也不吃。
味变了也不吃，煮的生熟湿度也不吃，不当时的不吃，割的不照正规的不吃，调味之品不合适的不吃。案上肉品虽多，不使吃的分量胜过了5谷。只有酒，不加限制，不及醉而止。只做得一夜的酒，外面街市上卖的肉脯都不吃。吃完了，将碟人留着不撤，但亦不多吃。若复公家助祭，所的祭肉不过夜，便分颁于人了。自己家里的祭肉，不出3天，也必吃完分完，过了3天，便不吃了。时时请食都不言语。即使是粗饭、菜汤、瓜类，临食前也必祭，而且必其貌肃恭，有敬意。乡党篇第10。279。9。席不正，不坐。不正，谓席有移动偏斜。临坐先正席，然后坐。此句孤出。余上下文皆不得其类，一是错简，当在歌不正不实句之下，如实不与连及请不言之例。又说，古人坐席，天子5重，诸侯3重，大夫在众，南北向，以西为上，东西向，以南为上，此席之正。白话释义：座位没有端正，不坐。义灵。乡人饮酒，杖者出，司出矣。乡人挪，朝服而立于坐阶。乡人饮酒，此即古者乡饮酒之礼。此礼之行，约分4事：1. 3年兵贤能； 2. 乡大夫饮国中贤者； 3. 萨常习士饮酒； 4. 党政腊祭饮酒。此节所记，当属腊祭，主于敬老。杖者出，司出矣。杖者，老人也。古制50杖于家，60杖于乡。腊祭饮酒，必须持位，然及其礼末，则以醉为度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280。子贡观于腊，曰：一国之人皆若狂士也。孔子语于腊祭年，当不及60，杖者出即随之，不与众皆醉。乡人挪，挪者，古人驱逐异鬼，兼及无主之伤鬼，而祭之于道上。朝服而立于坐阶，坐阶，东阶。或说乡人驱鬼，恐惊先祖之神，故朝服而立于庙之坐阶，彼神依己而安。或说此亦孔子敬其乡党群众之意。盖挪者为一乡挪，是亦为我挪。为我挪，思我为主，立于坐阶，主人位。此一节记孔子居乡事。白话释义：乡人饮酒，待老人持杖者离席，也就离席了。逢乡人行挪礼驱鬼，便穿上朝服，立在家庙的东阶上。义一。问人于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馈要，拜而受之，曰：丘未达，不敢尝。问人于他邦，孔子周游列国，皆教其民卿大夫。问者问候。古问人必以物。再拜而送之，拜送使者，如拜所问候之人。再拜者，以首。乡党篇第10。281。句的手服而不至手，如是者在，谓再拜。使者不达拜。康子馈要，馈，享也。康子馈要质问。拜而受之，凡言拜，只是一拜。孔子既能拜而受，见不在即时，是康子所馈要，待如今之完散补剂，乃通用之品。未达，不敢尝，赐食物，欲可尝，当先尝，是郑重其人之赐。今告使者，未达要信，故不尝，亦仅睹之表示。此一节记孔子与人交之诚意。白话释义：孔子使使者向他邦有人问好，必再拜而送之。季康子送药品来问候，孔子拜而受之。告使者道：我还不知道那药性，暂时不尝了。1、2。
就焚。子退朝，曰：伤人乎？不问马。就养马之处，或说是国舅，或说是孔子家私旧。子退朝，孔子从朝退至家，使之家就焚烧，即问伤人乎？不问马。此三字，乃门人记者加之。白话释义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82。孔子家里的马房被烧了，孔子退朝回来，知道了此事，即问伤人了吗？但没有问到马。义三。君次时，必正席先尝之；君次心，必熟而见之；君次身，必触之。是时于君，君既先犯，即君视之，东守家，朝服脱身。君命诏，不似驾行矣。正席先尝，尽君之会。心必熟而见之，心生肉，见于先祖，熟而先以见。正中君次，身必触之，君次生物，不欲无故杀之。君既先犯，古者临食之前必祭，君次食则不祭。于君既食先自食饭，若为君常食然，亦表敬意。东守，古至室中尊西，君入室，背西面东，病者守在东卧，正面对于君。家朝服脱身，脱也。身大带，卧病不能者衣束带，故家朝服于身，又引大带于上。不似驾行矣。逢君命之诏，即图行而出，四车以驾，随至，使臣。此一节记孔子弑君之礼。乡党篇第10。283。白话释义。君赐食物，必正了席位先尝他；君赐新的，必煮熟后先见奉于祖先；君赐活的，必养着。侍奉国君同时，在君祭时，便先自吃饭了。遇疾病，君来问事，头着在东边卧，身上加披朝服，还拖上一条大带。君有命来召，不待仆者驾车，竟就徒步先行了。疑四。入太庙，每事问。按此条中出。孔子入太庙，未必仅一次，其每人必每事而问乎？下一条朋友4，亦偶有此事，而记者收入本篇，则疑若常有之事。此皆贵乎学者之善读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走进太庙，遇见每件事，他都要问。义5。朋友4，无所归，曰：与我病。朋友之愧，虽车马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84。非祭肉不拜，无所归，无亲属可归。曰：与我病，死者殓在棺，暂停宅内以待葬，其旧名曰病。谓以宾遇之。礼记谭公，宾客至，无所管。夫子曰：生于我乎管，死于我乎病，此与本节所记当属一事。谭公曰：宾客言其来自他乡。本节言朋友，言其与孔子有宿。当视其人病危，孔子呼而管之，谓病中管我处，死亦病我处。本节特记所重，故单言于我病。然先言死无所归，则若其人已死，已殓，乃呼其救而病之，此绝无之事。后人乃以孔子任其病资，就其所在病之，不迎于家，然又与我乎三字不合。故知本节文略，必连谭公监视乃得。此必实有其事，而事出偶然，非孔子时时作此言。谭公所记，若不兼本节何事，亦复难通。读古书，有不可居而视之者，如此类皆是。此见孔子于朋友，仁至而义尽，然亦非如后世任侠好行其德之比。非祭肉不拜，朋友有通财之意，故虽车马之众可不拜。唯愧祭肉则拜者，尽其祖考，同若己亲。此一节记孔子交友之意。白话释义。
有朋友将死，其人没有归处，先生迎之来，说：病中在我处祭居，死了在我处停柩吧。朋友有馈送，除了祭肉，虽是车马贵物，先生受赠都不败。乡党篇第10 285 16。请不施，居不容。见其衰者，虽瑕必变；见免者与骨者，虽谢必以貌。胸服者视之，是覆板者，有甚传，必变色而作。迅雷锋烈必变。请不施，不书不四体眼卧如死人。此非恶其类死者，乃恶夫惰慢之气之肆而不知戒。居不容，一说不谓仪容，深深夭夭，亦自然。一说容自当作客，谓不庄敬如作客。今从后解。见其衰者，虽瑕必变，瑕谓素轻瑕者，变谓改容，致哀戚者以同情。见免者与骨者，虽谢必以貌。谢一说于验思实践，一说卑谢意。以貌一说以礼貌也。又一说必变与以貌，此有轻重。轻瑕者当重，故曰必变；卑谢者可轻，故曰以貌。今从后说。此两语先见子罕篇。据本节上下文连读，知免当作问，亦指丧服。胸服者视之，胸服有丧者之服。是车前横木，乘者立车上，有所敬，俯而平之曰是。是胸服，哀有丧。是覆板者，覆板一说为覆邦国之版图。是之众户籍民数。或说覆板宜当作覆范，乘上胸服者是之言，谓其人虽覆范之见亦是之。语法参差地下。若分作两事，当曰是胸服者，是覆板者，作平列与使得。又一说板者，哀服之领，为3年丧之衰，乃有此领，故覆板乃丧服之最重者。果如所说，胸服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286。可以兼覆板，不凡重句。以虽瑕必变，虽谢必以貌立之，当从第二说。有甚传，必变色而作，作其意。主人设甚传，见其对客礼重，故必于作起身以敬主人，非谓传也。迅雷锋烈，迅极易，烈猛易。必变，所以敬天意之非常。此一节见孔子容貌之变。白话释义。请卧时，不直挺着四肢像个师；居家时，不过为容一向作客。见有穿丧服的，虽是平素轻侠之人，也必变容色至哀悼。见带绕的颌骨者，虽是卑谢之人，也必在容貌上致不安。路遇胸服的人，虽覆范之见，也必平视表敬意。宴会有甚传，必从席上变色起身。遇及雷猛讽，必变色表不安。以其身车，必正立直虽。车中不内固，不及言，不轻止。直虽晚以身车之所。必正立直虽以身，所以未安。不内固，不及言，不轻止，内固言回事。及言乃高深。轻止两手轻有所指。或说轻字无解。曲礼车上不忘止。乡党篇第10 287。轻疑忘自误。此三者异于使人见而生疑，故不谓。此一节记孔子身车之容。白话释义。身车时，必正立着，两手把直那绳子才上去。在车上，不回着头看，不高声说话，不举起两手来东西指点。8色思举义，详而后急。曰：山梁辞志。实哉！实哉！子路共之，三袖而坐。色思举义，举其意。言鸟见人颜色不善，或似为色事有。义
即举身飞去。降而后急，降其飞回旋。即鸟止于目之意，言鸟之将。即必回降审固而后下。此两句代意一诗。此下孔子赞志，引此以明实哉之意。志非仅能耸翅直前，尽落草中，不能运翅回降，然其警觉见己，则与诗词所用无殊。曰：山梁辞志，实哉实哉。曰：孔子叹也。梁，水上架木作渡。孔子路见一辞志在山梁之上，神态闲适，因叹曰：实哉实哉。虽志之为上能之时，在此辟所，逍遥自得，叹人或不能然也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88。子路贡之，贡字或作拱。子路闻孔子赞叹此志，耸手上拱，作敬意。或说贡同众心共之，方向义。或说贡作弓。子路闻孔子美之，头良以弓。三袖而作，袖本作臭，当是好字，从木从犬，乃犬式貌。借作鸟之经事。至见子路上拱其手，宜将窜己，遂三号而起飞。言三号者，惊疑之甚，此即所谓见己而作。或说子路头以良，至三袖之，不敢食而起飞。此章实千古妙文，而《论语》编者革此于乡党篇末，更见深意。孔子一生车辙马机还于中国，行止九宿，无不得乎时中，而终老死于阙里。其处乡党，言行卧起，饮食衣着，亦皆以礼自守，可谓谨慎之至，不忌且，不鲁莽之至。学者是取庄子、逍遥游、人间世与词对读，可见圣人之学养意境，至平实，至深细，较之庄生想象，倜乎远矣。然犹疑若所谢而拘泥。得此一章，画龙点睛，静体灵活，真可谓神而化之也。又按此章意解极多，孤参众说，解之如此，读者如有疑，可自寻众说。又按《论语》之编辑，非成于一时。自此以前10篇为上论，中之以乡党篇为第一次之结集，下论10篇为续编。此篇本不分章，今依诸子分为17节，而最后别加山梁辞志一章，亦由下论末。尧曰：篇不分章，最后亦加不知礼、不知命、不知言一章。乡党篇会记孔子平日之动容周旋，与其饮食衣服之细。尧曰：篇则总述孔子之道统与其抱负。辞志章见孔子一生之行止九宿，不知礼章则孔子一生学问纲领所在。乡党篇第10。289。白话释义。只见人们有少许颜色不善，便一举身飞了。在空中回降在寺，瞻视降审，才在飞下安吉。先生说：不见山梁上那辞志吗？他也懂得时宜呀。懂得时宜呀。子路听了，起敬拱手，那辞志转经3经事，张翅飞去了。下编语谈说义，如国语、家语、新语之类。此书所收，以孔子应答弟子10人之语为主。卫灵公篇载子张问行，孔子告以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而子张书诸身，则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，无机谨书而被录之可知。论者讨论编次义。今七十子后学之讨论编次，即为此书，故称《论语》。书中亦附记诸弟子语，要之皆孔门之序言也。全书20篇，前10篇为上编，后10篇为下编。293。先进篇第11。1. 子曰：先进于礼乐，也人也；后进于礼乐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则无从先进。先进后进，一说先进指5帝，后进指3王，如礼运。
言大同、表记、言四代优劣。然此亦后起墨家道家时有，孔子时无有。亦说先晋指殷以前，后晋指周初。然孔子明言周间于二代，郁乎文哉，无从周，则此说亦未当。亦说先晋为文王武王时，后晋指春秋之事。孔子代不以春秋渐乱与周初文武相拟，亦未是。另一说先晋后晋，犹言前辈后辈，皆指孔子弟子。先晋如颜、闵、仲弓、子路、夏章前三科诸人，后晋如夏章后一科，子游、子夏。本章乃孔子分别其门弟子先后不同，说最近事，今从之。野人君子，野人，仆野之人。先晋之于礼乐，文直得宜，犹存纯素之风。教之后辈，转若仆野。君子多闻，后晋讲明礼乐越细密，文甚直，然非孔子心中所谓文质彬彬之君子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294。如用之，孔子50以前有用事之志，当时诸弟子相从，所讲多重实用。自周游反鲁，以至晚年，用事之心稍淡。后晋弟子于礼乐文章研讨易经，然见有文圣之风。故孔子谓礼乐如复见用于世，吾当从先晋诸弟子后用之自己指礼乐。今按《论语》分上下编，上编首、学而、篇、末相当。篇多学而优，则是一编语。下编首、先进、篇、末爻曰篇。多事而优，则学一编语。其余各篇大律皆然，读者是自参之。又按本篇多评门弟子贤否，编者授以此章，为其分别门弟子先后学风最扼要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先晋一辈从礼乐方面讲，像是仆野人；后晋一辈从礼乐方面讲，真像君子了。但若用到礼乐的话，吾还是愿从先晋的一辈。2. 子曰：从我于陈蔡者，皆不及门也德行。颜渊、闵、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语、宰我、子贡。政事、冉有。记录。文学、子游、子夏。从我于陈蔡，孔子有陈蔡之恶，其实相从者，皆孔门前辈。先晋篇第11。295。弟子不及门，一说孔子言，此时陈蔡相从诸弟子，皆不在门。一说及门谓即是晋之门，诸弟子相从于陈蔡者，其实皆不出世，故与陈蔡诸大夫少交际而遇此恶。孟子所谓无上下之交也。从上章及下文细参，似前说为是。孔子有无从先进之说，其实先进诸弟子都不在门，故孔子思之。孔子恶于陈蔡，时年61，此章之叹，盖在70以后，相从于陈蔡者，一时死散殆尽矣。德行，颇渊、闵、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，此下非孔子语，乃记者因孔子言而复记及之，以见孔门学风先后之意。若记孔子语，则诸弟子当称名，不称字。4科中前3科，皆属先进弟子，为第4科文学子游、子夏属后进，亦不从在陈蔡。或疑由下亦在相从陈蔡之列，以年龄计之，决知其非。或以此下令为一章，则从我于陈蔡2句，全无异议可说，今不从。言语、宰我、子贡。言语指外交之辞命，此2人皆善于使命应对。政事，冉有、记录。冉有理财，记录治军，皆政事。文学，子游、子夏。孔子言诗书礼乐文章，皆与言语政事相通。本章文学特成一科，盖所偏重，乃若与言语政事2科有异。子游、子夏于此最所擅长，
不为子贡，载我，冉有，记录非其伦，及严敏、冉伯牛，众公视之，待亦有逊色，故由下的于3科之外特颁文学一目。此可见孔门晚年文圣之风。本章4科之分，见孔门之因材设教，始于文，达之于政事。柴氏藏书，论语新解。296。运之为德行，先后有其接续，而以通才达德为成学之目班。4科守德行，非谓不常言语，不通政事，不博文学，而别有德行一目。孔门所重，正在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不务求录立有表现，而遂特尊之曰德行。自德行言之，于3科皆其分之，皆当立于德行之下。孟子称冉伯牛、闵子骞颜渊具体而为，此3人皆在德行之科，可见德行之间包下3科。文学亦当包前3科，因前3科必由文学人门。孔门之教，始博文，终曰礼；博文，即博求之于文学；曰礼，则实施之于政事，而上弃德行之科。后世既各务于专门，又多重文以为学，遂若德行之与文学，均为空虚不实，而语言与政事分道扬镳，由此遂失孔门教育人才之精义。及孔子及身，已有我从先进之叹，而《论语》编者亦复记此4科之分于孔子言先进后进2章之后，是知孔门弟子虽因风会之变、才性之异，不能一一上追先进弟子之所谓，然于孔子教育精神大义所在，则故未忘失。后进弟子中如有子、曾子，亦属乎德行之科，故犹未并被及在传弟子以下所推尊。本章所以不列者，严敏诸人以足为德行科之代表，有曾皆后起晚进，故不复多及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以前从我在陈蔡的，此刻都不在我门下了德行。有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语有载我、子贡；政事有冉有、记录；文学有子游、子夏。先进篇第11。297。3。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于无言无所不说。非助我者，道本难穷，问难越多，今为易显。言子闻义之。10. 不复问难，故曰非助我者。其辞若有憾，实乃生喜之。无所不说，说同悦。闻语极解，心感悦夺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回呀，他不是一个有助于我的人呀，他对我说的话都乐意的。4. 子曰：孝哉闵子骞，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孝哉闵子骞，论语记孔子言及其门弟子，立乎名。此篇记闵子骞行共4章，3章皆称字，1章直曰闵子骞不知何故。或说此篇乃闵子骞门人所记，亦无据。不见于其父母昆弟之言，间如与无间然矣之间，非异义。此句有2解。一说闵子骞父母兄弟皆称闵子骞孝，而人无一词。又一说，谓人无非间之言及其父母昆弟。相传闵、柴氏藏书，论语新解。298。子骞兄弟2人，母死，父更娶，父有2子，后母薄待闵子，父之而将遣之，感闵子言而止。后母及2弟亦感之，一家孝有克全，能使人无有非奸及其父母昆弟，见闵子之孝。然依后说，不自当作无自解，当云无奸于其父母昆弟，人多之言2字，似当从前说。盖闵子处家庭困逆之境，能使父母昆弟皆言其孝，则闵子纯孝感格之孝已见矣。他人闻其父母昆弟之言而皆信，亦真闵子孝行之基于内而者于外，故孔子如此叹美之。白话释义：
先生说：“闵子骞真孝呀。”他的父母兄弟都说他孝，别人听了也从没有石磨非议。5. 南荣三父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师大雅议之，篇曰：白圭之殿，尚可磨也。斯言之殿，不可畏也。南荣一日三父此言，盖有益于以谨言自戒。孔子曾称之曰：邦无道，免于行路，正谓其能慎言。白话释义：南荣一天3次反复读纳白圭之诗，孔子把侄女嫁了他。先进篇第11 299。6. 季康子问弟子孰谓好学，孔子对曰：有颜回者好学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则亡。季康子此问与鲁哀公所问同，而孔子对有详略，或说君臣之分不同。或谓哀公有位之君，得贤可以自辅，故孔子以颜子之学详告之。康子权臣，其言揽人才，欲为强思若公之助，故孔子只袭颜子之死，而更无他辞。其说当否，无可确论。又按《论语》前10篇记孔子答定哀公之问，皆称孔子对曰：至答康子、易子、武伯之问，则但称子曰。此章集颜渊篇记康子3问，皆称孔子对曰，与前10篇不同。或说前10篇或是有子、曾子门人所记，后10篇又出此后人续记。其实亲位亦尊，亲权亦重，君亲之间亦见其无别，故前后论体例异义。此亦或然，亦无可确论。白话释义：季康子问孔子：你的弟子哪个是好学的呀？孔子对道：有。颜回是好学的，不幸短命死了，现在是没有了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307。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以谓之果。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礼也死，有官而无果。吾不图行以谓之果，以无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图行也。颜路，颜渊父，名无辞，小孔子6岁，亦孔子弟子。请子之车以为之果，果外观。请卖孔子之车以买果。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。孔子之子伯鱼，才不及颜渊。论父子之亲，则各是我与汝之子也。礼也死，礼伯鱼名，先颜渊卒。徒行，出无车，则必徒步行。吾从大夫之后，孔子时以治世，不在位，然尚从大夫之列。礼不可出门步行。本章极多疑者。为颜氏家贫，孔子何不能为办一果？颜路请孔子助果，何谓独指名欲卖孔子之车？孔子不欲卖车徒行，岂更无他常物可卖？且孔子之车，当是诸侯赐命之车，岂可卖之于世？而颜路请之。孔子在位，曾托餐以赠旧管人之丧，致仕必别买有餐，颜路何不以卖餐请？且为孔子距今于2500年，此等细节，岂可一一知之？所知者，伯鱼卒，孔子已年70，不为办果。一年，颜渊死，孔子亦不为办果，此则明白可知者。若上举诸疑，琐碎已甚，岂能必求答案？有志于学者，不宜在微末处逞才辩，资之节。先进篇第11 301。白话释义：颜渊死了，他父亲颜路请求先生把车卖了，好替颜渊做一关外之果。先生说：才与不才，说来都是儿子。从前我子李死时，也只有官没有果，我并不曾卖了车徒步行走来替他做一果。因我上跟从在大夫之后，不可徒步出门呀。8. 颜渊死，子曰：一天丧语。伤痛生。天丧语，
道道无传，若天丧矣也。白话释义：颜渊死了，先生说：天啊，天丧了我，天丧了我。9. 颜渊死，子哭之痛。从者曰：子痛矣。曰：有痛乎？非夫人之为痛，而谁为？痛，哭哀伤过度。颜从者，孔子复哭于颜之家也。夫人由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02。颜此人，指颜子。白话释义：颜渊死后，先生去哭他，哭得哀伤过分。跟随的人说：先生过哀了。先生说：我哭得过哀了吗？随又说：我不为哭那人过哀，又为哭谁过哀呀？佚名。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不可。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也，是与由父也，与不得是由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门人欲厚葬，丧具当称家之有无，家平葬后，非礼。所谓后，亦指于其家之财力焉。门人，指孔子之门人。与不得是由子也。孔子谓不能以葬伯鱼之礼指其门人之后，葬颜子。夫二三子，夫有比，指门人言。颜子平楼，若称其家财而葬，恐唯有脸手足行，雷似掩之而已。孔子门人于颜子皆所尊亲，朋友有通财之意，故请于孔子而欲厚葬之。孔子不可其请。孔子之亲颜子，亦如伯鱼，而门人中厚葬之，此亦门人亲颜子之意，孔子所不得而止。仲尼不谓以甚，若孔子故不许门人之厚葬颜子，斯以甚矣。孔子不谓也。然使其颜子于的下。先进篇第11。303。姜乐与孔子同义，孔子深知之，故本章所言，若对颜子有余就。观此4章，孔门师弟子对颜子之丧之情意备至，真千古如见矣。或曰：颜渊死凡4章，以次第言，当是天丧第1，哭之痛第2，请车第3，厚葬第4，而特记请车在前。因若连记请车厚葬，使人疑孔子不与车，即为敬厚葬，故敬请车章在前，使人分别求之。又按孔子曰：礼与其奢也宁简，丧与其义也宁戚，其言读者绝不疑。读于此4章，每以孔子之于颜渊，若情深而礼薄，此之博闻之非难，而能约礼之为难。又按墨家后起，以提倡厚葬非儒，观此诸章，见其不然。白话释义：颜渊死后，门人同学想要厚葬他，先生说不可的。门人终于厚葬了颜子。先生说：回呀！他看待我像父亲般，我不得看待他像儿子般，这不是我要如此呀，都是他们那些人做的主呀。1. 记录问世鬼神。子曰：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敢问死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04。问世鬼神，问祭祀奉事鬼神之道。未能是人，焉能是鬼？人鬼一理，不能奉事人，何能奉事鬼？问死，问死后事。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死生一体，不知生，即不知死。孔子曾告子路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生。人之事，人所易知，死后鬼神之事则难知。然孔子又曰：举一余不以3余反，则不复也。盖人所不知，尚可就其所知推以知之。故子贡闻义以知2，颜子闻义以知10。死生本属一体，痴痴而生，则必昧昧而死；生而茫然，则必死而惘然。生能俯仰无愧，死则浩然天壤。
今日浩然天壤之鬼神，皆及往日抚养无愧之生人。既能知生人之理，推以及于死后之鬼神，则由于死生人鬼之一体，而可推见天人之一体矣。孔子之教，能尽取辟，或谓鬼神及死后事难明，与之无异。又或谓孔子只论人生，不问鬼神事。四孔子有意不告子路之问，其实乃所以申告之，学故不可以拔等而求。白话释义。子路问如何奉事鬼神，先生说不能奉事人，哪能奉事鬼呀？子路又问人死后如何？先生说还没知的生，哪知的死呀？先进篇第11 305 1-2。闵子视策，盈盈如也；子路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贡侃侃如也。子乐若有也，不得其死然。闵子或说此下当托1000字。盈盈如中正茂，行行如刚强茂，侃侃如和乐茂。子乐乐的因才而教育之，使各尽其性。或说此乐自当是曰自物，或说乐下当有曰字，或说乐下托子曰2字，或子曰下当别为1章。今按黄侃一书本乐下有曰字，当从之。不得其死然，谓不得已寿终。后子路果死于谓孔窥之难。此处然字乃未定之词，非谓其必然。白话释义。闵子谦侍奉在侧，盈盈如一派中正气象；子路行行如一派刚强之气；冉有、子贡侃侃如一派和乐之气。先生很欢乐，但说有雅，我怕他会不保天年雅。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306 1-3。鲁人谓常府。闵子谦曰：人就惯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终。谓常府，葬获财之所曰府。鲁昭公居常府伐季氏，事件左传。谓改作。人就惯，人音译。惯由是也。人就惯由云照就治。改作与修心不同。人就治可加修心，不反改作。夫人不言，言必有终。夫人有言比人，指闵子。终未当理。本章有2节。一说鲁昭公伐季氏，谋居于常府，欲借其获财结士心，因谋改作以强戒备。称鲁人，盖会言之。时公府弱，季氏的民心，闵子亦讽公无轻举。如之何者？谓昭公照旧行事，季氏亦无奈公何。又一说鲁人指3家，昭公居常府以供季氏，3家共逐公，训于齐。3家欲改作常府，当在昭公卒后定哀之际。盖鲁人之见常府，犹如见昭公，故3家欲改作之以毁其机。闵子当时无见进之责，乃以为言讽之。常府之就冠上当人，况君臣之就冠乎？故孔子深赏其言。今按闵子少孔子15岁，生在昭公之6年，昭公见卒。闵子只20岁，依后说为是。左传定公元年，昭公之丧至自前侯，季孙使亦如产公事，将钩焉，是其余怒未息也。若欲改作常府在其时，则闵子已28岁矣。于情势为何？先进篇第11 307。白话释义。鲁人计划要改作常府。闵子谦说：照旧样子，不好吗？何必改作呀？先生说，此人只要不开口，一开口，说话必中肯的。疑似。子曰：由之色，昔位于丘之门，门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由之色，昔位于丘之门，子路性刚勇，其鼓瑟声亦然，
夫子戒之，盖亦有由也不得其死之忧。升堂入塞，升堂人士遇人道深浅，子路可使从政，特为达理乐德性之傲耳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由的鼓瑟声为何发在我的门内呀？门人听了不敬。子路：先生说由呀，他已升堂了，只是未入仕罢了。义五。子贡坚，师与商也孰贤？子曰：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08。曰：然则师乐与？子曰：过犹不及。师与商，师子张，商子夏。师也过，商也不及，辟之于世，过与不及，皆谓至于古的。子张才高义广，所失常在于过之。子夏笃信谨守，所失常在于不及。此皆才只有偏，而学问之功有所谓至。师乐与？乐甚异。子贡疑过者胜于不及，故疑师应贤乎商。过犹不及，是皆谓及古，及是皆有差失，更无所谓孰胜。今按本章不当以中庸，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为是。子张既非贤于子夏，子贡亦非是子夏为不肖，且亦不能为贤犹不孝。论语、中庸多有不当合说者，据此章可见。又按《礼记》载子张、子夏各除丧见孔子，子张哀痛已竭，弹琴成声，曰：不敢不及。子夏哀痛未忘，弹琴不成声，曰：不敢过。与本章所言若相似而又相悖。本章言子张之失常在过之，而代记言其不敢不及。本章言子夏之失常在不及，而代记言其不敢过。若以丧上哀戚言，则是子夏过之而子张不及矣。故知代记与论语亦有不当牵连合说者。读书贵能会通，然亦贵能分别言之，如此等处皆是。又按《论语》记子张、子夏各章，可与本章合参。白话释义：子贡问道：师与商孰贤呀？先生说：师呀。常是过了商呀。又常是不及了。子贡说：那魔该是师胜了些。先生说。先进篇第11。309。过和不及，还是相等。16。季氏附于周公，而求也谓之聚敛而复议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周公，此乃周公旦次子世袭为周公而留于周之王朝者。周，赵氏为周王室之公，由三桓之氏为鲁卿。今季氏以诸侯之亲而复过于王朝之周公。谓之具感而复议之，然有善理财，为季氏多方聚敛以复议其所固有。子曰：非吾徒也。子曰二字宜在本章之首，今宜在此，则非吾徒也四字语气更见加重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小子指言门人。鸣鼓攻之，生其罪而讨之。公冉求，实以攻季氏。白话释义：季氏比周天子王朝弟周公还富了，而求呀还替他聚敛复议。先生说：这人不是我的门徒呀。小子们，你们都可打起鼓去声讨他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10。义七。柴也虞，参也鲁，师也辟，友也晏。柴也虞，高柴，字子高，亦孔子弟子。虞，好人之过。嘉。禹，既其足不履隐，岂折不杀，方长不折，执亲之丧，泣血3年，可以见其为人矣。参也鲁，鲁，迟钝义。师也辟，辟，偏义。子张至高而流于偏。或曰辟同辟，言其过为张大。友也晏，晏，刚猛义。本章乃孔子平时之言，门人会记于此。或说张守托子曰二字，
或以与下章当通为一章。白话释义：柴性愚直，参性鲁钝，诗性偏僻，游性刚猛。义八。子曰：回也其恕乎？履空。赐不受命而获直焉，亦则。吕中。先进篇第11。311。其恕乎？恕己意。言其进道。履空，空，穷乏义。履空，谓履陷于空乏。或说履极穷。楼字，镂空谓其穷楼空乏，亦通。今从前解。不受命而获直，不受命，一说不受禄命，一说古者商。甲由公家主之，子贡未受命于公家而自以其私财事见欲贵，逐食义之利。今从后说。获直者，为积获财以物生直。获直本商甲之事，今子贡未受命，故不曰商甲而曰获直也。义则履中，义猜度义。中由的义，为其猜度物价贵，见履中不爽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回呀，差不多了，可惜他履在空乏中，次没有受公家之命而经营获直，他猜度物价总猜中了。义9。子张问善人之道。子曰：不见机，亦不入于事。善人之道，由言善人之行为。不见机，亦不入于事。善人直美，行事一本天性，故能不见机，犹谓不照前人脚印走路，即不依成法。此言其谓经学问，虽亦能善，而不到深奥处。见美直有限，必学问史无穷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12。白话释义：子张问善人的行为。先生说，善人能不踏着前人脚印走，但亦进不到室内去。20。子曰：论笃是与君子者乎？色庄者乎？与许与义。若但许可其言论之笃实，则不知其果为君子。亦是色庄之徒。色庄由颜色丽，外容庄严，而心实不然。就以此章连上章，诸子使别分为章，今从之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但听他议论笃实，便赞许他，哪知他真是一君子呢？还是仅在容貌上那么的庄严呢？21。子路问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文？思行之。冉有问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文思行之。公西华曰：有也问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。求也问文思行诸？子曰：文思行之赤也或敢。先进篇第11。313。问。子曰：求也退，故进之；有也坚人，故退之。文思行诸？文思行，谓文艺即当勇位。或说此专指正穷就罚之事，今不从。诸知乎二字之何？疑问词。有父兄在，曲礼；父母在，不许有意思，不有私财。言父母生时，为子者自身之生命及钱财皆不得自专，其他自当伤之父兄。求也退，冉有资性懦弱，见义不前，故孔子教其婴耳。有也坚人，子路性勇敢前，常若一人可兼两人之所谓，故孔子戒其不得耳。今按公西华少子路23岁，为此问时，因在季官之后，子路年已44、5。子路有父米之叹，其父母当早卒，或上有兄常在。白话释义：子路问是否听到了就该做呢？先生说还有父兄在上，怎可听到便做呀？冉有问是否听到了就该做呢？先生说自然听到便该做呀。公西华说，有问
听了便该做吗？先生说，有父兄在上求问，听了便该做吗？先生说，听到便该做。赤对此有疑惑，敢再问个明白。先生说，求呀。他老是退缩，所以我要拉他向前。有呀。他一人要兼两人事，所以我要议他退后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14。22。子谓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吾以女未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？子谓于匡，谈公，死而不弔者三：谓、晏、逆晏。同鸦。谓乃民间私斗。孔子谓匡人所为，亦如一种私斗。颜渊后，孔子既必去，颜渊相师在后。以女未死矣，女同辱。颜渊失群后至，孔子疑其与匡人斗而死矣。此今喜交集之辞。子在，回何敢死？何敢死？颜不敢亲身赴斗。孔子尚在，明道传道之责任大，不敢亲死，义也。弟子事师如是父，父母在，子不敢亲死，二也。颜子虽师在后，然明知孔子之不亲死，故己亦不敢亲身赴斗，三也。曾子曰：任重而道远，死而后已。重其任，故亦重其死。白话释义：先生在匡被围，颜渊落在后。先生说：我当你已死了。颜渊说：先生尚在，回哪敢轻易去死呀？先进篇第11。315。23。季子然问：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？子曰：吾以子谓。亦之问：曾有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有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曰：然则从之者与？子曰：是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季子然，季氏子弟，因季氏得用子路，冉有未成，故喜而问之。亦之问：亦是。孔子谓：我谓汝当问他事。曾有与求之问，曾有乃义。孔子故亲二子以义既然，谓乃问此二人。不可则止，只为去其位。具臣由云被谓充数之臣。从之者与？既然应问是否当一切听命。白话释义：季子然问道：仲由、冉求是否可得称是大臣呀？先生说：我以为你会问些别的事，哪知你只问由、求两人呀？所谓的大臣，应能以道事君，看来不可，便不干了。现在有与求，只算是被谓充数的臣罢了。既然说，那么他们该是肯听话的人吧？先生说：若要是父是君，他们也是不会听从的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16。24。子路使子高谓废宰。子曰：贼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名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子曰：是故恶夫佞者。子路使子高谓废宰，子路谓季氏宰，而举使之。贼夫人之子，使子高尚年少，故称夫人之子。贼，害义。学未成熟，使之从政，是以害之。社稷，社，土神；稷，谷神。二者共祀于一坛。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子路谓宰当治民，当临祀是神。此皆是学，不必读书使是学。恶夫佞者，佞者以口辩因人。子路本意亦非欲子高真以从，正谓学，只是针对孔子与随口答辩而已。孔子谓我之所恶于吾者，正如此类。白话释义：子路使子高去当废宰。先生说，害了那个年轻人了。子路说，那里有人民，有社稷，治民事神皆可学，何必读书才是学呀？
先生说，正如你这样，所以我厌恶那些利口善辩的人呀。先进篇第11 317 25。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以无一日长乎耳，无以也。居则曰：不吾之也，如获之耳，则何以哉？子路率尔而对曰：千乘之国，久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机警，有也未之，彼及3年，可是有用。且知方也夫子审之求尔何如？对曰：方6、7十，如5、6十，求也未之，彼及3年，可使足名。如其礼乐，以郡君子，赤尔何如？对曰：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、端章府，愿为小乡焉典尔何如？鼓瑟兮，坑耳，舍色而作。对曰：异乎三子者之传。子曰：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观者5、6人，童子6、7人，欲乎夷，风乎5余，咏而归。夫子喟然叹曰：吾与典也。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是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审有也？曰：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审之为求，则非邦也与？安见方6、7十，如5、6十，而非邦也者？为赤则非邦也与？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合。赤也谓之小，孰能谓之大？曾皙、名典，曾参复。以无一日长乎耳，无以也，尔及汝。孔子言：我虽年长，于尔辈，然勿以我长而难言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18。则何以哉？以用意。言如有之耳者，则何用以自见？率尔而对，律亲律义。或说律自当作促，即遂义。设乎大国之间，久破促义，犹言加在大国之间。且知方也，方亦方，即犹言义。夫子审之，审为孝。孔子既喜子路之才与智，而犹欲隐，而敬之，故为孝以见义。求尔何如？孔子呼其名而问。下赤尔典尔同。如5、6十，如有与义。言方6、7十里与方5、6十里之小国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；宗庙之事，指祭祀。诸侯实见曰会，众见曰同。端章府，端玄端，一名。章府，冠名。当时之礼服。愿为小乡，乡里者。鼓瑟兮，坑耳，兮色声兮落。盖世见些古之，故孔子语。二子语，色声不为喧扰，而三子之语亦人耳。甚容为审，亦明见无疑。坑，以手推色而起，其因坑然。异乎三子者之传，传当作尊，独为权，犹言善。曾典谓所言不能如三人之善。孔子曰：何伤？犹云无害。或曰：传即传述，陈说义。末春者，末字亦作木。暮春，3月静末，时气方暖。春服既成，春服单加一。欲乎夷，夏历3月，在北方未可入水而浴。或说晋已有温泉。或说浴，灌浊液，就水边洗头面2手。或说浴乃言字之物，谓言乎以水而咸游。今人从欲字第2解。先进篇第11 319。风乎5余，5余，即天岛屿之处，其处有潭有树。风者，迎风当凉也。亦说风当独放，盖谓言乎以水而放乎5余，诚心所至。今从上解。吾与典也，与赞同义。言无赞同典之所言。盖三人皆以事尽为心，而道消事乱，所至未必能遂。曾皙乃孔门之狂士，无益用事，
孔子骤闻其言，有弃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，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，故不觉慨然心叹也。然孔子故暴行道救世之志者，岂以忘世自乐，真欲与许朝无哉？然则孔子之叹，所感深矣，诚学者所当细玩。岑羲后，岑羲自知所答非正，而孔子赞与之，故读刘旭有所问。夫子何审有也？孔子闻子路言而笑，故岑羲特以为问。孔子答：非孝子路之志，乃孝子路之直言不让耳。唯求则非邦也与，此句有两解。一说，乃岑羲在问，孔子在答。盖岑羲虽已知孔子深许子路却有治国之才，而未知对冉求、公西华两人亦许之否，故在问也。一说，乃孔子自谓问答，孔子续生其孝子路者，非孝其所至，否则冉求、公西华同是有治邦国，何独不孝？今从前说，赤也谓之小，孰能谓之大？此美子华之谦，而所以孝子路之意亦见，圣与之妙有如此。今观孔子之深许三人，亦知孔子之叹，所感深矣。本章无语典也之叹，甚为宋明儒所乐道，甚有未曾点辨是尧舜气象者。此时深染禅味。朱注《论语》亦采其说，然此后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320。语类所载未说已不同。后世传闻有诸子晚年生悔未能改注此节留为后学并根之说，读诸注者不可不知。白话释义：子路、曾哲、冉有、公西华四人在先生处侍坐。先生说：“我是长了你们几天，但你们莫把此在意。平常总说没人知道的自己，若有人知道你们了，怎办呀？”子路连忙答道：“倘是有一个千城之国家在大国间，外面军事战争不断压迫着，内部又接连年岁荒欠，让由我去管理，只要3年，可使民众有用，并懂得道义。”先生向他微笑，又问：“求你怎样？”冉有对道：“60-70方里或50-60方里的地，使求去管理，只要3年，可使人民衣食丰足。至于礼乐教化，那的呆君子来设施了。”先生又问：“赤，你怎样呢？”公西华对道：“我不敢说我能了，只是愿意学习罢。宗庙里的事，以及诸侯相会见，披着玄端衣，戴着章府帽，我希望能在那里面当一个小小的乡里者。”先生问：“点，你怎样呀？”岑哲正在鼓瑟，瑟声稀落，听先生叫他，吭的一响，舍了瑟站起，对道：“我不能像他们3人所说那样好呀。”先生说：“有时没关系呢，只是各言己志而已。”岑哲说：“遇到暮春3月的天气，新缝的单家衣上了身，约着5-6个成年6-7个童子，结队往沂水边，盥洗面首，一路迎风披凉，直到舞于台下，歌咏一番，然后取道回家。”话犹未了，先生喟然叹道：“我赞成点呀。”子路等3人退了，岑羲留在后，问先生道：“他们3人说的怎样呀？”先生说：“这亦只是各言己志而已。”岑哲说：“先生为何要效尤呢？”先生说：“有志为国，当之有礼。”先进篇第11 321。他言语不让，故我效了他。岑哲说：“只是求不算有志为国吗？”先生说：“哪里有60-70方里、50-60方里土地还不是一个国的呢？”岑哲又说：“那摩赤不是有志为国吗？”先生说：“说到宗庙祭祀和诸侯会见，还不是诸侯之事，是石磨。像赤这样的人，还只去当小乡，谁去当大乡呀？”323。颜渊篇第12 1。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“克己复礼为仁。”一日克己复礼，
天下归人焉。为人有己，而由人乎哉？颜渊曰：请问其目。子曰：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颜渊曰：回虽不敏，请示斯语矣。克己，克有免。有约束义，有义治义。克己，约束己身。或说克去己私。下文为人有己，同义己字，皆指身，不得为上义己字特指私欲。或又说克己由言任己，谓有己身兼任。然下文四物，明言约束，非兼任义。盖人道相处，必以仁。古训仁者相人偶。若立心行事，专以己身为主，不顾及相偶之对方，此乃一切不仁之本源。故人道必以能约束己身为先。复礼，复如言可复也之复，谓践行。又说复反也，如汤武反之之反。礼在外，反之己身而见之。故克己复礼，即由云曰我以礼。礼者，人道之节文，无人及礼不兴，无礼则人道亦不见，故人道必以复礼为重。宋儒以慎思欲全天理是此克己复礼四字，大意亦相通。然克己之己，实不止思欲，复礼之礼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324，亦与天理意蕴不尽洽。宋儒之说，未尝不可以通《论语》，而多有非《论语》之本意。此章及其一例，易学者所当细辨。为人，犹谓如是乃为人。人存于心，礼见之行，必内外心行合一，使成道。故《论语》常人礼并言。亦说此为自作行自解，为克己复礼以行仁，今不从。天下归人焉。亦说归有语。言能一日克己复礼，则天下之人莫不归与其人，即言其效之速且大。然人为己之心得，以存诸己者为主，不以外面之效因为重，且亦无此速效。即如所解，当云天下归人矣。今言归人焉，焉有于此于彼之意？言天下于此归人，原意当谓既能一日克己复礼，即在此处，便见天下尽归入我之人心中。人心之人，温然爱人，克然敬人。礼则主于恭敬辞让。心存恭敬，思无傲慢；心存辞让，思无伤害。对人无傲慢，无伤害，凡所接触，天下之大，将无往而不见其不归人于我心之人矣。是则效在内，不在外。或说此言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复礼，则天下之民贤归其人正，此诚偏旨，非通义，今不从。为人有矣，为人由言行人。行人道当由己，不由人。克己，由己克之；复礼，亦由己复之。能克己，斯能由己矣。所以欲克己，即为欲由己。两己自不当分别说之，而克与由则分指两项功夫。请问其目。目，条目。颜渊闻孔子言，知为人之要在于克己复礼，而请问克己复礼之条目。非礼勿视，听，言，动，此处四物字，即约己功夫。视，听，言，动皆由己。约束己之事，听，言，动，使误人于非礼。颜渊篇第12。325。使凡事，听，言，动皆是礼，是即为复礼。此亦不专指社会外在之种种礼俗言。孔子曰：礼云礼云，欲博云乎哉？又曰：仁而不仁，如礼何？盖礼有其内心焉，礼之内心即仁。然则克己复礼，即是约己归人。唯言归人，若偏指内心，又不见功夫所在。言复礼，则明属外面行事，并有功夫可循，然后其意始见周匝。既己之事，听，言，动能亦一复于礼，则克己正所以成己，复礼亦正所以复己。
于约束意志中得见己心之自由广大，于恭敬辞让中得见己心之测达高明，循此以往，将见己心充塞于天的，流行于万类。天下之大，凡所接触，全与己心痛痒相关，血脉相通，而天下归人之境界，即于此而达。岂止在社会现行礼俗之细节处规行举步而便谓之曰礼？故非颜渊之贤，亦无以胜于请示私语之内涵。本章问答，乃孔颜传授切要之言。宋儒教人寻孔颜乐处，所乐何事？若不从本章克己四物之教切实下功夫，而徒从吴语典也等章探索寻觅，纵是隔时飘影，曲肱陋巷，孔中部的孔颜真乐何在？学者其审细参之。白话释义：颜渊问人如何颁求，先生说：约束我自己来见行礼，那就是人了。只要一天能这样，便见天下尽归入我心之人了。为人完全由自己，哪在外人呀？颜渊说：请问了详细的节目。先生说：凡属非礼的便不看，凡属非礼的便不听，凡属非礼的便不说，凡属非礼的便不行。颜渊说：回资直虽钝，请照先生这番话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26。切实努力吧。2。仲弓问仁。子曰：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器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在邦无怨，在家无怨。仲弓曰：庸虽不敏，请示私语矣。本章与上章亦相发。大兵，公侯之兵也；大器，替交之属也。出门如见大兵，使民如承大器，是敬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是恕。在邦谓是诸侯，在家谓是卿大夫。无怨，就说谓是为人之孝。宜当如求人的人，又何怨之意？乃至不怨天不由人，无论在邦在家皆无怨。非人不怨己，乃己不怨人。此尽数与不怨之三者，皆指心言，即复礼归人之要端。人能践行一本于礼，对人自无不尽数。既其心能尽能数，则自无怨。如此居心，则是听言动自无不合于理，而我心之人亦自然成陋。心行相发，内外交融，亦一以贯之。此两章重要在指示学者以求人之功夫，克己复礼尽数与无怨皆是。学者就此悉心体会，反躬实践，自是己心，则求人的人，自见人之不可胜用矣。白话释义：仲弓问仁。先生说，平常出门像见大兵般，居上使民像临大器般。自己所不欲的，莫要施于人。在邦国中，在家族中，该能。颜渊篇第12。327。吾所愿仲弓说，庸资直虽钝，请照先生这番话切实努力吧。3。司马牛问仁。子曰：仁者其言也。任曰：其言也任。斯谓之仁矣乎？子曰：谓之难，言之得无切乎？其言也任，顿亦难矣。史记司马牛多言而造一。说孔子就其偏而免之。又一说牛之兄桓追有宠于宋君，将魏乱，牛忧之，情见乎辞。然兄弟之亲，必有所难言者。孔子就此加以指点，使易于体悟。就本章及下章牛之再问，则牛之易于言可知。本章下文孔子答谓之难，亦可指兄弟之间言，则两说皆可通。前说主从本文体会，后说旁求是证，学者何以求之可也？曰：其言也任，斯谓之仁矣乎？司马牛再问也。牛宜人道广大，言语顿讷，岂便为人？谓之难，言之得无任乎？言由心出，心感其事之难，使言之若不易。
兄弟之间，敢有难言，一人之一端。本章虽专为司马牛发，然亦求人之通义。孔子又曰：仁者先难而后获，既能安于所难，而克尽克数，以至于无怨，思其去人也不远矣。孔子又曰：刚毅木讷近人学者，当会通诸章求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28。之，勿谓此章乃专为一人发而呼之可也。白话释义。司马牛问仁。先生说：仁者说话常迟钝。司马牛说：说话迟钝，就说是人吗？先生说：因之作来难，说来哪得不迟钝？4. 司马牛问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忧不惧。曰：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矣乎？子曰：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？常人扰扰，多在忧惧中。司马牛亦正为忧惧所困，故孔子以君子不忧不惧告之。然图求不忧不惧，其人岂便为君子？盖非不忧不惧之为贵，乃其内省而无咎之为贵。9. 病义。问心无病，养不愧，辅不作，思无所用，其忧惧矣。孔子亦非教司马牛戛然于其胸而无动于心，此有义命之变，学者当从实境中磨练。故本章虽亦针对司马牛而发，然亦君子修德之通义。白话释义。司马牛问：如何可得为君子？先生说：君子不忧不惧。司马牛说：不忧不惧，就得称君子吗？先生说：只要内心。颜渊篇第12。329。自省不觉有病，那又何忧何惧呀？5. 司马牛忧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独王子夏曰：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公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我独王同无。司马牛兄相追，追又有兄朝，有弟子齐、子车，皆与追在宋作乱。商闻之矣，未闻之于孔子也。孔子卒在还追作乱后2年。子夏言此时，孔子当已卒。追、朝等或奔或死，牛生戚一国，故有独无兄弟之感。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命者不由我主。如人之生，非己自欲生；死亦非己自欲死。天者，在外之境遇。人孰不欲富贵？然不能尽富贵，此为境遇所限。敬而无失，无失即忠也。敬而无失，操之纯熟，斯从容中道矣。或曰：师当独为义。义，乐也。无义生言敬，有礼生言恭。今从前解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有义事而与智者，孔子无事也。孔子曰：天下归仁，后人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。孔子曰：虽蛮貊之邦行矣。子夏因曰：四海之内皆兄弟。学者欲此等处，为当通之言者意指所在，勿拘执文字以为说可也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30。今案左传，还追诸兄弟为乱而败，追奔魏，牛至邑与归，而是齐。追后奔齐，牛复至邑而是吴。吴人恶之而反。赵简子赵之，陈子亦赵之，因过鲁而卒于鲁郭门之外。牛之诸兄弟，全是绝气，唯牛凄然孤立，流离无归，忧可知矣。读此3章，孔子子夏当时师友会导之情，千载之下，宛然可见。然则本章四海皆兄弟之语，乃是当时一番极真挚恳切之未及。子夏之言此，复何病？白话释义。司马牛很忧愁地说：人人皆有兄弟，独我没有呀。子夏说：商曾听先生说过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
君子只要能进，做事没有差失，对人能恭有礼，那就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呀。君子哪怕没兄弟呢？6. 子张问名。子曰：浸润之赠，夫受之粟，不行焉，可谓名也已矣。浸润之赠，夫受之粟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已矣。浸润之赠，赠者之言，如水见字，出若不绝，久自润湿。夫受之粟，一说，如皮肤受尘垢，当时不绝，久乃睹其布。颜渊篇第12。331。景。一说，如肌肤清瘦，即切破身，骤听之，易于动性。今从后说。赠者毁人形，速者速己冤，可谓远也已矣。远，民之至也。白话释义。子张问：怎样可算是名呀？先生说，像浸润般的赠言，像切肤般的控诉，在他前面行不通，可算明了。像浸润般的赠言，像切肤般的控诉，在他前面行不通，可算远了。7. 子贡问政。子曰：卒食，卒兵，民信之以。子贡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曰：去兵。子贡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卒食，卒兵，民信之矣。仓弥时，吾备修，然后教化行，能使其民对上有信心。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欲不得已，兵、食、信三者不能兼顾，必去其一，则何者可先？去兵，此如今延宁因黄油去炮弹，不为炮弹去黄油。于斯二者何先？又不得已，故食则失信，全信则失食，则二者孰可去？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32。去食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，与其去信，宁去食。此不仅只为政者发仓秉以整民言，亦兼只为政者教民取舍言。民无食必死，然无信则群不立，涣散斗乱，终必相虑沦亡，同归于尽。故其群能保持有信，一时无食，仍可有食。若其群去信以真实，则终成无食。去兵者，其国贫弱，恐以整军精武防身事，故且无言兵，使尽力耕作。去食者，如遇旱黄水涝，饥馑荒欠，食故当急，然亦不可去信而及时。本章因子贡善问，推理至极，遂有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之说。然子是谓，告冉有，既述矣，当复之。既复矣，当教之。与本章卒食在前，而兵与信次之同义，可见为政者守以使民的时能保其身为先。唯欲不得已，则教民轻食重信，一处长，一灵变。读者须于此善体，不可徒认自古皆有死之单词，遂谓为政者可以不顾民命，而高悬一木般以强民之必从。此亦一义命之变。为政者守众民时是义，宁去时是命。立身立群同是义理，立身有舍身取义，导群亦有去时存信。此与仓秉食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各生一面，不相害。白话释义。子贡问为政之道。先生说，先求充足粮食，次乃讲究武备民。兼自然信及此政府了。子贡又问：倘欲不得已，于此三者间，必去其一，则孰可先去呢？先生说：减去武备吧。子贡又问：倘欲不得已，于此二者间，再必去其一，则孰当先去呢？先生说：减去食粮吧。自古以来，人谁不死？若既无信，则一。颜渊篇第12。333。群都不存在了。8. 及子成曰：君子直而已矣，何以闻伪？
子贡曰：习乎！夫子之说君子也，四不及舌。文由直也，直由文也。虎豹之阔，有犬羊之阔。及子成，谓大夫。习乎！夫子之说君子也，此九字为一句。夫子指及子成。当时称大夫皆曰夫子。子贡谓及子成之论君子，失言可习。盖及子成及孔子教子贡之徒若未闻圣，子贡为其妄议击毁圣人之教，故伤叹而谨之。四不及舌，四马。古用四马驾一车，舌以出言，既脱口，四马追之不及。虎豹之阔，有犬羊之阔，皮去毛曰阔。虎豹与犬羊之别，正因其毛纹之异。若去其纹之秉位，则虎豹之皮将与犬羊之皮无别。此见君子小人相异，正在君子之多闻。故说直由文也，文由直也，二者同重，不可偏无。若必尽去其文，则由专主时事之中性，而不取孔子之好学。白话释义。及子成说，君子只要直就够了，何用再加以文雅？子贡说：柴氏藏书，《论语心解》334。可惜了，你先生这样的解说君子呀，虽有驷马骏足，也追不及你舌头上这一失言了。文由之是直，直由之是文。虎豹之皮，若去了它的花纹，便犹如犬羊之皮了。9。哀公问于有若曰：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对曰：何彻乎？曰：无由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对曰：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何彻乎？税田拾取一未彻。何不义？无由不足。哀公于田税外附家赋，用作军费，是一亩田，以征2分税。但哀公仍嫌不足。有若请其只收田税，则更不足。君孰与不足？民富，君不独贫；民贫，君不独富。人必相。人偶，故己欲立立人，己欲达达人。有若之言，一人言也。孰与之问，甚有深意。孔子曰：吾非斯人之徒与，而谁与？左传。哀公12年春用田赋，为按亩分摊军费。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，又连年用兵于诸，又有其境，故说年饥而用不足。有若教以止税田，不加赋，乃针对年饥言。哀公救国用不足言，故有若又称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白话释义。颜渊篇第12。335。每哀公问有若道：年岁荒欠，国用不足，有何办法呀？有若对道：何不只收1/10的田租呢？哀公说：我在田租外加收了田赋，共已收了2份，尚感不足，怎可只收1份田租呢？有若对道：只要百姓都足了，君和谁不足呀？若使百姓都不足，君又和谁去足呀？佚名。子张问崇德辩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喜义，崇德也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祸也。诚不以富，义只以义。崇德，行道而有的于心未得。崇德者，以德为崇，略由，中庸，严尊德性。辩惑，心有所昏昧不明。辩惑者，辩去其不明，略由，中庸，言道问学。子张问如何而使可谓是崇德辩惑，此两语当是古言，而子张引以慰问。主忠信，忠信存于我心，若不以忠信为主，而徒争在外之事业功名，则离德已远，不能谓之崇德。喜义，闻义，喜己义以从之，游云千善。主忠信则本立，喜义则日新，此为崇德之方。爱之欲其生，
恶之欲其死，此由云进人若将加诛兮，退人若将堕诛渊，皆辟旷之词。两句当一气读。下文既喻其身幼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36。欲其死，即是复举此两语，而文气更迫促。好恶无常，先后反复，杂投于一人之身，思其昏惑甚矣。人之惑，主要从其心之好恶来，故求辩惑，犹贵于己心之好恶辩之。或说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，乃两事分裂，即此以是惑。下两语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则是惑之甚。今按文气，当从上说。臣不以复，意指以义，失小雅，我行其也之辞。当是错简，因在第16篇其景公有马迁4章，因下章亦有其景公字而误。白话释义。子张问道：如何可算得崇德辩惑呀？先生说：存心主于中性，又能闻道义的极谦而从之，这可算是崇德了。喜爱一人，便想要他生，厌恶了他，又想要他死。既要他生，又要他死，这可算是惑了。一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公曰：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无德而食诸。齐景公名楚旧。鲁昭公末年，孔子弑其，时其大夫陈氏，专政，而景公多内取，不立太子，故孔子答其问如此。颜渊篇第12。337。德而食诸，诸疑问辞。犹言德而食之乎？白话释义。齐景公问为政之道于孔子。孔子对道：君要敬君道，臣要敬臣道，父要敬父道，子要敬子道。景公说：好极了！若是君不敬君道，臣不敬臣道，父不敬父道，子不敬子道，纵有击鼓，我哪吃得呀？2。子曰：片言可以折喻者，其有也与？子路无素诺。片言可以折喻，片言由云单词，即片面之词。者，断也。断欲必兼听两造，不应单凭片词。其有也与？此有两解。一说子路明觉，可以仅听片面话，断欲；一说子路忠信，绝无诬妄，即听其一面之词，亦可凭以断欲。今从后说。子路无素诺，素诺亦有两解。一说素，有言有语。子路守信笃，恐临时有故，故不事前预诺。一说子路急于谏言，有诺不留。素即留意。今从后说。唯其平日不轻然诺，语出必信，积久人皆信服，故可听其一语即以折喻。论语编者因孔子言而复记及此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38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凭着片面之词而便可断喻的，怕只有子路的话吧。子路答应了人，没有久留着不见诺的。3。子曰：听讼，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听讼，听其讼辞以判曲直。无由人也，言我与人无异。使无讼，由于得教化之在前，故可使民无讼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若论听讼，我也和人差不多呀，必然要能使人不兴讼才好吧。4。子张问政。子曰：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居之无倦，居之一说居位，一说居心。居位不倦，其居心不倦可知。颜渊篇第12。339。行之以忠，行之一谓行之于民，一谓行事。为政者所行，事亦必行之于民可知。白话释义。
子张问为政之道。先生说：居职位上，心无厌倦，推行一切政事，皆出之以忠心。亦五。子曰：博学于文，约之以礼，亦可以服判以夫。本章以见，庸也。篇，此众出。一六。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小人反是。臣者，又耶讲劝以助臣之。君子小人，存心有厚薄之殊，所好又有善恶之意，故不同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助成别人的美处，不助成别人的恶处，小人恰恰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40。和此相反。亦七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于对曰：政者，正也。子帅矣。正，孰敢不正？正者正也。正，由言正道。政治乃群众事，必以正道，不当偏邪。子帅以正，率同律，领导义。孰敢不正？可见在下有不正，其责任在上者。白话释义。季康子以为政之道问孔子。孔子对道：正只是正的意义。你若把正道来律先领导，在下的又谁敢不正呀？亦八。季康子患道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季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切。不欲，欲指贪欲。在上者贪欲，自求多财，下民化之。颜渊篇第12。341。共相进取。其有不聊生者，乃挺而未道。责任仍属在上者。虽赏之不切，若在上者不贪欲，务正道，民生各得其所，纵使赏之行切，亦将不从。民之化于上，乃从其所好，不从其所令，并各有知耻自好之心，故可与为善。道与切亦不同。赏其行切且不从，何论于为道？白话释义。季康子患虑鲁国多盗，求问于孔子。孔子对道：只要你自不贪欲，纵使玄令赏民行切，他们也不会听你的。亦九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，曰：如杀无道以救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对曰：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，风；小人之德，草。草，上之风，必偃。以救有道，救，成就义。康子亦欲以除恶成就善道。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在上为政，民所事效，故为政便不须杀。此句重在为政字，不重在子字。君子之德，风；小人之德，草。此处君子小人只谓言德，由谨言品质。谓在上者之品质如风，在下者之品质如草。然此两语仍可作通义说之。凡其人之品德可以感化人者，必君子；其人之品德随人转移，不能自立者，必小人。是则教育与政治同理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42。世风败坏，其责任亦在君子，不在小人。草，上之风，必偃。上，或作上加义。偃，仆役。风加草上，草必谓之仆道。以上3章，孔子言政治责任在上不在下，下有缺失，当由在上者负其责。臣亦光明正大，若此义大昌于后，居上位者皆知之，则无不治之天下矣。白话释义。季康子请问为政之道于孔子，说：如能杀无道的来成全有道的，如何呀？孔子对道：你是一个主政人了，在上的人好像风，哪里还要用杀人的手段呢？你心欲善，民众就群向于善了。在下的人好像草，风加在草上，草必然会随风倒的呀。20。
子张问：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？子曰：何哉尔！所谓达者，子张对曰：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子曰：是闻也，非达也。夫达也者，直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，在邦必达，在家必达。夫闻也者，色取人而行为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达，显达义，义通达义。内有诸己而求达于外。何哉尔！所谓达者，子张物外，孔子之而反诘之，将以去。颜渊篇第12。343。其病而导之症。是闻也，非达也。闻，名誉者闻。内无求必达之于外者，仅于外窃取名闻而已。此乃虚实成谓之辩，学者不可不审。直直而好义，察言而观色，虑以下人。直直，内主忠信，不事矫饰。察言观色，察人之言，观人之色。虑以下人，非以自牧也。一说虑，用心委屈；一说虑，有美也。虑以下人，有言美以下人。复言曰无虑，单言曰虑，其意一。不矫饰，不计阿，在己者求有以达于外，而柔顺谦卑，放人亦乐见其有达。或说察言观色以下人，宜若似颜色成意指以求美者。然察言观色，当与直直好义内外相成。既内守以义，又能心存谦退，故能谦准而光，卑而不可逾。此圣人处世之道，即人道。相愿习其四以乱中行，而俊如或仅凭刚直而上气，则亦非所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之道。色取人而行为，色取在面上装点，既无直直之姿，又无好义之心，无知己而仅求之外，思无形而不为乎人矣。居之不疑，专务为事外求，而又自以为是，安于虚伪，更不自疑。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此等人专意物外，欺世盗名，其心自以为是，无所愧作，人亦信之，故在邦必闻，在家必闻。然须臾虽聋，而实得则病，误己害世，有终其身为文人而己不知羞，人不知非者，其为不仁义甚矣。此处家字，如三家之家，非指私人家庭言。今按《论语》又兼言立达，必先立，乃能有达。即遭乱世，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344。如因有三人，是亦达矣。又曰杀生成人，成人亦达也。此语道之穷达为有变，学者其细阐之。白话释义。子张问：一个是如何才算是达了？先生说：你说的达是怎样的呀？子张对道：一个达的人，在国内必然有名闻，在卿大夫家中也必然有名闻。先生说：那是名闻，不是显达呀。一个显达的人，他必然天性直直，心智好义，又能察人言语，观人容色，存心谦退，总好把自己处在人下面。这样的人，自然在国内，在大家中，到处能有所显达了。那有名闻的人，只在外面容色上装取人貌，但他的行为是违背了。他却亦像心安理得般，从来不懂怀疑到他自己。这样的人，能在国内有名闻，在一大家中也有名闻了。21. 樊迟从游于五鱼之下，曰：敢问遂得修特辩惑。子曰：善哉问！先是后的，非崇德语。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，非修特语。一朝之愤，忘其身，以及其亲，非惑语。从游于五鱼之下，五鱼之处，有潭、是丹、树木，故可游。余问答前者此一语，此于《论语》为辩例。或说春秋鲁昭公训其之年，书上兴大鱼，既兴幼鱼，传曰幼鱼者，非鱼也。
颜渊篇第12。345。聚众以逐祭事也。昭公欲逐祭事，终为祭事所逐。樊迟欲追究其所以败，遂于从有5余而发问，而言之又晚而隐，故孔子善之。今按孔子晚年返鲁，哀公亦欲逐祭事。推樊迟之年，其问当在哀公时，不在昭公时，则欲意亦深矣。然如此说之，忠贤无切证。或又曰：樊迟录夫子之教而书其弟，是谨也。编者从而不消耳。先事后的，即先难后获益。人能先悟所当为，而不计其后功，则得日积于不自知。修特恶之逆于心，修治而去之。专攻己恶，则己恶无所逆。白话释义：樊迟从游在5余台之下，说：敢问怎样重得修特辩惑呀？先生说：你问得好。先做事后记的，不就是重得吗？专攻己字，己的过失，莫去攻击别人的过失，不就是修特吗？乃不注意朝地气氛，忘了自己的生命安危，乃至忘了父母家属，这还不是祸吗？22。樊迟问仁。子曰：爱人问之。子曰：知人樊迟。未答。子曰：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。子夏曰：乡也，吾见于夫子而问之。子曰：举直错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46。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何谓也？子夏曰：复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高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樊迟未答，犹言未明。本文未言樊至所未答者何在？亦说樊迟盖以爱人务求其周，知人必有所责，两者似有相悖。亦说以小爱人之言，而未晓知人之方。盖樊迟之疑，亦疑于人之不可周之。按下文孔子子夏所言，皆为人之合意之说作阐发。樊迟之问子夏，亦曰：乡也，无见于夫子而问之，专偏之人言。当从第2说。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解见为正。偏哀公问章，此盖以积才为喻。举直才压乎枉才之上，枉才亦自直。或说知人枉直是之，使枉者亦直，则正以全其人。此从第1说未阐发。或说知人之守物，唯在辩枉直。其人而直，则非可正之以事，恶可导之于善。其人而枉，则是恶为善，矫非为是，终不可救药。此从第2说未阐发。然知人不专在辩枉直，如高陶伊尹，其意直自可尽，故知解作喻词为是。乡也，乡字又作想，犹言前时。何谓也？樊迟人有未明，故在兼于子夏。盖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迟人有所未答。复哉言乎！此谓孔子之言含义甚复，夏乃举事以正。不仁者远矣，亦说不仁者远去，言皆化而为仁，即所谓能使枉者直，是孔子人间人之言之。此成第1说。或曰：远未罢去其官职。或又曰：子夏之孔子之意，必如尧、舜、禹、汤之为君，乃能尽用人之道，故言前始选举之事，此即春秋姬世卿之意。舜举高陶，汤举伊尹，皆不以事而以贤。樊迟生。颜渊篇第12。347。春秋之事，不知有选举之法，故子夏以此告之。今按汉儒传公羊，有所谓为言大义，其间亦可以。论语。谓真者，如本章事。知汉儒之说，非尽无成。宋儒专以义理阐，
论语于孔子之身世，注意或所不逮，亦非知人论事之道。子夏复哉言乎之叹，正有大义为言存焉。持之所谓答或在此。读者其细阐之。白话释义。樊迟问如何是人，先生说。爱人又问如何是知。先生说知人。樊迟听了不明白。先生说举用正直的人，加在那些枉屈之人上面，也能使枉屈的正直了。樊迟退下，又去见子夏，说刚才我去见先生，请问如何是知？先生说举用正直的人加在那些枉屈的人上面，能使枉屈的也正直。这是怎样的说法呀？子夏说这话中含义多丰富呀。舜有了天下，在众人中选出一个高陶来举用他，那些不仁的人便都远去了。汤有了天下，在众人中选出一个伊尹来举用他，那些不仁的人也都远去了。23. 子贡问有。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48。忠告而善道之，有有非，不可不告，然必出于对友之忠诚。又须能善为劝导。不可则止，如此而犹不可，不见从，则且止不在言。无自辱焉，若言不止，将自取辱。然亦非及此而决。本章必是子贡之问有专指，而记者略之，否则孔子当不专以此为说。论语如此例甚多，读者当细会。白话释义。子贡问交友之道。先生说，朋友有不是处，该尽忠直告，又须善为劝说，若不听从，则该暂时停止不言，莫要为此自受耻辱。24. 曾子曰：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。以文会友，文者礼乐文章。君子以讲习文章会友。以友辅仁，既未友，则可敬而切磋琢磨，以共进于道。不言。辅德而言辅仁，仁者仁道，不止于自尽己德而已。本章上句集言与共学，下句言与共事道与利与权。白话释义。颜渊篇第12。349。曾子说，君子应于礼乐文章之讲习来会合朋友，应于朋友会合来互相辅助，共进于人道。351。子路篇第13。1. 子路问政。子曰：先知劳之请益。曰：无倦。先知劳之，之指其民。民劳则思，思则善心生。益则盈，盈则忘善，忘善则恶心生。故为政者贵能劳其民。先知者犹贵能以身先其民而劳，故民劳而不怨。此四字当作一句读。请益，子路嫌孔子语少，故请益。无倦，孔子谓只行上与无倦即可。白话释义。子路请问为政之道。先生说，以身先知，以劳使民。子路请再加一些指导。先生说，照上与行之无倦即可了。2. 仲弓谓季氏载，问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设小过，举贤才曰：焉知贤才而举之？子曰：举而所知，而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52。先有司，先人有司者治其事。亦说以则有司为先。然则有司，则自不可胜；人有司，则凡有司必有所任，不凡特多一任字。设小过，人有司则有规，然小过当设，则谓治不科。举贤才，既当先有司，故必举贤者人之。而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人将各举所知，以贤引贤，则贤才自会尽。白话释义。仲弓做了季氏载，请问为政之道。
先生说，诸事先则臣下面的有司，他们有小过失，当宽赦。多举贤才来分任各职事，众公说，于何知的贤才而举之呢？先生说，只要举耳所知，耳听不知的，难道别人会舍他不举吗？3. 子路曰：魏君呆子而为政，子将西先。子曰：必也。正名乎？子路曰：有事哉！子之谦也。奚其正？子曰：也哉有也。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缺如也。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，事不成则礼乐不兴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忠，刑罚不忠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于其言，无所忌而已矣。魏君出宫者，复蒯聩王在外，为人立折而拒之。子路篇第13。353。必也正名乎？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必先正其名。子之迂也，迂谓谦远不切事情。子路就当时秦时，代魏。孔子以鲁人出王在位，无可谓魏之君臣父子兼正此名。时人必有以孔子谓迂者，子路初不信，今闻孔子言，乃谓臣有如时人之所讥。也哉有也，也谓粗鄙，则其余所不知不能确疑而率而忘生己见。忙不顺，以子拒父，其言不顺。言之上不顺，行之何能成事？事无可成，则礼乐不能兴。无礼乐而忘失刑罚，刑罚亦必不能忠礼而合道。斯民众将无所措其手足，言不知其举动之何所适宜。明之必可言，所明必可得而言。既有父子之名，则不可言以子拒父。蒯聩父而民以仇，名不正则不可言。言之必可行，所言必可得以行。若言拒父，何以号令于国人？于其言无所忌，一名一言，皆不可忌，否则牵连一切皆忌，岂有忌道而可以治国者？本章当与夫子谓魏君一章合参。孔子之答子路，亦就当前言其错格怡然耳。然使孔子果为政于魏，就将如何错格，后人分加议策，不知详审于事而转昧于理者亦多矣。此皆子路悉其政之见识。读者于此等处，唯当存其理而革其事可矣。白话释义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54。子路问道：如魏君有意等待先生来主政，先生对魏氏将何从下手呀？先生说：首先必该正名吧。子路说：先生真个谦到这样吗？这名又何从正呀？先生说：真太粗野了，有雅。君子对于自己不知的事，该闲去不谈。若果名不正，便说来不顺。说不顺口的，做来便不成事；做不成事，便不能兴礼乐。礼乐不兴，单用刑罚，刑罚也必不能中肯。刑罚不中肯，民众将会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是好呀。因此君子定下名，必然要说得出口，说来必然要做得成事。君子对任何一句话，总求没有忌且就得了。4. 樊迟请学驾。子曰：吾不如老农请学为仆。曰：吾不如老仆。樊迟出。子曰：小人哉！樊须也。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则四方之民抢复其子而至矣。焉用驾。学驾，种五谷曰驾。樊迟学驾，或欲如神农，后因以驾稿教民。或值年欠，有感而请。学为仆，种蔡叔之弟曰仆。谓治礼义。
孔子以不如老农之言拒樊迟，樊迟或疑学驾示众，贤不胜任，故既请学为仆。不用勤，勤实也。用勤者，由言明皆以忠实对其上。子路篇第13。355。抢父其子而治，抢父而知一，背父以行。四方之民皆来，治其国，斯不待教民以驾，而民之从事于驾者将大增。古者井的授田，耕户有去留之自由。本章樊迟请学驾谱，一言为政之事，非自欲为老农老仆以谋生。然时有古今，后世文治日隆，临政者不复能以教驾自务。孔子非不重名实，然学驾学谱，终是小人在下者之事，君子在上临民，于此有所不暇。战国时，有谓神农之言者许行，孟子辞而辟之，亦孔子本章之意。然李悝亦出儒门，而是谓有敬的立之教。樊迟之问，可谓以开其先生。白话释义：樊迟请学驾色之学。先生说：“我不如老农呀。”樊迟又请学治理园圃之学。先生说：“我不如老仆呀。”樊迟退出后，先生说：“真成一个在野小人了，樊迟呀。君子在上位，只要能好礼，民众便莫敢不敬；只要能好义，民众便莫敢不服；能好信，民众便莫敢不用他们的真心和实情来对上。政治能做到这的步，四方民众都会背负了他们的孩子来请入籍，那就耕户日增，耕得日辟，何必自己学驾色之事呀？5。子曰：宋诗300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始于四方，不能。柴氏藏书，论语新解。356。专对。虽多，亦希以味。诗300，诗有305篇，言300，举陈述。诗时西周一带之历史。其言治归门之道者在二南，言农事富民之道在幽封。平天下，皆诸侯，待群臣之道在大小雅。宋乃正臣制定后始作，而得失治乱之情，则变风变雅息之。故求通上下之情，治理作乐以治国而安民者，其大纲要只备于诗。宋此300首，便当达于为政。专对，未出使以己意应对，不随时请示于本国之朝廷。孔子曰：不学诗，无以言；若学诗而人不能言，则如不学也。虽多，诗300，已不少。今宋此而人不达于为政，出使人不能专对，则虽多学，亦无谓。孔门设教，主博学于文，然学贵能用。学于诗，便须得诗之用，此即约之以礼也。若学之不能用，仅求多学，虽多一人无用，绝非孔门教人博学之意。学者于此不可不辩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宋习了300首诗，授他以政事，不能通达；派他出使四方，不能单独做主应对。那虽多学些别的，亦有何用呀？子路篇第13。357。6。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令，教令。颜渊篇：正者正也，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本篇下章又云：既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皆与本章同义。或说此意盖孔子履言之，故门弟子亦不但凡而履记之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他身正了，不待下令，那事也就行了。他身不正，就使下令，下面也不会听从。7。子曰：鲁卫之政，兄弟也。鲁，周公之后，卫，康叔之后，本为兄弟之国，而其政亦相似。
或说两国正俗犹贤于他国，所谓鲁夷变至于道。或说两国衰乱相似，恐当从后说。盖此章乃孔子之叹词。白话释义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。358。先生说，被魏两国的正室真相是兄弟呀。8. 子谓魏公子荆善居士。时有曰：既何以少有？曰：既晚以富有。曰：既美矣。谓公子荆，公子荆谓大夫。因鲁亦有公子荆，故此特加。一谓字。善居士，居士由云治理家事。治家指人事，居士指财物器物之经营。既何以？既将就既且易。何足易。家之百物必相配，故曰和。仅时有，尚未足，即曰此亦可以为足也。少有，稍增益。富有，继续多增益。仅少有，尚未备，即云此亦可以为备。富有，未必美，即曰此亦聊可谓美。可正其心平淡，而居士有方，故能不以欲速尽美类其心，亦不以富贵肆志，故孔子称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魏公子荆可称得善于处理家业了。当他财货器用使有之时，便说将就凑合了；到他稍多时，便说将就完备了；到他更多时，便说将就算的是美了。子路篇第13。359。9. 子是谓冉有仆。子曰：数矣哉！冉有曰：既数矣。又何加焉？曰：父之。曰：既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仆，御车也。故礼右卑者谓尊长御车。数矣哉！数，众也。言谓人口多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到魏国，冉有为先生赶车。先生说，魏国人口真多呀。冉有说，人口多了，再加些石磨呢。先生说，设法教他们富。冉有说，富了又如何呢？先生说，再加以教化。以灵。子曰：既有用我者，7月而已可也，3年有成。7月，期亦作期，其月一周年。可也，可，仅可而有不足之意。有成，孔子谓既有能用我当政者，1年可树立规模，3年可有成功，使此规模充实完成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。360。史记此章为卫灵公不能用而发。或云本章孔子为门人事宜。当时有佛西及公山不扭之兆，孔子皆欲往，而门人疑之，故孔子言此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既有能用我之人，1周年的时间便好了。若经3年，定会有成功。意一。子曰：善人为邦100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臣哉是言也。胜残去杀，胜残化残暴之人，使不为恶；去杀，不用刑罚。战斗。善人为邦100年，有善人相继为国，至于100年之久。臣哉是言，上引乃古语，而孔子称之。周自平王东迁，诸侯力争，民之困于残暴行杀者200余年。使有善人为国，求能胜去残暴，使杀伐不复兴，以非一人一事所能，必相继历100年而使可继。此章盖叹世之习于乱，而痛思民之为义见治平之运。子路篇第13。361。本章当与上章合参。3年即可有成，何其为孝之速！待之100年之久，而后可以胜残去杀，又何其为其之遥！圣人言各有当，学者适细参之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古人说过，有善人来主持国政，经历100年之久，才可以化去残暴，消灭杀伐。
这话真对呀。一二。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弑而后人。30年为一弑。王者起，益天下而治之，与善人为邦不同。然求人道之化行于天下，亦必以30年为期。盖旧被恶化之民，今30年一弑而皆尽，新生者见自人道30年，故其化亦成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如有一位王者兴起，也必30年时间，才能使人道行于天下呀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62。义三。子曰：既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从政，犹为政。既能正其身，则为政亦切不难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既能自己身正了，这于从事政治还有何难呀？若不能正其身，又怎能正人呢？疑四。冉子退朝，子曰：何晏也？对曰：有政。子曰：其事也。如有政，虽不无矣，吾其与闻之。冉子退朝，冉有时为季氏宰，退朝，谓退于季氏之私朝。此称冉子，或说乃其门人所记。然此章与冉有加贬斥，似非其门人记之。或本作冉有，当从之。何晏也？也，同邪。问辞。晏，晚意。古人之朝，天为明，变色及人。冉有退朝晚，故孔子问之。冉有事于季氏而犹在孔门，退朝稍晏，孔子问之。师弟子亲如父子家人，故不独于言。子路篇第13。363。子一人谓然。有政，有国政讨论，故退迟。其事也，也，亦同邪。疑问辞。是指私事，为季氏之家事。或说有所更改匡正为正，所行常事为事。今按此处当从公私言，犹见言正。其实季氏专鲁政，有不与同列异于公朝，而独与其家臣异之私朝者。孔子如谓不知，言此必季氏家事，若系国政，当公议之。我常为大夫，今虽不用，犹当欲闻，其言而晚，而所以教冉子者深矣。虽不无矣，以用意。白话释义。冉有在季氏的私朝退下，来见先生。先生说：怎么这样晚呀？冉有对道：因有匡正讨论。先生说：怕是季氏的家事吧？果有国政，此刻我虽不见用，也该欲闻道。义五。定公问：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，若是其机也。人之言曰：为君难，为臣不易。如之为君之难也，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？曰：一言而丧邦，有诸？孔子对曰：言不可以，若是其机也。人之言曰：与无乐乎为君，为其言而莫与为也。如其善而莫之为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为也，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？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64。其机也，三字连上读。己，其望义。与下不几乎，两。己字一别。与无乐乎为君，为其言而莫与为也。言为君，别无可乐，止。有一事，即出一言而臣众莫敢为，谓可乐。一言而丧邦，即乐乎莫与为之一言也。本章孔子专指在上者之居心言。后如陈之，以正心诚意为治国平天下之本，言虽近而指则远，亦古今通义。白话释义。定公问道：只一句话便可兴国，有吗？孔子对道：说话不能如此般的期望呀。有人说，做君难，做臣不易。若果知道做君之难，那就数几乎一句话可以兴邦了。
定公又问：一句话便可失国，有吗？孔子对道：说话不能如此般期望呀。有人说：我对做君不觉有何可乐处，只是说了话没人敢为傲，倘是说的善，没人为傲，不好吗？若说的不善，没人敢为傲，而你认此为可乐，那就数几乎一句话可以失国了。16。叶公问政。子曰：近者说，远者来说。同曰：近者悦其政则，故远者闻风来至。子路篇第13。365。白话释义。叶公问行政之道。先生说：近的人欢悦，远的人来附。17。子夏谓举父宰，问政。子曰：吾欲速，吾见小利。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举父，鲁佚名。吾，通吴，戒止之辞。欲速则急速失序，故反有不达。见当前之小利，则所救小而转失其大处。白话释义。子夏当了举父宰，问行政之道。先生说：不要求速成，不要只见小利。求速成，则达不到目的；只见小利，则不能成大事。18。叶公与孔子曰：吾党有执公者，其父攘阳，而子正之。孔子曰：吾党之执者亦于是。父谓子隐，子谓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66。执公，或说其人名公，因行直，人称之曰直公；亦说其人姓名不传，因其行直，故称直公。犹如一狂人行近孔子之余，故称狂皆余。嗣后说为是。其父攘阳，而子正之，攘，窃取义。子即直公，其父道人之阳，直公正其父之行道。父谓子隐，子谓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隐，掩藏义。隐恶而扬善，亦人道之直。何况父谓子隐，子谓父隐，此乃人情，而礼极欲焉，不求直而直在其中。白话释义。叶公告诉孔子说：我们这里有一个能行直道的人，他父亲盗窃人羊，他出来证明了。孔子说：我们的直道和此相异。父亲替儿子隐瞒，儿子替父亲隐瞒，直道便在其中了。19。樊迟问仁。子曰：居处恭，执事敬，与人忠，虽之夷，敌不可弃也。居处恭，居处一人独居。恭，不惰不放肆。执事敬，执事有言行事。敬，不懈不怠慢。不可弃，谓不可弃去不行。子路篇第13。367。卫灵公篇子张问行。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礼行乎哉？与此章语相类。或以此章问人，乃问行自悟。然仁者仁道，乃人与人相处之道。人道以恭敬忠信为主。夷狄亦人类，故虽至夷狄，此道人不可弃。则本章明言人，不必改字。或曰：虽至夷狄之邦，能恭敬忠信，亦不为夷狄所弃。则转言效应，与孔子平日教人亦不类。且不为所弃，非不可弃。今人从前解。白话释义。樊迟问仁道。先生说：平常独居当能恭，执行有事当能敬，哉！人要能忠。这几项就使去夷狄之邦，也不可弃去不行呀。20。子贡问曰：何如斯可谓之是矣？子曰：行己有耻，始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是矣。曰：敢问其次。曰：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曰：敢问其次。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坑坑然小人哉！亦可以谓次矣。曰：今之从政者何如？
子曰：隐。斗烧之人，何足算也？行己有耻，心之有耻，则有所不畏。此指其志有所不畏，而其才足以有畏者，始于四方不辱君命，及其足以有畏。孝弟，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68。知识其本以立，而才或不足，故其次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果必行之意。孟子曰：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为义所在。小时间却冒，不务求大义，而专自守于言行之必信、必果，此见其事量之小，而才艺无足称，故称之曰小人。然虽乏才识，亦尚有行，故得为孝弟之次。今之从政者何如？子贡盖自有所不满，而以直于孔子。马心不平，叹生。斗烧之人，何足算也？斗容10升，烧容5升。说文作。斗烧之人，言其气小。亦说谓其颈之巨敛。算数义。由今云不足算数。论语言辞和婉，然多于至和中见至刚，于至婉中见至直，如此处即是。白话释义。子贡问道：如何才算是？先生说：他行为能知有耻，出使四方，能不辱没君命，可算是事了。子贡说：敢问次一等如何呢？先生说：宗族称他孝，乡党称他弟。子贡又说：敢问再次一等如何呢？先生说：出一言必信，不反悔；做一事必果决，不转变。坚确的像块石头般，那是小人呀。但也可算是次一等的了。子贡又问：现在那些从政的人如何呢？先生说：呀，那些都只是一斗5升之人，何足算数呀？子路篇第13。369。21。子曰：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倦乎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畏也。孟子尽心篇。孟子曰：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，必也狂倦乎？狂者进取，倦者有所不畏也。孔子岂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狂者其志萧萧然，曰：古之人以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懈不竭之事而与之，是倦也。又其次也，精暗中行，行得其中。孟子所谓中道，即中行。退能不畏，进能行道，兼有二者之长。后人舍狂倦而别求所谓中道，则误矣。又按依隐圣之任，狂者也；伯夷圣之亲，倦者也。狂倦皆得谓圣人，唯不如孔子，是指久宿之时中。时中即时不失于中行，及时而狂，时而倦，能不失于中道。故狂倦非过与不及，中行非在狂倦之间。中庸，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。不能宜说此章之中行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：我不得中道之事和他在一起，那只有狂倦了。狂者能进取，倦者能有所不畏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70。22。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善。夫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休。子曰：不战而已矣。南人，南方之人，不可以作巫医。古代巫道与医士相混，作谓医，此有两说：一谓无恒之人，即巫医见业亦不可畏。又一说：古人不以巫医为见业，周礼司巫司医，皆由士大夫谓之。此乃谓无恒之人，亦不可作巫医。就《论语》文义人以前说未当，为南人之言，正是重巫医，故谓无恒者不可复以此任。
善夫，此孔子称述男人之言而善之。吾所以教鬼神，一所以托死生，无恒之人何足任此？专义之业尚然，何论于广大之道？故孔子特取此言。不恒其德，或成之修，此亦横挂九三爻辞。或常义，成序义。言人无恒德，常有羞辱成序其后。子曰：不战而已矣。此处附加子曰字，以别于前引之一文。孔子言：其人无恒德，亦为有不谓之战问吉凶，因即为之战，亦将无准。本章孔子引男人言，见人之无恒，不可成也。又引一爻辞，言无恒之人，亦无可谓之助。白话释义。子路篇第13。371。先生说，南方人有句话说，人若无恒，不可当巫医。这话真好呀。易卦上也说，其德不恒的，常会有羞辱随后。先生说，这也只有不替他站问就罢了。23。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和者无乖戾之心，同者有阿比之意。君子上义，故有不同；小人上利，故不能和。或说，和如五味调和成食，五声调和成乐，声味不同，而能相调和。同如以水济水，以火济火，所事好同，则必互争。今案后如言大同，即太和。人亦即大痛之道。若求同失和，则去大痛远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能相和，但不相同；小人只相同，但不相和。24。子贡坚曰：乡人皆好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乡人皆恶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72。异乡之人，若已有公论，然亦各自为类以为好恶。若异乡同好，恐是同流合污之人；异乡同恶，或有乖士利俗之嫌。恶人不知恶，宜其忌容；善人不知好，见其无可好之时。然则公论贵乎合道，不贵以多少数为衡量。白话释义。子贡问道：异乡之人都喜好他，如何呢？先生说：未可救。说是好呀。子贡又问：异乡之人都厌恶他，如何呢？先生说：未可救，不说是好呀。不如乡人中的善人喜好他，不善的人厌恶他。25。子曰：君子易事而难说也。说之不以道，不说也。即其使人也，弃之。小人难事而易说也。说之虽不以道，说也，即其使人也，求备焉。易事，易与共事；或说，易服事。难说，说同悦。由云难讨他欢喜。君子悦人之有道，故无道之人不易得君子之欢悦。弃之，君子贵重人才，因其才气所宜而使用之，故能述人。所不能，求备焉。小人之心苛刻，故求全责备，促致无可用之人。子路篇第13。373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易于和他共事，但难于的他喜欢。你讨他喜欢不？合道，他还是不喜欢。待他使用你时，却量你的才具。小人易于讨他喜欢，但难于和他共事。你只要讨他喜欢，纵不合道，他仍会喜欢你。待他使用你时，却求全责备，凡他想要你做的，你都得做。26。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骄，小人骄而不泰。泰，安书意；骄，今四义。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故不骄。然心的坦然，
故常书态。小人经己傲物，唯恐失尊，心恒戚戚，故骄而不泰。然亦有不骄而未能泰者，亦有泰而或失之骄者。求不骄易，求能泰难，此又不可不知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君子书泰，但不骄矜；小人骄矜，但不书泰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74。27。子曰：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人。刚谓强志不屈挠，毅是果敢，木是质朴，讷是钝于言。此四者，其天资近人。孔子又曰：巧言令色，先以人。刚毅者绝不有吝啬，木讷者绝不有巧言。两章相发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刚强的、坚毅的、质朴的、讷言的，那四者都近人。28。子路问曰：何如斯可谓之是矣？子曰：切切丝丝，夷夷如也，可谓是矣。朋友切切丝丝，兄弟夷夷。切切丝丝，相切则之貌；夷夷，和顺貌。或说孔子语志可谓是以指，下乃门人记者所加。朋友以义，兄弟上恩，若混失之，则兄弟有贼恩之祸，朋友有善柔之损矣。然亦不当居说。朋友非全不须夷夷，兄弟亦非全不须切切丝丝。或说温良和厚之气，此事之正。至于发强刚毅，亦随事而见。子路行行，思切切丝丝之意少矣，故孔子以此征之。子路篇第13。375。白话释义：子路问道：如何可算为是了？先生说：须有切磋，又能和。曰：这样可算为是了。切磋以处朋友，和悦以处兄弟。29。子曰：善人教民7年，亦可以及容矣。古人曰言数字，常举其数，如13579是也。3载考绩，7年以余在考，此乃言其久。即就义、容、兵士，民之轻其上，死其长，故可用之使救战阵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善人在位，教民7年之久，也可使他们上战场了。3。子曰：以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。以用义，必教民以礼义，习之于战阵，所谓民耻教战，使可用。否则必有破败之祸，是犹弃其民。此两章见孔子论证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76。不讳言兵，唯须有善人教导时可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用不经教练的民众去临战阵，只好说是抛弃了他们。377。宪问篇第14。1。宪问耻。子曰：邦有道，古；邦无道，古耻也。宪问，宪，原思之名。本章不书姓，直书名，故以乃宪之。字记。邦有道，古，古，路也。泰伯篇，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。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下2尺字。此条指下1尺字，当专指下句言。或说邦有道，当有位；邦无道，可独善。今皆旦之实录，是可耻。两说均通，姑从前说。白话释义：原宪问时模是可耻的。先生说，国家有道，故当出世实录；国家无道，仍是出世实录，那是可耻呀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78。2。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人矣。子曰：可以为难矣，人则无不知也。克伐怨欲，克好胜，伐自夸，怨怨恨，欲
贪欲。不行，为恶致使不行于外，可以为难类。四者贼心，恶意不发，非能根绝，是由贼藏。在家虽不发作，家中不安，故孔子谓之难。其心仁则温和，慈良；其心不仁，乃有克伐怨欲。学者若能以仁存心，如火使燃，如泉使达，仁德日显，自可不待恶志而四者绝。颜渊从事于非礼勿视，听言动，乃以礼为存主，非求克伐怨欲不行之比，故孔子不许其人。本章或与上章合，或别为一章，盖冒上章现问字，一意原宪所问所记。白话释义。原宪又问：好胜、自夸、怨恨与贪欲，这四者都能致之使不行，可算得人吗？先生说：可算难了。若说人，那我就不知呀。宪问篇第14 379 3。子曰：士而怀居，不足以为是矣。居谓居士居乡，是当立志修行以为是用，专怀居士居乡之安，斯不足以为是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士若系恋于他家世乡里之安，那就够不上一世了。4。子曰：邦有道，为言为行；邦无道，为行言孙。为言为行，为有严厉义，有高峻义，有方正义。此处为自当训正。高论实施于偏激，高行实亦施正。君子为当正言正行，而世俗不免目之为利，视之为高。君子不以高与利为立言治行之准则。言孙，孙谦顺义。言孙非为祸，但照祸而无益，亦君子所不为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80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国家有道，便正言正行；国家无道，人必正行，但言辞当从谦顺。5。子曰：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；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有德者不贵言而自有之，仁者不贵勇而自有之。若徒物有言，岂必有德？徒物有勇，岂必能仁哉？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一个有德的人必然能有好言语，但一个能有好言语的人未必即就是有德。一个人人必然有勇，但一个有勇的人未必即就是仁人。6。南宫氏问于孔子曰：亦善事，傲荡周，惧不得其死然。与季公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。南宫氏出，子曰：君子哉若人！上德哉若人！宪问篇第14 381。南宫氏，是字亦作括，又名涛，即南荣。亦善事，亦古有穷之君，善事灭夏后襄而篡其位，其臣韩簇又杀义而代之。荡州、傲又作交，韩簇子，后为夏后少康所诛。竹书纪年，交伐征询，大战于围，复齐州，灭之。荡州及复州，为交力大能荡复敌州，惧不得其死然。此处然字由焉字，连上句读，或说当连下句。与季公驾，禹治水，季教驾，或说以公驾切季，有天下切禹，互代说之。或说公驾谓禹，季皆生柴数人，亲力犬母也。夫子不答，南宫氏之意，亦禹皆是强力，能灭人国，但不能以善终。禹治水，季教驾，有大功德于人，故禹即生有天下。季之后为周代，亦有天下。可见力不足事而为德位可贵。其意已尽，禹又浅陋，无需复答。且南宫氏言下，待以禹，既比孔子，故孔子不知答。然南宫氏所言则是，故似其出而称叹之。
或曰：士之所见谓之命，孔子所教乃立命，为之命乃可以与立命，故孔子赞之。白话释义：南宫氏问道，亦善事，能当赴敌国的战船，但都不得好死。禹治水，后继公卿驾色，他们都有了天下，先生没有回答。南宫氏出，先生说：可算是君子了，这人呀；可算是上德的人了，这人呀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382。7。子曰：君子而不仁者有一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君子或偶有不仁，此特君子之过，亦所谓观过斯之人也。小人为利是欲，为私是图，故终不能为人。本章语句抑扬，辞无回护，盖为观人用人者说法，使物物于无器材之论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君子或许有时也会不仁，这是有的吧？但没有一个小人而是人的呀。8。子曰：爱之，能勿劳乎？忠焉，能勿惠乎？劳未免其勤劳，爱其人，则必免测其人于勤劳，使是真爱。惠者，教诲使趋于正；忠于其人，则必以正道归诲之，使是忠之大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爱他，能勿教他勤劳吗？忠于他，能勿把正道来归诲？宪问篇第14。383。他吗？9。子曰：未命，必陈草创之，世书讨论之，行人子与修饰之，东里子产润色之。未命，命，外交之辞命。必陈，世书，子羽，子产，四人皆正大夫。草创，草，粗略义；创，造作义。此谓先写一草稿，定此辞命之大义。讨论，讨，寻究；论，讲论。此谓讨论内容，对大义有所改定。行人，长出使之官。修饰，修，修削；饰，增饰。此谓增损其字句，使辞命大，意义真允切明显。东里，子产所居之地。润色，为加以文采，使此辞命意见美满。本章见郑国造一辞命，如此郑重。又见子产之能得人而善用，与群贤之能和衷而共济。即由造辞命一事推之，而子产之善治，亦可见矣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384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郑国造一辞命，先由毕陈起草稿，再经世书讨论内容，然后由行人子羽修饰字句，最后东里子产再在此藻上加以润色。以灵。或问子产。子曰：诲人也。问子奚曰：比哉，比哉。问管仲曰：人也，夺博士便宜300，饭书10，每尺无怨言。诲人，其人存心惠爱于民。左传，子产卒，仲尼闻之，出涕曰：古之遗爱也。子产为正言，而孔子特以惠爱许之，此即所谓特事也。子奚，春秋时有3子奚，亦子产之同宗兄弟，此两人常以同事见优劣，且相继执政。齐、鲁间人熟知此两人，故连带问及。本章与上位命章相承，皆论政事，此子奚必系正子奚可知。其他2子奚皆处大夫，亦宜生，谋乱被诛，亦公子生，后孔子死。论语记孔子评治当时人物，多在齐、晋、郑、魏诸邦，并多在定、哀以前。公子生既楚人，又当时尚在，孔子弟子当不以慰问。比哉，比哉，无足称之意。人也，起下文。或说人上托一夫字，或说人当作人，或说衣上诲人也之力，当作人人也。
托一人字。宪问篇第14。385。夺博士交易300，博士其大夫。便宜，博士之采邑也。300，当时便宜户数。夺，削夺邑。博士有罪，管仲未相，削夺其采邑。或说其桓公夺博士邑以与管仲，今不从。每耻无怨言，耻训年。每耻游云终身。博士虽以此毕生疏时，然于管仲无怨言。此如后代诸葛亮废廖立，李平为民，及亮之卒，廖立垂弃，李平致死，皆以执法公允，故得罪者无怨。白话释义。有人问子产其人怎样呀？他是对民有恩惠的人。又问子西，先生说他吗？他吗？又问管仲，先生说这人呀。他削夺了博士的便宜300家，博士终身吃粗饭过活，到死没有过怨言。一。子曰：贫而无怨难，富而无骄易。能安于贫，思无怨；不视其富，思无骄。颜渊处贫，子贡居富。使颜渊处子贡之富则易，使子贡居颜渊之贫则难。此处见学养高下，非孔门之讲贫贱富。白话释义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86。先生说，在贫困中能无怨是难的，在富厚中能不骄，这比较的易了。1、2。子曰：孟公绰、魏赵，为老则忧，不可以为腾、薛大夫。孟公绰，鲁大夫，孔子常所言是。魏赵，为老则忧，赵、魏皆近亲。老，家臣之称。忧，宽。绰有欲。腾、薛，皆当时小国。下章言公绰之不欲。盖公绰是一廉敬之人，为大国上卿之家臣，望尊而直不杂。小国正繁，人各有能有不能，故贵因才善用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孟公绰要他做赵、魏的家臣是有余的，但不可要他去当腾、薛的大夫。宪问篇第14。387。3。子路问成人。子曰：若简武仲之之，公绰之不欲，卞庄子之勇，冉求之义，闻之以礼乐，亦可以谓成人矣。曰：今之成人者，何必然？见利思义，见为受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谓成人矣。成人，犹完人，为人格完备之人。臧武仲，鲁大夫臧孙觉。卞庄子，鲁卞义大夫。或说即孟庄子。闻之以礼乐、智、廉、勇，义四者言其才直，复闻之以礼乐也。或曰：备有四者之长，又加以礼乐之文士。或曰：即就其中之一长而加以礼乐之文士。就下文亦可以3字观之，四当从后说。然孔门之教，博文约礼，非仅就其才直所长而专以礼乐文士之，即为敬教育之能事。就孔子本章所举，前3项4分敬之，仁、勇3德，德能必兼备，故学者必培其智，修其德，养其勇，而习于义，而复加以礼乐之文，使可以谓成人。若此4人于智、廉、勇、义4者，可谓优越矣。故曰如此而能闻之以礼乐，亦可以谓成人。曰：今之成人者，何必然？上节言成人，颁准已高，此下乃降一格了言之，故加一曰字。何必然？乃孔子感慨语。世风日下，人才日降，稍能自拔于流俗，即不复苛责，故亦可谓之成人。或以此曰自演，或以此曰自下，乃子路语，今皆不从。见利思义，见为受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思义谓亦然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388。后去。
受命谓不爱其身，可与父为。9要曰义。平生平日义。平日偶尔之诺，能力久不忘。自严厉之风遍天下，偷生之徒满海内，反复居诈不知羞耻者，比比皆是。如上述，亦已是成人。此虽孔子降格言之，然学者千万莫看轻此一等，正当从此下功夫，此乃作一完人之起码条件。若照孔子前举般准，故不仅于一节一端，盖必有才能见之于事功，或其志足以穷理，或其廉足以养心，其勇足以力行，其义足以泛因，而又能节以礼，和以乐，庶乎才成得利，而使可以入成人之选。更进而上之，则博闻曰礼，必兼修4人之长，而犹闻之以礼乐。此章当与孔门4科之分合参。严敏德行一科，绝非自外于智、勇、才、艺、事业、干绩之外而能空成其所谓德行者。所谓博学于文，亦非专指书籍文字，智、勇、才、艺皆文也。学者当会通《论语》全书求之，则孔门理想中之所谓完人，与其教育精神，可以透切了解矣。又按成人之反面，即是不成人。无行思不成人矣。严格言之，无才艺不成人。再严格言之，不有礼乐之文，由今言无文化修养者，纵是才能超越，亦不成人。学者于此章，正可作深长思。白话释义。子路问道：如何才可算一成人了？先生说：像臧武仲那般的智，孟公绰那般的不欲，卞庄子那般的勇，冉求那般的多义，再增加上礼乐修养，也可算得一成人了。先生又说：至于在宪问篇第14 389，今天要算一成人，又何必这样呀？见有力，能思道义；见有为，能不惜把自己生命交出。平日何人有诺言，隔久能不忘？这样也可算是一成人了。疑4。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：信乎？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？公明贾对曰：以告者过也。夫子实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；乐然后笑，人不厌其笑；义然后取，人不厌其取。子曰：其然，岂其然乎？公叔文子，谓大夫公孙拔，亦作公孙发。公明贾，公明氏，贾名，亦谓人。或说公明即是公羊。礼记杂记偏有公羊贾。不厌，厌者苦其多而恶之。若所言能是得其可，则不起。人厌，亦若不觉其有言矣。其然，岂其然乎？其然，美其能然。岂其然，疑其不能成。然。白话释义。先生向公明贾问及公叔文子，说：真的吗？他先生平常不言不笑，一毫不取于人吗？公明贾对道：那是告诉你的人说的过分了。他先生要事实才言，所以别人不厌他有言。要逢快乐时，柴氏藏书《论语新解》390，才笑，所以别人不厌他有笑。要当于义才取，所以别人不厌他有取。先生说：这样吗？真这样吗？义5。子曰：臧武仲以防求魏后于鲁，虽曰不要君，无不信也。以防求魏后于鲁，防武仲之锋矣。武仲获罪奔诛，自都。如防使请于鲁，愿为立臧氏之后，乃必议他去。魏后由立后。要君，要者，乐所要协议，未有所协以求。臧武仲请立后之辞见于《左传》，其辞甚逊，时人盖未有言其非者。孔子则谓的最初奔，不因人具己意以请立后，此即一种要挟，乃其人好之不好学之过。
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臧武仲拿他的防疫来请立后于鲁，虽说不是要挟其君，我不敢信。宪问篇第14 391 16。子曰：晋文公决而不正，齐桓公正而不决。决而不正，决，诡辩义。此言决正，由后人言其正。决正之比，盖兼两人之用兵与行事言，用兵有可决，行事终不可决。齐桓晋文皆以霸业尊王攘夷，但孔子凭此两人，显分宣制。决即不正，正思不决，此指圣明。宋儒言孟寻尊王见霸之意说此章，魏桓、文心皆不正，唯桓未必善于此。亲儒反其说，谓决者权诈，诈乃恶德，而权则亦为美德。晋文能行权，不能守经；齐桓能守经，不能行权，正是各有长短。今就本文论，显有桓胜于文之意。此下两章，孔子皆极称齐桓、管仲，然论语甚少称及晋文，孔子之意岂不可见？又下章，九合诸侯不以兵车，此即桓之政。晋文便不能及此，唯齐桓一传而衰。晋文之后，世主下盟，常人以成败之见，皆艳羡于晋文。孔子独持正论，故非为两人争优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晋文公绝诡，不仗正义；齐桓公正义，不行绝诡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392。义七。子路曰：桓公杀公子纠，赵乎死之，管仲不死。曰：为人乎？子曰：桓公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，管仲之利也。如其人。如其人。桓公杀公子纠，齐襄公无道，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举。即吾之是襄公，管夷吾，赵乎奉公子纠奔鲁。鲁人纳之，未克，小白先入，是谓桓公。使鲁杀子纠而请管赵。赵乎死之，管仲请求。鲍叔牙言于桓公以未相。事件左传。曰：为人乎？上是叙述语，下是询问语，故又加一曰字。子路以管仲望主事仇，不得为人。九合诸侯，不以兵车。史记称齐桓有兵车之会3，乘车之会6。但左传时有14会。古梁传又云衣裳之会时有1。此处之九合，就只合几次盟会言，后如极多争论。亦说古人用3字9字多属虚数，九合仅言其屡会诸侯，不必却只是9次。亦说九当作纠，乃言其鸿合诸侯，不论其次数。今按内外传他处，上有言9合诸侯、7合诸侯、再合诸侯、3合大夫之语，则此9合确有之，唯今不得其详耳。言不以兵，乃不假威利益，非谓美会无兵车。所以避者不以兵车者，乃见其桓霸业之政。然则管仲之襄桓公，不为成其大功之为贵，而能纳于正道以成其大功之为更可贵。如其人，如有乃字，为此即其人矣。能不失正道而合天下，此非人道而合。或说如其人为谁如管仲之人，应言召乎？宪问篇第14 393。死纠何如管仲9合诸侯？今按孔子许管仲以仁，其大义详下章，岂只教召乎为仁而已乎？今不取。本章孔子以仁许管仲，为孔门论仁大义所关，而后如多不深了，或乃以此章乃述其论，所谓其人只知管仲、晏子而已。然轻薄管、晏、语出、孟子、孔、孟立言各有当，宜分别观之，不当本。孟子、宜、论语。白话释义。子路说，齐桓公杀公子纠，赵乎为公子纠死了，管仲不死，如
此未算的是人吧？先生说，桓公9次会合诸侯，并不屏障，兵车武力都是管仲之功，这就是他的人了，这就是他的人了。义八，子贡曰：管仲非人者与？桓公杀公子纠，不能死。又向之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道于今受其踢。唯管仲无其被发左衽矣。岂若匹夫？匹夫之为量也，自今于钩渎而莫知之也。一匡天下，就助匡正也。一匡天下，说为一正天下。书若不辞。今按匡本犯气，转言气之四界。史记替满匡。柴氏藏书，论语新解。394。而横流今俗犹言匡当。此处匡自作动自用，谓匡天下于一，亦犹未纳天下于一匡之内。唯管仲无其被发左衽矣，为无益。被发边发为薛、往、衣襟，边发左襟，皆夷狄之俗。匹夫匹妇之为量，量小信义。管仲召呼之于公子纠。君臣之分未定，且管仲之士子纠，非邪二心，其力已尽，运穷势屈，则唯有死之一途而已。而人道之大，则尚有待于君臣之分者。华夷之防，事关百世。使无管仲，后世亦不复能有孔子。孔子之身，而即以边发左衽矣，更何有于孔门72弟子、与夫、论语之传述？故知子路、子贡所疑，徒见其小；而孔子之言，实述万世之大教，非为管仲一人辩白也。盖子贡专以管仲对子纠言，孔子乃以管仲对天下后世言，故不同。自今于钩渎而莫知之，今亦异。匹夫匹妇守小信，自缢死于钩渎中，谁复知之？当知信义亦为人道而有，既无补于人道之大，则小信小义不足多。然亦岂妄信复义，贪生畏死，自外于人道者之所得而借口？或为钩渎的名，及子纠被杀处，今不从。盖此章只论管仲，不论赵乎？后儒乃为孔子贬赵乎？此复失之。本章舍小节，论大功，孔子之意至显。宋儒嫌其偏袒功利，乃强言桓公是兄，子纠是弟，欲以轻减管仲不死之罪。不知孔子之意，有超乎君兄弟臣之上者。言人道之意，孔子有我欲人斯人治之说。论人道之大，则此章见其一例。要知孔门言人，绝不惧外功业而专指一心言，斯可知也。宪问篇第14。395。又按前章以正许齐桓，此两章以人许管仲，此皆孔子论人论道大者眼处。自孟子使言仲尼之徒无道还，闻之是者。又云管仲、岑羲之所不为后儒多本孟子亲此两人，并论语此三章亦多格疑，此诚不可不辩。白话释义。子贡说，管仲不好算是一人者吧？齐桓公杀了公子纠，管仲非但不能为子纠死，又为桓公向先生说，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由他把天下匡范合一起来，人民直到今天还是受他的恩赐。若没有了管仲，我今天怕也是批发左衽的人了。哪像匹夫匹妇般守着小信，自缢死在钩渎中，谁知道呀？义9。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尊，与文子同生诸公。子闻之，曰：可以为文矣。臣大夫尊，臣大夫，家大夫也。尊其名。同生诸公，公朝。公叔文子见之，使与己同立于公朝。望己推贤，孔子称之，谓有此美德，以可得闻之美意。白话释义。
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尊和文子同升到宫朝，先生听人述说此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396。是说这人真可以闻为是了。20。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息而不丧。孔子曰：仲舒与至宾客，祝陀至宗庙，王孙贾至军旅，夫如是，息其丧。息而不丧，息而由云息位。不丧有两解，一位不亡其国，一位不失其位，当从后解。仲舒与及孔文子。孔子平日与及此三人，皆有所不许。此章见孔子论人不以所短弃所长。孔子屡称魏多君子，若渠苑、史丘诸人的用，魏国当犹不止此，故知人才之观国运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述说卫灵公之无道。季康子问道：既如此，为何灵公人能不失其位呀？孔子道：有仲舒与替他管理宾客之事，有祝陀替他管理宗庙之事，又有王孙贾替他管理军旅之事，这样又怎会失位呀？宪问篇第14。397。21。子曰：其言之不作，则谓之也难。作，参议。凡人于事有志必位，当内度才德学历，外审时事事机。今言之不作，非轻言忌且，即大言欺人。其为之之难，即在其言之不作时而可见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他说来不作残，那就做来困难了。22。臣子是简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臣恒视其君，请讨之。公曰：告夫三子。孔子曰：以无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告夫三子者，知三子告不可。孔子曰：以无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臣子是简公，其大夫臣恒是简公，名人。是在鲁哀公时4年，沐浴而朝，时孔子以治世，将告君以大事，郑重之，故先斋戒沐浴始朝。告夫三子，三子指三家。鲁正在此三家，哀公不得自专。柴氏藏书《论语心解》398。故欲孔子告之。孔子曰：此下至君曰告夫三子者，乃孔子退于朝而自言如此。申汉鲁君不能自命三家，而使己告之，曰告夫三子者，增益者字，无限愤慨，尽在此一字见矣。知三子告不可，知往矣。孔子往告三子，三子不可。盖三家鲁之强臣，有无君之心，正由其之有成衡，宁肯听孔子言而往讨之。孔子曰：此下乃孔子退自三家，而又自言之如此。孔子亦知其所请之不得行，而必请于君，请于三家，亦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也。左传记此事云：孔子3日斋而请伐其三。公曰：鲁谓其若久矣，子之伐之，将若之何？对曰：臣恒视其君，明之不与者半，以鲁之众，加其之半，可克也。则孔子不仅辨其义，亦复量其力。若不量力而徒生大义，此亦言之不作矣。斯人之言有不可，况告君论国事乎？宋如仪《左传》所载非孔子言，则其不度得不量力，而空言可生大义于天下。宋如解《论语》失孔子意，多在此等处。若论训诂考据，诸注亦多有超后人之上者，此不可不知。白话释义。其臣子是其君简公，孔子在家斋戒沐浴了，去到鲁国朝廷，告诉鲁哀公道：臣恒视了他的君，请快发兵去讨伐他。哀公道：你告诉那三位呀。先生退下说：因我也还追随在大夫之后，这等大事不敢不告诉吴君。吴君却说去告诉这三位。
孔子道。宪问篇第14。399。三家一一告诉了。三家说：不可先生退下说，正因我也。还追随在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呀。23。子路问事君。子曰：勿欺也，而犯之。犯谓犯言见真。亦说犯言见尽即勿欺。亦说如言过其实以求君之必听，虽出爱君之心，而所言尽于欺。以子路之贤，不忧其欺君，更不忧其不能犯。然而子路好勇之过，或有一不知谓之而进言者，故孔子以此会之。今按孔子请讨成衡章之前，先以言之不作章，又既以示君勿欺章，《论语》编者之意，可谓深为矣。读者其细阐之。白话释义。子路问事君之道。先生说要不欺他，又能犯其颜色而直谏。24。子曰：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本章有两解。一说上达达于道，下达达于器。如谓农工。柴氏藏书，《论语新解》。400。商贾虽小人之事，亦可各随其业，有守有达。若夫为恶语不义，此乃败类之小人，无所谓达也。亦说君子曰近乎高明，小人日就乎屋下，一念之奇，日分日远也。前解君子小人指谓言，后解君子小人指得言。今从后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君子日日常进向上，小人日日审沦向下。25。子曰：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今按本章有两解。荀子曰：入乎耳者乎心，为己也；入乎耳，出乎口，为人也。为己，履道而行；为人，徒能言之如此解之，为人之学，亦由孟子所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也。又亦说为己，欲得之于己；为人，欲见之于人。此由荀子谓君子之学以美其身，小人之学以为情独也。今按此两解亦各有当，然当孔子时，学风初起，宜无此后世现象。孔子所谓为己，代指德行之科言；为人，指言语、政事、文学之科言。孔子非不主张学以为人，唯必有为己之本，乃可以达于为人之效。孟子特于古人中举出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，此皆为己而为人之效亦见，故三子者皆得欲于圣人之列。孔子曰：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己立己达是为己，立人达人是为人。宪问篇第14。401。孔门不薄为人之学，唯必以为己之学述其本，未有不能为己而能为人者。若如前两解，实非为人之学，其私心乃亦以为己而己，宜非此章之本意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古之学者是为己而学的，今之学者是为人而学的。26。蘧伯欲使人于孔子，孔子与之坐而问焉，曰：夫子何谓？对曰：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。使者出。子曰：使乎！使乎！蘧伯欲谓大夫，名远。孔子居位，常主其家。伯欲使见。于春秋鲁襄公14年，其时已在大夫之位，且又名臣见近于时。越此8年，孔子始生。孔子是为主其家，伯欲当于百灵之寿矣。与之坐，或说敬其主，以及其始；或说使者来，原无不作。此者与之坐而问焉者，乃见孔子享审之臣，交友亲情之切。若图曰孔子问，则失其伦次矣，非为敬其主而特与以作也。夫子何谓？夫子指伯欲。
欲寡其过而未能言，但欲寡过而犹未能也。不曰欲无过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402。而曰欲寡过，又曰未能焉。使者言乐卑，而其主之贤乐。一章，故孔子重言叹美之，曰：使乎！使乎！白话释义。瞿伯欲遣使者来孔子家，孔子和使者坐下，问道：近来先生做些什么呀？使者对道：我们先生只想要少些过失，但总觉还未能呀。使者辞出，先生说：好极了。那使者呀，那使者呀。27。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本章重出。28。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上章已见，泰伯篇。本章承上章而类记之。或是泰伯篇记者谓之有曾子此语，而记此篇者知之，故遂并着之。谓指政治上之职位言。从正当各专己职，越职出位而思，徒劳无补。宪问篇第14。403。并资纷乱。又按本章又见，亦更卦之象辞，一象辞后出，非曾子引象辞。又按就本此章与上章合为一章，诸子始分为两章，今从之。白话释义。曾子说，君子用思，不越出他自己当前的职位。29。子曰：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。本章或作耻其言之过其行，一解则同，不当分耻其言与过其行作两项解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以他的说话过了他的行为未可耻。30。子曰：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。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子贡曰：夫子自道也。柴氏藏书论语心解404。君子道者三，此由云君子之道三。或说道训由君子，由此三者以成德。人之才性各异，思其成德亦有不同，为之仁、勇为三达德，不忧、不惑、不惧，人人皆有以成德。夫子自道也，自道由云自述。圣人自是常欲然，故曰我无能焉，此其所以日进不止也。自子贡视之，则孔子三道尽备，故曰夫子自道。白话释义。先生说，君子之道有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我一向也不能子贡说，这正是先生称道他自己呀。31。子贡方人。子曰：赐也贤乎哉？夫我则不暇。方人，此有两说：一方，彼方义。彼方人物，较其长短，犹言批评。一说方，即放字，深尽通戒，未言人过恶。夫我则不暇。夫有彼，指方人言。按方人若指谤人，孔子何以仅谓不暇，而又称其贤？故知方人当从前解。又按一部论语，孔子方人之言多矣，何以曰夫我则不暇？宋儒谢良左见大臣子，举书不疑一字，名道曰：贤却记得许多，可谓玩物丧志。谢闻之，汗流浃背。即看明道读史，又宪问篇第14。405。却逐行看过，不差一字。谢甚不服，后来醒悟，常以此事皆引博学进士，其事可与本章互参。白话释义。子贡批评人物。先生说：次呀，真贤能吧？对于那些我就没有这暇闲呀。32。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论语有两章文字全同者，当是一章重出；有文字小异而章意全同者，当是孔子屡言之，而文者各自记之。
如本章凡4件，文各有异，是必孔子之叮咛反复而屡言常道之也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不要愁别人不知我，只愁我自己的不能。33。子曰：不逆诈，不义不信，义亦先觉者，是贤乎？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06。逆诈，逆是为智而迎之。人未必以诈待我，我先逆以为。其诈是谓逆诈。不义不信，义者是谓见而旋揣之。人未必对我不信，我先防其祸不信，是谓义不信。义亦先觉者，我不逆测他人之诈与不信，而他人如有诈与不信，我亦能事先觉察，是我之明。疑生于不明。我果明，自不疑，此所以谓贤。己不能明，而愚人多疑，是先自陷于诈与不信之列，此所以谓愚也。或说不逆不义，以致诚呆人，圣人之道。义亦以先觉人之情谓贤乎？此言先觉不能谓贤，与本章文气不合，今不从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不在事前逆测人诈我，不在事前揣想人对我有不信，但临事遇人有诈与不信，亦能先觉到，这不是贤人吗？34。为生母谓孔子曰：丘，何为是戚戚者与？吾乃为佞乎？孔子曰：非敢为佞也，即故也。为生母，为生氏，母名。或作为生母，又说即为生高官。其直呼孔子名而辞甚惧，盖以耻尊。戚戚，戚字。戚戚，不黄宁处邑。孔子力聘诸侯，所。宪问篇第14。407。谓黄无所及。谓佞，口给义。为生讥孔子周流不止，若专欲以言辩，取信于人；若战国人以孟子为好辩。即故也，即汉译。故自有两解。一说故直一而不通。孔子言我之习不暇宣，非物欲以辩取信。若知道不行而决意气是觉悟，则是己之固执，不肯多方以求道之行，我所及在此。一说孔子言我之戚黄，特病是之故陋，欲行道以化之。或疑如前说，似孔子斥为生为直一，有反唇相讥之嫌。然依后说，似孔子脱口自负，语气亦多迂回，不如前说之直而婉，谦而不失其分。今从前说。白话释义：为生母对孔子说：丘呀，你为何如此戚黄的，真要像一佞人，专以口辩取信吗？孔子对道：我不敢要做一佞人，只厌恶做一固执人而已。35。子曰：既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既善马鸣，一日能行千里。然所以称既，非以其力能行远，乃以其德性调良，与人义相和谐。人之才德兼者，其所称必在德。然亦无才之德，不能行远，终是驽马。性虽调良。柴氏藏书，论语心解。408。不惑既称。白话释义：先生说，称为骑马的，并不是称他之力，乃是称他之德。